着弯弯的河。狗狗，你过来，狗狗，我抱抱我狗狗，狗狗你来这，来这，对，狗狗，你是好狗狗。我抱抱狗狗啊！狗狗，这样显得我好瘦。狗狗，你过来，狗狗，你过来。狗狗。咱俩是不是得吃饭了？也不饿，但是怕等会儿点不着好吃的了。没有啊。现在都11点多了。那我直播赚多少钱，咱们吃多少钱的，好不好？狗狗。困累。背个不拿哪，谢谢你的大啤酒。图不染发吗？看不出我这有颜色吗？能看出我这有颜色吗？能看出来啊。糊点儿。你的意思是染成黑色？染不过来，白头发太多了。你们没有白头发，你们就不知道这个实际的情况。白头发长得特别快。这些东西，这是长白头发的人就懂。多吃黑芝麻，一点用都没有。还在开酒吧？没有，不开了。酒吧不开了。困，
嗯。好可怜啊！为什么可怜？还在拍剧本吗？没有在拍。今天有故事会吗？有，等会儿可以给大家讲一个，11点讲。刚才说我可怜的，我为什么可怜？哪里可怜了？离得近一点，看不清字儿，这个调大一点。不行，最大了。头发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头发怎么了？头发怎么了？行，那首歌挺俗的一首歌，就是纯粹是为了写而写的一首歌，它就是一个特别就是反正就挺俗套的一首歌啊，虽然说就是算是朗朗上口，但是就不是我特别喜欢的。后来不知你的眼神为何总闪躲，我现在总闪躲是因为就是总盯着镜头啊，会那什么，会那个眼花。我最喜欢哪一首？最后我们也没有在一起，应该算是我最喜欢的吧，啊，就是应该是，最后我们也没有在一起。这首歌我还挺喜欢，其他还有现在很多歌都已经不太喜欢了，但是最后我们也没有在一起。这首歌我还挺喜欢，只怪是金做一般，就是我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是迎合某个星座群体。要说我最喜欢的，其实就是我最喜欢的有就3、4首吧。以后还会和龙二一起合作新歌吗？我不知道啊，以后的事儿我哪知道？就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以后什么还会跟谁合作？不知道，没计划，就是顺其自然。就不是我我决定的啊。合作这个东西是有双方意向，在意我也好听，在意我自己都不太听，我自己都不太听，在我也是很突然写的一首歌，就没有太深的印象。就是我写歌一般都是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那种情绪，我写歌我会比较，有人投资，立即有机会合作。那也得看投资人想不想让我俩合作呀。投资人是最大的，你要知道一个剧组里边投资人是最大的，他想让我跟谁演，我觉得跟谁演。
哪怕对面是西门无恨，对吧？都得演投资人说的对，对吧？单纯的来讲的话，就是我如果说是能做主的话，我会想用一些新人吧，用一些新人，新人有朝气啊，对，有有很多可能性，让你和施洋演，你行吗？没得挑啊，只要这个项目好的话，我都会选啊，对吧？酒吧不再开了，酒吧已经关掉了。作词作曲编曲，我是作词作曲，编曲不是我，编曲是我找人，对，编曲这个东西我只能说就是大概在什么编曲范围，但是编曲这块我还是不行。是经营不善吗？是经营不善吗？你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意思？你想知道什么？啊，你想知道什么？这个问题是经营不善吗？你想知道什么呢？男朋友在里边待着呢。生病了？谁生病了？你们聊天，你得让我知道你们的点是什么，想聊什么呢？是经营不善吗？这个问题是你想了解什么？白头发好多就是生病了，这是你的理解，就是白头发多就是生病了。啊，那个街上老头老太太多了，那都生病了。你这，哎呦我的天！里边有个声音特别好听，你说的应该是恶魔吧？我自己听，我都觉得他声音好听。就是不知道是酒吧为啥关门了，所以不知道什么，是不是生意不太好导致的？所以你想了解什么呢？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有些朋友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用户8865的这位朋友，你今年多大岁数？来，我就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岁数？你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岁数？27啊。你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你是在一线城市，还是在五线城市？你是在什么样的城市？你现在在哪个城市生活？也在深圳啊？那你平时你现在赚多少钱一个月？你现在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你是做什么行业的？你是做什么行业的？赚多少钱？主播文眼先生，主播没有这个癖好啊。程序员，你一个月赚多少钱？我就想问一下，来，我想问一下，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2万吧。2万，你的眼界属实是有点低。我觉得正常，你要是能赚到2万的话，你应该对人世间的事你多多少少有点了解。再一个，可能是因为你做程序员啊，可能就是你的接触的层面太少了啊，我只能这么说啊。你可能没有做过生意，或者说你身边没有那个做生意的朋友啊，你也不知道现在经济如何，你可能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边。对啊，就是你这个东西我也不解释啊，你不用好奇，这个东西跟你没关系啊，对，跟你没太大关系，你就不用问了啊。带货吧，我带啥呀？另外还能这样，对，是有些人一问他们的问题，我大概知道他们就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之类的，会不会产生感情？什么含情脉脉的？演戏的时候会，演戏的时候会，但是都是因为大家都想把这个影片完成的好一点啊，所以会带入角色之类的啊，会让我生气。我不是说那个你问的让我生气，我是会觉得说大家会觉得说就是你们问的问题会让我觉得说你们觉得就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是就是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比如说什么酒吧黄了呀，怎么样，或者说那个什么酒吧是因为经营不善吗？就怎么样，就这些问题吧，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吗？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它就不成立。对，你让我去解释，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因为你没做过生意，你不知道做生意是怎么回事，我不能去科普这个事情。对，你这个问题我没办法，你谁能解释？你告诉我，就是我解释不了啊。你不理解，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对，就是因为你没做过生意，你不理解，那我怎么解释？就我怎么解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也挺无奈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是一个，你对这个世界的一个了解程度，对不对？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谁能解释？你来直播间里有人能解释吗？就这个事情，这个能解释吗？我解释不了。或者说你们根本的你们想问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它太复杂了，你们就是想知道什么，你可以细问一下啊，细问一下，就是我都对，就是这个东西，对他生意的东西太广泛了，就是有没有做过生意的能解释一下，能解释一下，就这个东西它不是挣够了，它不是挣够了，它这个。这个 HH 你是做生意的吗？HH 你解释你解释这些东西，你是做生意的吗？我问一下 HH 就这个 HH 分析了3条，你是做生意的，算是吧？对，就是我一从你的就是分析当中，我就觉得你好像是做过生意的。对，就是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你看这个，来咱们看一下这个用户8865，疫情刚结束疫情不是结束好久了吗？整个社会处于一个不景气的状态，我有点不理解。你说这段话我也挺懵的，就是你对世界你到底了解多少？我应该从哪儿给你普及？就这个东西我挺迷茫的。
你看你又说疫情不是结束了吗？那我想问一下，疫情结束了是结束了，那你因为疫情这耽搁的3年，你没影响吗？就是我想问一下，你都分析了说疫情结束了，完了它疫情对每个人没有影响吗？对吧？就这个东西我解释不了。你说有的人觉得疫情3年没影响疫情3年肯定有影响啊。这为什么不做生意了？跟这个有影响啊，或者说自己可能不想做了，就我解释不了。我真的试图我想解释，包括有的人说是那个什么酒吧黄了，这在你们眼里就是不做生意就是因为赚钱，不做生意就是因为赔钱，完了酒吧黄了才不做，对吧？就是这个东西我真的解释不了，就是这个东西它太复杂，这个世界就是很多东西它不是非黑即白，我就解释不了就有的人说挣钱你还关它干嘛？挣钱你还关它干嘛？这个东西我也解释不了，知道吧？这个东西我也解释不了。有的人说，那你挣钱你为什么还关呢？这是我也解释不了就这个东西你这怎么让我解释？对你这个我解释不了。就挺无奈的，就是有的人说的那个那肯定不挣钱，挣钱你也可以关呐，那个叫大纲的，能明白吗？你挣钱也可以关呢，你为什么不可以关呢？就像很多人做直播，那他不是为了赚钱，他就是直播呀，他就是为了直播而直播呀，他找个事儿做，他不是所有人都为了赚钱呢，对不对？人家有钱，人家做这个东西就是玩儿，完了人家不做了，对不对？这东西太复杂了，你不知道他当时的，你不知道这个人的情况。你就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我身边真的有很多的朋友，然后他们会各行各业的，有的人我也不理解。你就比如说他们就是会就是到处买房，我也不理解全国各地都有房。全国各地都有房，我也不能理解。我说你在哪个城市，或者说你挑2个城市你买就完事儿了。他不是，他希望全国各地都有房，我也不理解。你为什么不理解呢？有的人就说，那你是有事儿吧？你到处那个逃灾，然后你在那边养人呢吧？这个你也解释不了，因为你的高度，你的思维跟人家不一样。对，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就像有的人他考虑的问题就是说我买房就是因为我想投资，我就为了赚钱我才买的房，不是所有人都想买房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想赚钱的，这个东西你解释不了因为你不是他，你没有过他那样的生活，包括你接触的人事儿不一样，所以你的心理，你 get 不了，对吧？对，这东西我没办法解释。很多人说酒吧就是上来就问酒吧为什么关了，我酒吧为什么关了，我也挺复杂的这个东西，对，酒吧为什么关了，我觉得也挺复杂的。本身我给大家解释我酒吧为什么关，一是不赚钱，二呢是挺累的就是那个他你们没做过生意老板的角色他绝对不是说干活去了，老板不干活，老板就是你看我自己的酒吧，我基本上一个月我就去几天，啥事你也别找我，我店里有人管。但是呢，所有的事都得经过你
啊，你好像你不管这个酒吧，但是好多事儿你都是得管着。第三点，我为什么不做呢？是因为我的人生的计划呀，你们能懂吗？因为人生它有计划的，它有排版的，它有自己的规划的。你就是做了3年，好，做够了。这3年就是你的一个体验，或者说你能赚就赚，不能赚就赔。就好比刚才我们就是剪完头发，我跟小大夫买了100块钱的彩票，然后刮了，中了60块钱，100块钱呢中60块钱，这60块钱按照常理来讲的话，20块钱一张，我再买3张行不行？不，我就说好，老板你把这个钱给我兑了，我就60块钱，我拿了60块钱，亏了40，我就不往下刮了。但有的人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刮？那我就是想体验5张彩票，我把它刮了，我为什么还要把赚的钱再去刮呢？就是我的计划就是5张，能明白吗？哎，能明白吗？就是这个东西我怎么解释呢？就是这是习惯的问题，这是习惯的问题。就是你对一个人，包括你对你自己的人生，它是有规划的，你是能及时刹住车的，对不对？哎，这东西你解释不了，这人和人不一样。为什么我会问那个用户多少多少多少？我说你是什么情况啊？如果你刮到了1万的，再买5张，你会再买5张，所以什么？我不会啊，这是你的思维，就那个用户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你的思维，这不是我的思维，所以你别去用你的常规的东西去理解别人，哎，你后边解释我就懂了，你永远懂不了，因为你的这个状态啊，就不太会去接触别人的生活啊。你这样有的人就是那个说什么小大夫养你啊，就是他就会觉得说你酒吧关了你就没钱了，就这个东西我也解释不了，什么谁养谁呀、怎么样的，就是啊我酒吧关了，然后怎么样，我就得靠别人养了啊，就这个东西我我怎么解释呢？我怎么解释呢？我这个没办法解释啊。负债几百万，房贷、车贷都有啊。小大夫在干嘛？小大夫在躺着，怎么33岁头发白这么多？这个我也没办法解释，因为世界很大，多出去看看，就是很多人他30多岁都有白头发。对，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解释，就好比就是说，有些人就会觉得33岁一定没有白头发，这个我怎么给你解释呢？这个是很常见的啊，它是很常见的，33岁有白头发很常见的，只能说就是你接触的世界可能比较窄，对不对？我这个我解释不了，你知道吗？这种问题，哎，对。你身体出问题了，白头发就出问题了，那你没头发是不是就化疗了？你就是这个东西，我解释不了啊，就是大家活得就很窄吧，就是你们的认知很窄吧，就提高一下自己的认知这个东西啊，这我没办法解释，你知道吗？房贷多少？房贷我综合房贷加车贷一共是3万5左右啊，对，3万5左右。我房贷车贷一共是3万5左右生活愁的，
小菜叶，你这个名字我都大概能就是猜到你的，就是我觉得现在直播间里有好多人就是看到别人就是过得不好，他就会问啊，但其实我比你们过得好多了，对，一个月3.5万，是的，一个月3.5万，不是一年3.5万，对，不是一年3.5万，一个月3.5万。你负债那么多，不会上征信吧？房子也会被拍。就是你能不是你这个朋友说你负债那么多不会上征信，你了解征信吗？你真的了解这些东西吗？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就你问这些问题，你觉得你说的这个东西它不是你真的了解吗？就是这你在说什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知道你的逻辑吗？逾期就会啊？谁会逾期啊？你还不了就会？谁告诉你我还不了的呀？谁告诉你我还不了的呀？李英说逾期也不会，是的啊。现在我跟他，谁知道你就没上班？那我你都不了解我，孩子，你都不了解我，我都10年没上班了，我都10年没上班了。你不，你这个你要多看看世界，不是所有人都在上班啊。对，我有金主爸爸是啊，我有金主爸爸，是很羡慕还是怎么着？就是酸，我嗅到了一些酸味儿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银行它也不会就是说因为你逾期，它有什么什么上征信呐、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收回房子呀，现在也不会现在也不会，就是因为它其实就是很，就现在都没钱。你就比如说那个银行，如果你收不回钱来的，银行只能把你房子收回去，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还不上，对，这大环境都是这样，感觉有一半都是来吐槽图图的，就是你知道你知道这帮人是怎么来的？就主要是因为我发了一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负债多少多少钱大家就会就带着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理来看我就过得好不好之类的。粉丝群生活质量不高，他不是我的粉丝对他不是我的粉丝我的粉丝确实没钱，但是我的粉丝没那么酸。你想想，都是我的粉丝了，他能对我不了解吗？对不对？没有就是随便问问，大家好急躁，没有急躁，就是觉得跟你聊天挺费劲的，就是在你的心里吧，就还是那句话，你的就比较窄吧，你这活得比较窄吧，所以就是没有人有耐心跟你去解释，或者说就是你的认知让大家已经不想跟你沟通了，这些虫肯定对。你最近经历了什么？感觉衰来了好多。
从哪儿看出衰老的？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沙坡头啊，沙坡头，我想问一下你从哪儿看出来衰老了？你没理财吗？你不用跟我说话，我不想跟你这个聊天儿，就你还什么理财？你关你什么事儿啊？你不觉得就是这些东西你有点冒昧吗？我最早是不是在哈尔滨待过？我就是哈尔滨人呢。对，我就是哈尔滨人。朋友小孩逗你玩儿，不是？你要知道，就那个看海啊，网友，就是所谓的网络世界，有很多人他们的心理是非常变态的啊，就比如说有很多人他们会觉得说，哎，你收入这么高，你一定怎么怎么地吧，或者说你收入这么高，你一定要被别人欺负就之类的，你不就是做这个的吗？你不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去回答吗？他们就觉得理所应当的，就是我我个人会觉得就是他们就是带着那种心理，对，好敏感，没有敏感，也没说你啊，你好像那个，你好像是捡屎的阿拉蕾，你天天你就在这块捡屎，都没说你啊，对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他就是，就比如说我，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带着一种什么心理，就是比如说啊，这个人设崩了，比如说啊，这个明星崩了，那个人明星崩了，因为现在明星崩太常见了嘛，啊，太常见了，但是他们就看到这些人设崩的这些现象，他们就是特别气愤啊，就他们特别气愤，为什么气愤呢？因为这个事儿吧，嗯、他就会觉得说，哎，他赚这么多钱，然后他还不道德啊，他就很气愤，因为这些钱他没赚到，对，他没赚到，所以就是他就会很气愤。但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明星翻车这件事情，就是我就觉得无所谓啊，我就觉得无所谓，因为他光没没关我什么事儿，所以我就不气愤，或者说我也不关心，我也就看一看，对。但有些网友啊，就是一看这个被爆出来怎么能，那个被爆出来怎么，他就和哎呀气的都不行了，然后就感觉就是这个事儿就危害到他的一个状态了，对不对？就是这样。我不是明星，我是同志哥。有网最近没有你的新网剧上映，没有，最近没拍，就是我现在所有的作品都已经拍了，都已经发了。肚子大了，什么时候再拍个你拍的不够看？有投资人再说吧。对，有投资人再说。你和龙二拍的好好看，我觉得这个东西剧本还好说，但是就投资人很难找的。我们其实
为什么现在投资人比较少了？因为大家都没钱，就现在都没钱啊，就是都没钱。你谁有钱？你现在任何行业，我觉得都没钱，对吧？这原因很简单啊。小茉莉花了多少？小茉莉花了50吧，花了50万。做点不花钱的，做点不花钱的呗，不花钱，不花钱，怎么不花钱？用抖音拍，抖音拍你能播吗？拿葱的那个大婶儿，你就告诉我，你抖音拍你能播出来吗？你拍过抖音吗？你要知道抖音就是相关的那个信息是人家是不太懂，是不是？抖音你有关同性的这种题材是不让播的啊，就算有的让播，它是限流的。抖音短剧，抖音短剧也不行，抖音短剧，抖音短剧要过审，你这个你怎么过审啊？对不对？对，你过不了审。是的，抖音对上野好像是吧？上野你现在能搜到吗？你搜不到了。来龙华玩，龙华有什么好玩的？龙华有什么好玩的？来吃水果，龙华的水果，肾气不足，精血亏，导致什么什么华发早生，要节制。华发早生是什么？胖熊周国行，是个中医吗？导致白发早生啊，肾气不足，我肾特别好啊。你这个你不了你不是我对象，你不知道，哎呀妈，老猛了啊！你这个你就不懂啊，你别再给别人瞎分析，肾老好了。喜欢图图的东北的老猛吗？这已经是哎呀，我经常我觉得我在抖音上聊天特费劲，就是就是志同道合，或者说就是同频的人啊，没那么多没那么多，可能就是比较累，所以我经常就是播着呀，哎呀，觉得是哎，不想播，就经常会这种。有很多人他不意识到，没有意识，就是他认知比较那个怎么样啊？
那你还聊啥好了？下播好了，关你屁事啊！那个叫慕天云的，我就说总有这帮人他妈也跟有病似的，我在这块说我的，关你屁事啊！啊，这个叫慕天云呢，你是干啥的呀？你管这么多？你头像还是个猪，中医来来去去就是肾虚啊，对，是的。想看主播骂人，主播骂人就太扎心了，我就怕他们受不了啊。小戴我在里边待着呢，主播要骂人就太狠了。这直播间里有好多人见识过。国庆有啥打算？国庆有啥打算？有啥打算？我近期要装修，回东北吗？我不回。近期要装修，还有好多好多的事儿要做。反正近期主要的方向还是拍视频，拍那个 vlog。定居深圳了吗？是的，我定居深圳。我怎么了？我又怎么了？看过你的电视剧，现在咋这样？我现在哪样？头发白了，头发白了，不是咱们直播间里，我就天天为了头发白这件事情就说的我口干舌燥的啊。头发白这件事情有这么稀奇吗？就是没什么聊的了吗？是吗？这头发白这件事情很稀奇吗？就是，哎呦我的天，压力好大的样子。创伤了，怎么就创伤了呀？你这个叫小陈的，你又在杜撰什么呀？你让你写剧本来，你写一写，我头发为什么白了？染一下呗，因为头发白这个它染不了，为什么染不了？因为它半个月它就白回来啊。头发白这就是头发白，我为什么不愿意染？半个月它就白回来。你们没白过头发，你们不懂，就是它半个月它就冒出来了啊。这个东西就解释也都累得慌啊。剃短不要染，我这剃的够短了，但是还是白的。是
少白头有人求是什么意思？小小公园，这句话的意思是喜欢你黑头发，染不过来呀、我也想自己黑头发，染不过来啊。有人追求，哦哦，是这样。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刚才就答应给大家讲故事的，都过了半个小时了。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讲这个故事，其实很多人也听过了，但是我觉得，因为直播这个行业，大家知道直播这个行业，我的直播一般都是3个月就换一茬人，啊，大多数的直播都是这样啊。我的可能还比较久，因为我的可能就是看够了，大家就走了。但过了很多年以后，我还在直播，然后就经常反反复复的，就是会有一些老粉儿加新粉儿啊，给大家讲一讲广东哪里。你问我广东哪里干啥呀？这个小陈儿，你想干嘛呀？就是小陈儿这个人你活得挺自我的，我觉得啊，你想干嘛呀？大概位置你想干啥呀？你问了以后，不是你想干什么呀？就是你问了这个东西你能怎么着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小陈儿他想干什么？不是，咱们就看看小陈儿的回答，你们别帮他回答。问完了，咱们再那什么，咱们再讲这个故事。头发白这么多，又来了，又来了。你不追星，你问这个干什么？小陈，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就是问我在哪儿啊？你问我在哪儿？你想干什么？就是你们聊天得有一个目的啊，或者说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问我在哪儿呢？回答我。想了解我能干什么呢？就是你们问这个，那么让人喜欢，不是你，你问我在哪儿，你想干什么？替他回答了，不是，我不是你不懂我的点，就你问我在哪儿，你想干什么？你是想见我，还是想这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问了又能怎样？你又说不追星，不追星，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是闲聊还是怎么着？哎呀妈呀！想跟我吃饭？好，你不回答我，你们就讲故事了啊！别耽误进度，别耽误进度，来，他不问了啊！哎呀妈啊！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其实是我那个时候在广州，我好像是2014年，然后我刚跟我第一任对象分手，然后就伤得挺深的那个时候啊，有一片，你能不能听我把讲完？就是我能不能就是我，好，我就讲啊，就是我跟我第一任分手，然后我挺受伤的，他7月份跟我分的手，大概10月份的时候，我打开软件，然后认识了一个小朋友，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其他软件，那个时候是杰克地，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软件，在当年挺火的，叫杰克地，然后他说就在我家附近，
第一任是在40年前的事吗？你狗东西，你给我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不是你们看啊，我现在讲不了，因为评论区里边总有人攻击我，我讲不了，等他们攻击完我再讲。让他们攻击我。我直播间里没有管理员，来让他们说完我再讲。那我先不讲故事了，我不讲故事了，我先那个回答一下个人问题啊，就是那个手跟脸不一个颜色，你手跟脸是一个颜色啊？小可爱，小可爱在里边，你负债了？我有车有房，所以负点债。咋那么多白头发？多出去看看世界吧，白头发的人很多。现在怎么一个人了？你的团队呢？我什么时候有过团队？头发怎么搞的？多出去看看世界吧，你的眼界有点窄。你的房子买在深圳吗？是的。芝麻团队，拍过戏的都知道，团队这个事儿吧，它不是说总绑在一起。团队就是有戏拍就拍，没戏就是他们就找其他的活儿。能懂吗？妈呀！你的房子降价了吗？我的房子没有。啊，我其中一个房子降价了，然后有一个房子没有。深圳的房子没降价。对，还有什么问题？咱们回答完问题再讲故事，好吧？有价无市。那你有价吗？我想问一下，你有价吗？你说我有价无市，你有价吗？你是不是老有钱了？我就说房子，我说你有房子吗？我的意思就是你有房子吗？你有房子吗？你有啊？啊，你也有房子啊？你怎么有房子？好了啊，你居然有房子？哎呦我天！你为什么不可以？你有房子，我想问一下，你有房子，你房子是降价了吗？我们都是低档货，没必要骂自己啊！你骂完自己，我也得骂你。降了啊！找中介都没，我这没降，我都没降。有没有第三步？没有。我这个房子没降。
那我这深圳那个深圳这个还没降。白头发的人很多，但是想知道图为什么主播为什么头发这样，好心疼。别心疼我，你回家看看你那个父母，他们头发也白了，你就心疼一下，就是身边人。对，就是我其实就是网络上的一个主播，对吧？你心疼我没什么用，你回家看一看那个就是父母之类的，对不对？不用心疼我，我过得挺好的。差点以为马东锡，我跟马东锡差太多了吧？人家也能多厉害，肚子就稀稀呗。中间头好像肿，中间头好像肿，中间这是白头发。还有什么问题？来，我来招呼你们。来吧，家人们，来吧，家人们，你这可以叫小大夫吵架，小大夫在玩游戏。太阳穴过敏了吗？太阳穴过敏了吗？太阳穴是痘印。想帮你修眉毛，我这眉毛咋修啊？这眉毛就这样了。你现在房贷1个月多少钱？就是不关你的事儿，不要问。就我就觉得大家问的很冒昧，你什么1个月赚多少，什么亏多少，什么房贷多少，你干什么呀？你要帮我还呐？就这些私人的事，咱们不要问了好吗？对吧？就是就很冒昧，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就是就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不能讲，我是觉得很冒昧，对吧？还讲故事吗？你看又有人催上了。怎么能减少小大夫要的太多的问题？骂我吧，小大夫确实很要，他很要。你是拍短剧那个？是我。是的。晚上好。我能不能讲故事了？能不能让我讲会儿故事啊？我能不能讲会儿故事？这个故事很精彩的，你们不听故事啊？这个故事真的很精彩的啊！朋友要很多怎么办？就是要很多就控制他呀。对，来想听故事的请扣1，来把那个就是这些评论给他刷下去。想听故事的请扣1，来，想听故事的请扣1啊。初恋的故事，初恋故事很无聊的。跟电影里有区别。当然有区别，电影是电影，电影里我是0，现实当中是ES。好，我就讲故事了啊。你们评论区里您安静一点，好不好？好吧，来，我们来讲这个故事啊。头发怎么白的那么快？来人啊，把他给我插出去！我们讲故事啊，我们讲故事，别有些问题咱们不问了，好吗？咱们不问了。我想讲故事，是不是？我们讲故事，皮肤不太好，我皮肤本来就不好。我皮肤本来就不好。ES 是什么？ES 就是那个边拉哈你边拉哈你的来讲故事。我在14年的时候，你别打断我啊。
别打断我，我在14年的时候，咱们说我在14年的时候，我跟第一任分手了，然后7月份分的手，然后十月份左右，我就打开软件，然后我就认识了一个就是他就跟我聊天，他就说那个啊，能见见吗？然后我也没看他照片，当时就觉得说，因为跟第一任分手，第一任的你们想想，能被我列为第一任，人海茫茫当中，就是能被我称之为第一任的人，他有多重要？我跟他分手以后，我整个就真的那段时间就饿得不行，就是因为就是每天都很悲伤，然后就不想吃饭。然后就每天都是浑浑噩噩的，然后就那天，有一个人跟我聊天，他说能见见你吗？我说那来吧。然后他说他在这个家附近，我说你是哪儿的人？他说他是外地人来，那个时候我在天津啊，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天津大爆炸那一年，我记得是，然后他就说见一见，我说你来吧，他是武汉人，他来这边是，来天津去见他亲戚，是他姨呀还是怎么，反正就是见了，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男孩。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年纪小且个子小的那种小狒狒，他就来了，来了以后，眼前一亮，真的是，身高在1.68米左右，体重在140斤左右，就是一个小狒狒，肉肉的，然后脸圆圆的，这个是我天菜那种。但是因为当时就是刚就沉浸在失恋里边，也没太大的感触。但是现在想想，真的是我天才。然后我正好在家煮面条，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葱油拌面。他来了，他正好来吃，就在来了，然后我正好做好了，然后没做他的，然后我又去给他做，然后他就在家里吃了一口面。后来，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爱好，他喜欢玩跳舞机，后来他就去玩跳舞机，玩完以后晚上的时候他又回来了，又回来，然后又在这边过夜了。嗯，过夜，因为你沉浸在悲伤的情节当中，就过夜就只是身边有个伴。我不知道你们那年我24岁，我不知道你们在24岁的时候能不能分清楚就陪伴和性这个东西。反正我当时我就觉得说，啊，真的好孤单。然后就身边有个人，就在睡觉，我就挺开心的。晚上的时候，他就开始摸摸搜搜了，摸摸搜搜，我也没拒绝，我不能说就是说拒绝人家，而且他决定在这儿住，我就没拒绝。后来他就各种折腾，我就全程没动嘛，他就各种折腾，就是没有10，然后就是他就是就反正还蛮爽的，对。后来第二天他就走了，走了之后。我们其实只有微信，就没有联系了，没有联系，紧接着我就开始做直播了，我就恰好是那是15年，我记错了，15年，哎，我记错了，15年，然后紧接着就是15年的10月10号，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走了没几天，15年的10月10号，我就开始正式的做直播了，然后就开始赚钱，我就赚了一些钱，然后我大概是在15年的就是15年的那个12月份左右，然后就开始写歌，因为那段时间白天直播，晚上写歌，然后中途睡一会儿。哎，那段时间就是把自己折磨的不像样，就那段时间写了好多歌，然后就觉得哎呀，就反反复复的在折磨自己，然后就写歌，然后写着写着我就已经崩溃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去换一个城市生活，可能就离开天津，因为那个房子里边是有我俩的一些记忆的。我说那我换一个城市，那个时候手里也有钱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后来我就选了广州，广州的番禺区，然后是在番禺区的一个
郊区，然后我就租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很大，而且那个小区也很大，就是那个房子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反正出门都要坐公交的那种，反正就是那个房子也有点像一个小别墅一样，我就租了一个这么一个地儿，继续直播，然后写歌，直播写歌。那段时间我大概写了，短短2个月我写了6首歌，好像是，这包括什么指示什么小说呀，还有那个，反正我忘了还有什么那个就是什么那个横穿人海，就反正都是那段时间写的。直到有一天，他就跟我聊天好像是他跟我聊天，我具体太久了，反正就是他跟我聊天，他说那个最近怎么样之类的。我说我在那个广州呢。他说你在广州？我说对啊。他说我也在广州。我说你怎么来广州了？他说他结婚了，然后跟他拉拉的老婆来这边发展，然后他拉拉的老婆好像是卖那个包的，就是卖那种手工包，他就跟他来广州了，因为广州这边不就是做这些生意的嘛，就跟他来了。然后正好他在这边，我说那见见呗，然后他就来我这边了，来我这边了。再见面的时候，我俩就没什么话，白天见的面没什么话，然后待了一会儿，我就说，那个，那走呗，咱俩吃个饭去，好像是，然后我们就在小区里边找了一个餐厅就吃饭，吃完了以后，俩人在那块也是没话，然后就晚上了嘛，晚上我的那意思我是说，那走呗，回去呗，他可能听错了，我说那回去呗，我说走回去吧，我的意思就是回家里呗，就是晚上在这住一晚上，没有，他听成就是说我让他回他老婆家，完了他就走了，走了我也纳闷，我都说留他过夜的，完了他说他那个就反正他没说什么，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我说那个你老婆那边让你回去之类的，他说没有，你不是让我回去吗？我说我让你回家里边，结果就这一次是第2次见面，我俩就没像第一次那种就是有一点点缠绵的那种没有。然后其实后来我们一直有微信，一直到今年，不是一直到今年，一直到2021年，一直到2021年，你想想从15年到2021年，这就6年的时间。结果6年之后我们依然有联系，就是我那个时候知道他在深圳，因为他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都有微信嘛，然后就聊，然后他有时候发朋友圈，我没来深圳之前，他就是处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也是金牛座，然后呢戴个眼镜，然后好像是公司的高管，反正他就跟她男友在这个深圳生活。紧接着我来深圳开酒吧了，开酒吧，我是3月份来这边开酒吧的，我是2021年3月份来这边开酒吧，然后开了几个月，其实就生意不是特别好，我就想着说让身边的朋友来捧捧场，然后我就突然想起他也在深圳，我就说那约他，请他喝酒之类的，然后看看他身边能不能带一些人过来，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老板的求生欲嘛。结果我就约他，我说那明天你过来喝酒，他说，他现在就要出来，那个时候已经凌晨2点左右了。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跟你男朋友还处着吗？他说处着。我说那你凌晨2点多出来喝酒，你男朋友不管你吗？他说睡着了。那个气氛就有点诡异，就好像有一点点偷情的感觉。你想想，好人家谁2点多出来喝酒？你们能懂不？完了，但是他出来了，出来以后，然后我们也没去过酒吧，直接去那个吃烧烤去了。吃了烧烤，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怎么样？就大概的，就是她和她男朋友关系怎么样，或者说
又问了一下就是彼此这几年的变化之类的。他说我老了很多，然后之类的。然后我说那你跟你对象怎么样？他说哎挺好的。我说那大半夜他不管你啊？他说啊，他有时候管，有时候不管。我就大概知道他跟他对象的感情啊，可能因为就是可能在一起比较久了，我也忘了在一起几年了，反正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黏着了。而且他跟他对象一直都有一个问题，这是我后来才知道，他跟他对象一直有一个问题，因为他对象是正常上班，但是他呢跟他对象是黑白颠倒的作息，所以俩人吧，你要说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但是也有问题。一个是白天睡觉，一个是晚上睡觉，那不一样的啊，所以她晚上才出来的。她男朋友也习惯了她晚上不睡觉的，所以就这么的。直到后来啊，我就跟她说了嘛，我就说那个你有时间你带着你身边的朋友来我酒吧来捧捧场，结果就这么的，吃完饭然后她就回去了。结果大概没几天吧，一个月或者说怎么样，反正就过了一段时间，她就来了。他说找我定位置，说那来呗，我就给他定了一个高台。他说他对象也来了，还有一个女性的朋友，那个女性的朋友是他对象的下属，他对象是之前是某手机品牌的设计类的一个高管。然后我就第一次见到她男朋友，她男朋友比我想象的要矮，因为她是1米68，她男朋友大概也是1米68。哎呀，两个小矮人的故事，俩人就过来了。但是她男朋友就是明显就老很多啊，她男朋友就是看着比我还老，但是她男朋友就是87年、86年左右。然后经过交谈，她男朋友其实是一个武汉人，然后就性格也特别好，然后也偏豪爽的那种。武汉人大家都知道吧？武汉人其实是有一点点类似于北方人的那种个性啊。然后就聊天啊，也是金牛座，然后聊到是她男朋友很厉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深圳买了房，啊有车，对，有车买房了，车也挺不错，房也不错，然后基本上就是我认识的这个小孩就是被这个她男朋友养着的，啊，我听到这儿我就大概知道她男朋友，算是有钱的。然后那天她好像是也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酒，大概就是，消费了几百块钱吧，几百块钱好像是。后来我就因为我作为一个老板嘛，然后我又跟他对象是有那层关系的，他要跟他，他又不可能，他不可能，那个小孩不可能跟他对象说我俩的关系，所以我在中间吧会有一点点理亏，然后我又是个老板，所以我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奉承着这个他对象，所以就是看起来就是会很和谐，而且看着我比较有礼貌，所以她男朋友其实对我的初印象应该是非常好的。从此以后呢，他就总来捧场，就他们几个一起来，然后就点酒，而且从那以后他们就开始点，他们每次消费都在2、3千左右，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酒叫明士，明士就是他每次都买的2瓶到3瓶，然后大概都喝完了，就为了冲着我的面子就买的这个酒。然后呢，因为那段时间其实我是没对象的嘛，然后我其实也很空虚，然后再见到这个小孩吧，深圳这边全是夏天，这个小孩没事就穿着短裤，穿着那个白球鞋，穿着白袜，你知道，就是对于我这种老色批，就是这种穿着灰色小短裤，穿着小球鞋，然后穿着小白袜，那小屁股一撅，哎呀，我心都乱了。我这种老色批，我看这种我受不了啊！我真的，然后你知道，就是人在喝多了，你知道吗？就是哎呀，我记得，就是每次他看着我或者我看着他的时候，就是
就感觉其实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他对象一直都不知道，我们也一直没过分，直到有一天是中秋节，我就给他，因为他们是我算是那个时候比较大的客户了，就是前2名的客户了。你想每周都稳定来消费，就大概他充值了，大概就是消费了大概5、6万了，就是认识没多久就消费了5、6万了。我就觉得，你得维系好，所以我就给他们准备了中秋节，我就给他们准备月饼。那天他也是开了酒，然后就喝多了，他对象也喝多了，我也喝多了。他对象出去上厕所的时候，我刚好出去上厕所，然后我俩迎面就看到对方，然后我俩就在笑。然后我喝多了，经常就是做一些就是比较感性的事儿。他走过来，我走过去，因为我要去厕所，正好迎面走过来，然后我就拍了他一下屁股，他就在那笑。然后这个时候我还就是他已经马上进去了，然后我鬼使神差，因为我真的喝多了，鬼使神差我就让他过来，我说你来，然后他就来了，然后我一下就是我一下把他脖子拽过来，我就亲他了，大概亲了3秒。亲完了以后，我就是他也在笑，然后我也在笑，那种感觉好像这个是一种互相关心，知道吧？就是它是一种互相关心，但是呢，它其实你就是从一个上帝视角，这是一个不道德的事儿，你知道吧？而且她男朋友就在里边，我就觉得自己胆儿挺大的。然后回去以后吧，彼此也没什么变化，就没什么变化。然后那天她男朋友就喝多了，就同一天的时候，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因为毕竟都隔了好久了，而且我这几年喝酒喝的脑子可能是记忆力不太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当天晚上，她男朋友喝多了，然后我也喝多了，他们要走，然后那个他们就先走到电梯门口了，她男朋友在最后边。然后呢，我就说，哎，我给你们拿的月饼你们没拿，结果那个她男朋友就是跟我回去拿月饼，拿完月饼手里提着月饼，然后就是着急，因为他们都在电梯口等他嘛。他提上月饼之后，然后他可能好像是踩着我脚了，或者说我绊到他了，或者说他没站稳，反正他就直接就摔了，就是要摔了，然后我就给他扶一下，正好就是他可能就直接扎我怀里了，她男朋友直接扎我怀里了，然后嘴唇好像就亲到我的脖子了，而且我有一种错觉，这个摔是不是假摔，但是这个亲脖子是认真亲的，但是我没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知道吧？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说，哎，好像就是大家都喝多了，可能就是哎玩的挺好的，就大家关系挺好的，因为后期我们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这里没去详说，就是后边我们已经就属于当时我在深圳最好的朋友，其实就是他们了。就是我玩，就是平时我在酒吧之外，就跟别人有活动，都是跟他们在一起。包括我还带着灰灰酱去别人家里做客，喝光了10多瓶红酒，就关系特别好，就是。然后我就觉得他是因为关系比较近了，所以就是，哎，他摔倒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很放心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亲了一下，就是嘴不经意亲了我脖子，但是我始终都会，因为我有的时候可能有点过于敏感，我也知道我有点过于敏感，我觉得他好像是故意亲我脖子的，但是这个事儿我就
我就自己把这个事儿就放在心里，我也不确定人到底怎么想的嘛。然后从这以后啊，我记得好像是有一次，忘了是干什么来着，我就把那个小孩儿，我就约着他，好像是干什么事儿，完了他就来我家里了。来我家里的时候，我其实因为就是夏天嘛，我们认识，就是因为你们也知道，深圳就大多数时间都是夏天，也是他在外边就走过来，然后他本身他就爱出汗，然后他又白白的，又身材又比较不错，然后又穿的比较阳光，然后可爱的那种。然后他到我家的时候，他浑身都湿透了，我就说你去洗个澡吧。其实当时真的有一点点小冲动，就是能不能再亲近他，但是克制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其实我就确定了一件事情，啊，我其实是很喜欢这个小孩的。当时是因为我觉得是一种缘分，从15年一直到2022年了，那个时候已经过了1年了嘛，就大概是22年了。15年到22年7年的时间，我没想到我们还会再见，而且就是我觉得是有缘分的，所以我确定一点，我对这个小孩是喜欢。所以那天就是机缘巧合没做什么事儿，但是我其实对他一直都有好感，我确定这件事情。结果又过了没几天，好像是那段时间我生什么病了，好像是耳朵的问题还是喉咙的问题，然后哎，这里边一定有什么事儿，呃，我捋一捋，好像是因为一个什么事儿，然后啊，对，就是因为我生病，然后这个她男朋友就知道了，然后开着她新买的宝马X5带我去医院去看病。我说不用吧，因为我会觉得很尴尬。我喜欢的是她男朋友，她莫名其妙要开着她的宝马去带我去，嗯，看病。她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我其实是理亏的，我就是弱弱的。但是一上车的时候，我就突然懵了，就是因为我是不喝饮料的，我那个时候只喝一种饮料，叫做东方树叶茉莉花，就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只喝这个。他就一直要来带我去看病，然后结果他就开车到我家楼下，然后我就说不用，然后结果就是在他的，因为我理亏啊，我就觉得说好像发现什么了，所以我就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事儿，我就下楼了。下楼，你知道他新买的宝马嘛，把门一开，然后紧接着我其实就比较慌张嘛，他就拿了一瓶是冻的，上面有霜的那种东方树叶给我，说给，谢谢，知道你喜欢喝这个，刚买的，你喝吧。啊、他特意准备这个事儿，路上我其实就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也没说什么，我俩就这么尴尬的，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我住的地方离那个医院也不是特别远，所以我就尴尬的去医院，然后他陪着我挂号，然后检查完之后啊是耳朵，啊那个时候因为好像是疫情期间，然后我好像是感了个冒，然后就耳朵就是因为那个我有中耳炎，好像耳朵穿孔了，就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然后他就陪着我去，因为他的父母也是做医生的，所以他就陪我去的。
检查完以后，然后包括我们还看了个房，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打算买房子，所以他要开车，我们又去那个就是那个开发商不是那个就是售楼处，我们又去看了房，全程就特别的那个没话，但是呢，他就特别的绅士，但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其实也是一，而且我喜欢的是她男朋友，就他的绅士吧，让我会觉得说啊挺好的，但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我不需要，就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我不需要，因为那个状态就是他在照顾我那种感觉，对，很怪，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带我去看病，然后我又知道他买车了，所以我就说，人家就是带我去，然后我就说那买车了，那我就给人买一个那个就是车上的那个就是礼物吧，我就就是上网去搜什么车上大礼包，就大概700-800块钱，然后里边有什么小吸尘器之类的，我就给他买了一套这玩意儿，他收到更感动了。然后就因为一来二去三来四去的，反正就是逐渐我们就见面的次数很多。有一次就是他突然跟我说那个啊，你不是爱洗澡吗？因为我是东北人，我爱洗澡。他说我们单位附近就是发了一个就是什么那个汤浴，就那种私人的，就是人家帮你洗澡的那种，是女的洗。然后大概2000多块钱，他非得让我去，然后我说那我请你吃饭吧，就这样，因为我们不光是我喜欢的人的男朋友，也不光是就是可能平时玩的比较好的朋友，最主要的他是我的客户，他跟我说去洗澡去，我说那行吧，那我请你吃饭吧，我就想一来二去，因为每周五他都要来消费的。那去呗，去了，然后吃饭也没让我请，然后就带我去那个，然后他去上班，然后我去洗澡，洗完澡以后他又带我去喝东西，虽然说很怪，但是就不知道什么在推着我往前走，然后就是我们在喝东西的时候就聊到他跟他对象，他说，我说你跟你对象是挺好的哈，我在那块就是问嘛，就聊天，他说，就那么回事儿。我说我就听你的口气有点不满。他说，他跟那个小孩就是因为作息有问题，而且那个小孩每天只知道打游戏，每天他下班以后连个热乎饭都没有。他下班了，就是每天的生活就是他下班了，累了一天了，结果回家以后他对象在那打游戏，他下班了累了一天了还要给他对象做饭，所以晚上的时候俩人又不在一张床上，因为彼此的作息时间不一样，这就能解释了为什么他大半夜的可以来找我吃烧烤，因为他俩不在一张床上，因为他晚上就要继续打游戏。就是俩人怕互相影响，所以就是都分床睡了。我一听我说这不行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的天平一下就倾向于就是这个她男朋友了，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小孩确实不行，怎么样，然后我就为他也说了一些话，我说你这个确实挺为难你的啊，怎么考验你之类的，就这样一来二去的，直到有一天。我也是感冒了，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个不是喝酒了，他就问我说那个晚上去你酒吧，我说我还在宿醉当中，我还没吃饭，他说那你喜欢吃什么？椰子鸡行吗？因为椰子鸡有汤嘛。我说行，就这样，他就给我点了一份椰子鸡，然后椰子鸡点到店里去了。
我就早点去那个店里边去喝个椰子鸡，然后等他们过来，然后就陪着他们喝酒嘛。结果他们那天来的特别早，然后椰子鸡又到的特别晚。椰子鸡到了，然后在那喝椰子鸡呢，喝汤，然后吃肉呢。这个时候他对象已经到了，他对象就看着我笑嘻嘻的，因为他对象先到的，他们在那停车呢。他对象看着我笑嘻嘻的说：“吃椰子鸡呢？”啊，你们能想象到多尴尬吗？就是吃椰子鸡呢，就他对象买的，我也不能说是他对象买的，然后很尴尬，你知道吗？然后我爱的还是他，你知道吧？就是，后来就是他们都来了，他们都来了，然后就那段时间就过得很奇妙，直到有一天，这个事儿爆了。怎么爆的？就有一天我晚上的时候，好像是晚上的时候，这个小孩突然给我发消息，第一句话问的就是椰子鸡好吃吗？还不错，那个你可以去尝一尝，你没吃过吗？就突然晚上问我椰子鸡好吃吗？因为我觉得他问我这个，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没吃过椰子鸡啊。他问我说椰子鸡好吃吗？我说还不错啊，你没吃过吗？你可以点一份尝一尝啊。我没反应过来，因为是突然有一天晚上问的。然后他说我都知道了，然后我就知道他知道什么了，我说啊，知道什么？我说知道什么？然后他说他都跟我说了，他喜欢你，祝你俩幸福吧。你知道这几句话吗？就是我都知道了，他跟我说了，他喜欢你，我祝你俩幸福。我说等一会儿，我说等一会儿，我说什么意思？因为我这个不是表啊，我不是表啊，就是家人们，我给你分析一下，这个真的不是我在装。你们要知道一点，就是我这个人确实是敏感的。他对我的好，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是这个人没有牵过手，没有拥抱，也没有暧昧过，他只是对你好。第二点呢，他那个就是那个行为，他可能不经意的亲你脖子这件事情，其实，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大家都喝多了，他又没表白过，也没有实质性的就那么好。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说这是爱情是爱情，你要说这是友情，也能解释得通。对你不确定这个事儿，对你不确定这个事儿，滚。然后呢，他说他对象跟他表白了，就是跟他就说了，他更喜欢我。我其实是懵的，而且我喜欢的是他呀，我喜欢的是你，你跟我说你成全我俩，这个我这解释不通啊，解释不通啊。我说你什么意思？我说你就是我大概说了，我说你什么意思？我说你别，我说你俩吵架了，我还在这块就转移话题呢。我说你俩吵架了，他说没有，他说那个他是无意，就是他今天翻看他手机，看到了那个点椰子鸡的一个记录，然后上面的地址是我酒吧，然后他就问了他对象一下，结果他对象
就说了，而且要提分手了，说喜欢我，然后想跟这个小孩分手。他知道我喜欢他，但是我也没表白，就是我就我觉得那个俩人亲，然后看着他笑，我觉得已经能说明好多问题了，没有必要就是我拉着你说我喜欢你，我不会这么说，就是因为每周都见，而且我经常去他家里，他应该知道。然后我就不知道他对象什么时候喜欢我的，而且我知道他对象可能是那个行为确实有一点点让我觉得会有一点点不舒服，有一点点奇怪，但是我不确定那是喜欢。你们应该能懂吧？因为你的注意力是在这个小孩身上，不会在他对象身上。反正我就说，哎，我说你俩吵架了吧？啊，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事儿。紧接着我就找他对象，我就说怎么回事？他说怎么了？我说那个谁谁谁啊，都已经跟我说了，咋的了？你俩吵架了？他说哦，这个事儿都怨我。明天你有时间吗？咱俩见面聊。我说行吧，我说你俩好好沟通，我还劝他俩，我说你俩好好沟通，明天咱们见面聊。就这样，第二天我们见面了，而且第二天见面的时候，他又撒谎，他说这个他对象他就撒谎说跟他说那个什么去出差了啊，所以才能晚上来见我。见面我就说怎么回事？他说，他看手机了，发现这个事儿。我说我没问这个事儿，我说什么坦白了怎么样的？他说，他说对他喜欢上我了。我说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呀？然后他那意思就是说，因为我跟他对象吧，他对象比我还大2岁，然后就是这个小孩比我大2岁，他对象比我大7、8岁。然后呢，他跟我接触，他就会觉得说，他对象非常不上进。因为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聊的比较多，而且比较投缘，他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跟他对象这辈子都没聊过那么多话，俩人可能就已经没话聊了。而且他对象毕竟是小孩心理，而且年纪又大，然后又是小孩心理，天天就知道玩游戏、玩跳舞机，然后不上进、不工作，所以他就觉得他俩早就成问题了。突然有一个如此上进的我，年纪又小，然后又能吃苦，然后人情世故又做得这么好，又有礼貌，知道有来有往的那种社交关系，然后思维又比较就是成人的思维，所以他就会觉得就是在我身上能看到那种所有那种美好的在一起生活，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那种状态，所以他就不知不觉的就对我产生感情了。然后这也就能解释，我觉得这也就能解释了他为什么陪我去看病之类的。然后我就跟他坦白了，我说这个事儿弄得岔劈了，我说我真没你想的那么高尚，我之所以那么去跟你就是有来有回的，其实我更多的是我是在维系客户与商家的一个关系。第二点，我说你可能不知道，我说我跟你对象可能最早认识的。我说这些事儿吧，无论说怎么样，我得跟你说清楚。那段时间我其实是喜欢你对象的。他说啊，他说那我理解错了。我说那个确实在你和他之间，我更喜欢你对象多一点。我说可能让你误会了。然后他紧接着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就是我忘了怎么说了，
反正我就通过我的巧言善辩，我就让他会觉得说我俩还有可能。我大概说的什么呀？我也忘了，反正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一，我说我是一，然后怎么样的？我说他，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反正当时就聊完了以后，他反而就是坚定了跟他对象分手，要跟我试试。我说我大概表达就是说我现在对，就是我不行，我接受不了这种事儿。我说但是我很认可你，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说我接受不了这事儿，但是我很认可你，然后我觉得你这人很好，很上进。我说谈恋爱就需要这样的，怎么样？我说，然后他后来反正他毅然决然的就跟那个小孩分了，分了。然后我好像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我的4.5任，对，我就认识了我的4.5任，就几乎在是同时，那个4.5任就出现了。那个4.5任是我一眼万年的人。什么4.5任就是在第4任和第5任之间啊。你们不懂，嗨，一眼万年。我没拆散他吗？不是他要分手，但是呢，其实他俩也没分，因为俩人还住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之所以就是又给他希望，是我不想失去这个客户吧，你们就这么理解吧。反正就是，我也没让他分手，我也没让他等我。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很好之类的。我说我接受不了，我说我是一，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儿。但我以后能变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可能就因为这些话，就是没拒绝，没怎么样，然后就让他，可能就怎么样，然后他就跟他对象分手了，可能是。然后从此以后他就撒谎，他周五周六就反正他跟他对象就是又分手又冷处理，反正就是也不知道分没分手，反正就是冷处理。每周六都来我这边喝酒，然后我就认识我4.5任了，我就对他一眼万年。然后就是我4.5任也是周五周六就来。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她男朋友又来喝酒了，然后我4.5任也来了。我看到我4.5任来了，然后我就不自觉的就走过去了，走过去，然后我就陪我4.5任在那喝。这个时候，他对象就因为那个时候灰灰是在我手底下，他做那个店长好像是灰灰在我这做店长，他就让灰灰说，哎，你让你们老板过来一起喝酒之类的。然后我就陪他喝酒，陪他喝酒。然后当下我就觉得说，哎呀，你这天天来我这也不是回事儿啊，你天天撒谎。而且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你有能力的话，你为什么要撒谎？反正我还高尚起来了。反正就是我就跟他喝一杯酒，然后我又去那个4.5任那边了。然后他那天晚上他就喝多了，喝多了。然后因为我不可能把他送回去啊，我也不可能让灰灰把他送回去。然后紧接着他就在那个沙发上睡着了。我让灰灰，我说你在附近给他找个酒店，你把他搬过去。然后我继续陪4.5任喝。从那以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我就很清晰了，我很喜欢4.5任。然后那个段时间我也在直播，我就把这个我们三角的关系，然后在直播上就讲出来了。恰好这个她男朋友就在直播间，我不知道他在直播间，但是我能讲出来就代表着没什么嘛。然后她男朋友从一个立体的一个角度去听我的故事，她就会觉得非常不值得。从那以后，她男朋友跟那个小孩复合了，然后那个小孩把我拉黑了。
然后他俩复合了，然后他俩就没再来过我酒吧，反正他俩复合了，然后我跟4.5任处了一个半月也分了，对，结局就是这样，结局是这样。亏大了没亏大呀？你们有什么亏大的？你们不是为什么心疼呢？也没什么心疼的，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我承认她男朋友确实很优秀。你想想她男朋友，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她男朋友。她男朋友，个子小小的，也是个狒狒，然后戴着眼镜，就是长得稍微不是我的菜，但是人家年薪大概，我觉得年薪至少得有70-80万吧，年薪70-80万，然后在那个南山有一套房子，人家工作人家非常不错的，人条件真的不错。但是奈何是什么呀？奈何我不喜欢呐，而且对我还好。那当时你说实在的，我要是能做零的话，我就咔嚓一下把它拿下。咱们也做，咱们开什么酒吧，咱们也是，每天打游戏回来他给我做饭那种，多好啊！哎呀，奈何呀，咱们就是没办法呀，咱们就是，一事无成的零和事业有成的一，我当然选零了，你们能懂不？你们能懂不？就是一个人的他的本质，他心理需求的，就是哪怕这个人他他啥也不是，但是他是你需要的就可以，就是他再优秀，你不需要他就不可能，能懂不？对，就是，而且我觉得我做的其实很正常，我有我的出发点，就是我是一个酒吧老板，我必须得去维系好，所以我才对他好。至于后来就有的人说，你知道就是后期我跟那个他，你们记不记得他第一次带来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其实就是她男朋友的那个下属嘛，然后我有一次跟她男朋友的下属一起吃饭，就那个女孩，我们一起吃日料，我就说，哎，她过得怎么样？她说她把工作辞了。我说大疫情的，她把工作辞了。她说她已经辞了，将近2年没工作了。我说她疯了吗？我说他俩复合了吗？她说复合了。然后我说那她想过怎样的生活？然后她那个下属就那个女孩没跟我聊，她说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我想请问一下，我领导如果真跟你在一起的话，换一句话说，你喜欢过我们领导吗？我只能说就是他很优秀，身材也不错，长得也不错，各方面都挺好的，但还是没到喜欢那一步。如果说就是我们在一起之后，我可能会越来越喜欢他，但是没有。反正我觉得他有一段时间他出不来，他觉得你耍了他。我没有啊，我怎么可能是耍他呢？我就是一个酒吧老板，我得维系好客户，我能懂，我特别能懂你。但你知道他很受伤，我们外人看着你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足够清醒。那作为他来讲的话，他是非常难受的。就跟他聊完以后，我就难受了，我就难受了。就跟这个女孩聊完以后，我就挺难受的。对，他陷进去了。对，
挺惨的，但我确实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想想，我就跟那个他助理说过，我说他喜欢我，他没有让我知道，我就问他助理，就是我就跟他助理说一句话，我说他喜欢我这件事情，他没让我知道，是别人告诉我的。如果说你真的喜欢我的话，你起码你尊重一下我的意见，或者说让我感受到你的喜欢，或者说你真的告诉我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说啊，我这个事儿是参与其中。到最后你俩撕逼了，然后扯出我来了，我才确定或者说知道你俩的，就是你俩在交流的一些东西，我才知道你喜欢过我，不敢表达。对，我曾经也问过他，我问那个就是她男朋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他说没来得及，而且他没捋好这个自己的一个心境。他其实他跟我说的话是，他一直想跟他对象分手，因为他会觉得说这样的生活对他是一种消耗，而且他得不到恋爱里边的一些应有的一些情绪价值，哪怕他是一个一，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你想想他工资能那么高的情况下，他每天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一下班她男朋友在那，你就不用说别的，你跟你男朋友，你男朋友上班累了，你哪怕跟你男朋友说一句话都行，不说话，然后只打游戏，俩人没交流，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在一起睡，是个人都想分手，我觉得太正常了。他说跟你没关系，我是不慢慢对你有好感，但是我跟他是想分手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其实那个状态，我其实能理解，但是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对，哎，冰寒，冰寒，大家看冰寒这个评论，对象挂着的，还想表白第三个人没脸说出来，冰寒分析的太对了。你们看冰寒这个，我觉得，哎呀，我直播间里一定要有这种就是阅读理解能力啊，就超强的人。冰寒、水寒，嘿，水寒啊，水寒，水寒分析的非常准，对，真的，你有对象，然后他又不好意思跟我表白，真的太准了这句话。你是不是也干过这种事儿啊？水寒，水寒肯定有点故事啊啊！你可没有，你少装，被我拆穿了，这样的可多了。我觉得不会改变啊！我说实在的，我觉得不会改变。不是，不，他没有动过，他是那个就是因为他动过，他会有那个就是冷就是有那个水凝珠，它就是冰过的，所以有水凝珠，它不是冻过的啊。东方树叶，土豆在深圳是不是比北方压力大多了？北方没什么压力，因为你没买车没买房嘛。对，对，他不是一个节骨眼儿啊。我现在就是30多岁，我没有车没有房，都不成样子呀，对不对？你30多岁，你一定要有车有房，所以你压力是必然的，对不对？现在小孩对象辞职后什么工作？什么？你你是跳出这个故事说我现在的男朋友是不是？啊，跟不上你们的节奏。我现在对象
这个故事啊，不是，咱们看一下啊，别人主动送你去医院，这个意图很明显。不是，那个有多少人觉得就是这个用户8865说的这句话是什么？他去送你去医院，意图很明显，你们觉得很明显吗？别人送你去医院意图很明显吗？你们觉得？你们觉得啊？就如果说是你们的情况下，就是别人送你去医院，你们觉得很明显吗？不会，是不是啊？有的人，有的人会，有的。那朋友，你们朋友不会带你们去医院吗？在看房，嗯，朋友之间很正常，好朋友一个人不应该吗？因人而异，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就觉得我当时确实是有一点点尴尬，但是我又没有往那方面引，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从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我们就有好多好多话，因为金牛座首先是事业型，所有的金牛座基本上，也不能说这么说，就是反正我跟他都是金牛座，然后我俩都是事业型，我俩又是那种就是比较比较有应酬的那种，所以我俩聊天就能就是卡在一起。如果我俩聊天包括我们对呃职场，包括对就是人脉的这个理解，都基本上都卡得非常死的，所以我俩是聊天非常 OK 的。然后后期呢，他又比较热情，比如说他家做饭就会找我去，因为找一大帮人，不是只找我，就是他家做饭的时候，就是有每周就是大概都是他们做饭，然后我们去他家吃完饭以后，他们跟着我，然后来我酒吧喝酒，就几乎那段时间就是不能说每周吧，就是隔一周一次，隔一周一次，我们就这样度过了1年多，什么事都没发生，所以就相当于就是什么呢？就是关系比较亲密的朋友，所以这个时候有他来送你去医院，我觉得尴尬的点是因为我俩从来没有单独接触过，但是单纯从这件事儿上来看的话，就是好朋友送你去医院，带你去医院这个事儿，我觉得不明显，能明白吗？这回你们能明白吗？就是我觉得我当下尴尬，是因为我们自始至终都是身边有一大帮朋友，有一大帮朋友，然后从来没有单独坐在一个空间里，然后俩人在那块聊天，从来没有。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尴尬点。但是你要说送我去医院，包括就是俩人，比如说他买车了，我给他送那个新车大礼包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太正常不过了。你们能懂吗？就是因为他是我客户，然后我送他，然后他觉得我送他东西，然后他又送我点东西，就太正常不过了。这可能就是你们的习惯。你知道我现在去很多人家里，我基本上都会带礼物，因为我第一次去别人家，我一定会带礼物，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啊。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这个故事没听过呀？对，这是礼貌，包括他就是我的一个客户。因为你做酒吧，你真的人家，我告诉你，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是每周都要喝酒的，他们就是每周来捧你的场，你心里是有逼数的，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呀，每周都喝到没什么可聊的了的那种。你想听4.5任之后，4.5任之后，从他送你去2000多，那我觉得这个也不明显，因为他们那种公司经常会有合作方啊，合作方会给那个代金券啊，会有抵扣券啊，那2000多对于咱们来讲的话，那是2000多，对于他们来讲的话，那是工作上人家人家活动策划这个互相给的礼品，你们能懂吗？就好比就是说我送别人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打火机，那对于酒商来讲的话，或者说什么瓶起子，对于酒商来讲的话，那就是一个礼物，那就是供销商就是这个供货商，然后给你的一个礼物，对不对？这个也不明显，你们说的都不对。没有，现在你跟他还是朋友吗？
其实我跟他下属聊完天以后，我就觉得挺愧疚的，我想约他吃个饭。然后就是因为我酒吧，因为他还在我酒吧好像还有1万多块钱的那个储值卡，我说，哎，我酒吧要关了啊，我酒吧要关了，你那个过来消费一下啊，把这个钱，我说我们这个可退不了的，退不了钱，我说马上关了，你过来把它消费完吧。对，不消费啊，在我的认知里边，他可能就被伤到了，他可能觉得就是说，原来这个世界这么复杂，他可能觉得我太复杂，或者说我身边的朋友太复杂，或者说觉得说酒吧太复杂，就是这样，他他就是很难过吧，我觉得就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儿啊。对，他觉得你在利用他，没有利用，没什么利用，这个利用这个词儿用的不准，用情太深了。他假如跟你在一起后遇到更喜欢的，也会跟你分。李石头爱唱歌，你今年多大年纪？李石头爱唱歌，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来回答我这个问题。李石头爱唱歌，李石头爱唱歌，李石头爱唱歌，你还在吗？我想啊，20、30，废话，李石头爱唱歌，还在吗？35左右，那个头像不一定是他。没事，你别害怕，我就问你一下你年纪。李石头爱唱歌怎么了？不吱声了。不说话。我我跟他，你同意他说的？有多少人同意这个李石头爱唱歌？来，有多少人同意李石头爱唱歌？就是他跟你在一起之后，他也会喜欢别人的。有多少人同意他这句话的？来，有多少人同意的，请扣一。同意李石头爱唱歌的观点，请扣一。来，我看有多少人。好，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李石头爱唱歌这个发言啊，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就是首先，我我说完我的观点，然后大家就是有多少人认同我啊？首先第一点啊，我的观点是，感情里没有一辈子，感情里没有一辈子，就是你人生在世啊，可能会有很多段感情组成，可能你没有感情，但是要有的话，大多数都是很多段感情组成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点就是什么呢？感情我们可以期待它，期待它长久一点，但不要要求它要一辈子。我觉得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的浅的认知，对感情是一个浅的认知。所有的感情组成了你的生活，你不能说一个感情，然后就是你要求它是你全部的生活，没可能。就好比就是说，你生活当中要有很多的挫折，你不能说这个挫折过后，我们就是风平浪静、海阔天空了，
一定不是这样。我们是要有很多个问题，你要不断的解决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能成就你整个的一个磨练你整个的人的一个意志、品格。生活就是琐碎的，感情你可以把它作为一段就是非常重要的感情，你珍藏在心里，但是很少有人说你一辈子只有一段感情，我觉得这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就是我们真的是期待感情长久一点，这没错，不要要求他一辈子只有一段。而且人这一辈子只有一段感情，你能成长什么？人这一辈子是要去经历，要去历练，要去获得，然后要去失去，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件事儿。你天天就要求说这段感情能陪你一辈子怎么样？我觉得你会造成别人的负担，你会造成别人的负担。有多少人认同我的观点？来，请扣一。来，有多少人认同我刚才这段话的？请扣一。来，有多少人认同我这句话？请扣一。好多人不认同，好多人还是会觉得感情要一辈子啊，跟别人要经历一辈子。这是一个意愿，这是一个美好的意愿，但我真的就觉得这个可能会让你失望可能会让你失望。就像我一直都在说的，说那个什么和平这件事情，这说的有点严重了啊，有点大着了，和平是不太可能的。和平是不太可能的，就相当于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火影忍者。火影忍者它其实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因为不和平，所以我要就是什么弄一个月之计划什么写轮眼的一个东西阅读大型阅读现场就是怎么样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我坚持就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我觉得你要说宇智波的计划我能理解，但是鸣人的计划我不理解，鸣人的观点我也理解不通鸣人的观点我理解不通，就是鸣人的观点我到现在我都不能理解。感情不能太理智，感觉主播你很理智的对待感情，我不是很理智的对待感情，是因为这个生活只是让你懂得了这些东西。我其实比你们更感性，你们能相信吗？因为我如果我不感性的话，我没法创作，是因为我经历了这些事儿我才明白。因为我经历的比较多，可能你们一辈子可能有的人还没谈过恋爱呢，我可能好多段了。真的就是你经历的多了，你自然你就知道。你有些人就说那个我写歌我写不出来，我说你为什么写不出来？因为你没谈过恋爱，你没谈过恋爱，你不知道你分手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个心境。我为什么能有这么多歌？因为所以我才写出来。对呀，就是你们不懂，就是你就说你写不出来歌，他确实写不出来，因为你不知道分手是什么感觉，你怎么写歌，对不对？我是知道的，我清清楚楚知道分手之后是这种难过法，就揪心然后睡不着不甘心想出去跑想去洗澡就是之类的，想出去约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你不分手你不知道，所以就是我为什么知道感情都不长久，因为我经历的多了。
两个人的事儿啊，两个人的事儿，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你们一定要知道，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谈恋爱是两个人，两个人有两个思想，这两个思想，它会分裂出很多个念头。不可能的，不可能，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我信任你，你信任我，然后俩人共用一个思想，不可能的，这是你怎么可能？就是两个人的思想，他没办法同频，没办法就完全的相同，你不可能，所以他一定会有分歧，有分歧的时候性格又不一样，那可能采用的一种解决方式又不同。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会走开一个人，对不对？我们可以期待他，但是他不存在啊，他不存在，你怎么可能？哎呦我的天！我这么说，我几乎就是小大夫，小大夫是我唯一一个超过3个月的恋爱。我之前所有的感情，除了一段是那个异地恋，我可能超过了1年，其他的都没超过1年，没超过3个月，都没超过3个月，包括第一任、第三任、第三任、第5任都没有超过3个月。但是因为他们在我整个人生里比较重要，所以我把他们列为一任。在我的心里，我觉得没超过3个月都不算谈恋爱。所以我就没超过三个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3个月其实就是磨合期，你3个月分手了，我觉得这不算恋爱的，这就是磨合期。3个月什么原型都给我露出来了，你的毛病他看见了，他的毛病你看见了。如果这3个月之后你们还能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恋爱。3个月之内就会暴露出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可这句话，有的人说是因为你渣，不是因为渣，是因为你真的你不跟他在一起，你不知道他有什么毛病。比如说小大夫，我之前我就觉得说小大夫平时就是那种没事看看文学，疼痛文学，然后倚着窗户听着 MP3，然后看着窗外的雨景，默默的流泪，每天非常忙碌的生活，下班了以后开始收拾屋子，做一点青菜，然后看着剧，然后吃下去，每天我都觉得他是应该这个画面。现在我的天呐，吃饱了睡，睡饱了吃，玩游戏，看手机，然后就是拉屎、尿尿、遛狗，这才是真实的他，你知道吗？这不一样的，这包括我都不知道他这么要，我都不知道他这么要。我之前我就觉得说他应该是那种就是赛的，我真的觉得他是个赛的，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个赛的，没想到，哎，我的妈呀！你说你上哪儿说理去？你真的不知道，你没生活在一起，没时间久呢。我记得我俩刚在一起前几个月，他还是那种就是那种说话都不敢大声，他说话都能控制在35分贝。吃饭了。他微笑都是45度角，就是他是控制的，但你生活在一起久了，他自然而然的他就控制不住了。能懂吗？你们能懂吗？能懂你们不懂，不一样，是前面都是装，起码就是他没放开，咱们装不装无所谓，就起码就没放开，是不是？因为你前面也装，是的，大家都装。我告诉你，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也特装，就平时就是那种霸道总裁。吃饭了吗？
没吃，没吃自己吃，说话的时候都会压低。现在都是什么？现在就是没事早上起来就欠，就开始掐他一下啊，或者说弄他一下啊，就给他怎么样的，就完全没有那个状态了。现在完全就是，对，是这样，就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之前就是很酷，现在不会。婚前婚后是的，没有，现在也没到老夫老妻，我现在都觉得说我俩感情非常好。就我觉得他唯一的点就是他这个人就是事儿真的少，事儿真的太少了就是怎么能不生气？因为我这人真的是手欠，我没事我就突然起了我就拍他一下，或者说那个把他弄醒。比如说我睡觉，比如说如果说是我没睡着的话，我看他睡着了，我就会给他弄醒。他不生气啊，他不生气，我觉得这点非常好。就我这个，我觉得我挺挺可怕的，是不是？啊，不一样的，疑似家暴，对，我是这样的。我不上班我也不生气，这跟上班不上班没关系。我不是作，我是真的就欠，我就是手欠，我就是手欠，就是啊、这跟作没关系。是的，他就是这样，所以他脾气特别好。那你要是我之前的那些对象，可能就直接甩脸子了。只要我这人还有毛病呢，我一般就是弄别人，别人要跟我真生气的话，我也生气了。比如说别人睡着了，我把他弄醒，他就会非常生气，干什么啊？明天上班了，上班就上班呗，逗你玩不知道啊？分手，就是这种，不一样，不一样。图图是被带圈儿还是自发的？我是被带圈儿的。就是欠我就是爱折磨人，我有点爱折磨人。带不进呢？什么带不进呢？来，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怎么进圈的。来，想听我怎么进圈的，请扣一。来，不想听的请扣自己。来，想听怎么进圈的，请扣一。不想进圈儿，可以。来，我们讲一下我是怎么进圈的啊？有的人说被掰是不太可能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前提回顾啊，不是前提回顾，咱们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上学的时候，其实我是喜欢女孩的。我上学的时候是喜欢女孩的，然后我有跟我们班的一个女同学谈恋爱，被老师抓着了，然后跟那个老师就做仇了，做仇了以后，然后我就不愿意去上学了。后来就这样，我的学习成绩就一落千丈。后来我就开始逃学了，我就不想面对我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后来就逃学了。然后我的学历就停止在初中下学期，初中3年下学期，然后我就开始步入社会了。步入社会以后，我就去了
家附近的一个厂子，就开始工作。然后那一年我15、16岁，然后到17、18岁的时候，17岁的左右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饭店去当服务员了。然后那个时候一开始人家服务员都是要女孩，不要我们这种男孩。后来我是找了好几家，然后才找着服务员，因为服务员轻松，传菜员比较累，传菜员就是端着菜然后上菜那种，很累的。后来我18岁，对，我应该是18岁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就是那个俄罗斯大串儿，烤肉店，然后我就在那个烤肉店里当服务员儿。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吧，我说实在，我这个人吧，就是因为我有点高傲。你们其实现在也能看出来，我经常在直播间里，我就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的，包括就是那个跟粉丝关系也不是特别近。我那个时候更装，然后说特别装，就是哪怕我是初中3年级下一期，我都觉得我是尖子生，我是自己选择不上学的，所以我比你们高贵。同样的服务员，同样的服务员，我就觉得说，什么你高中读完了，你学习成绩一定没我好吧，是吧？就我就比你高贵。我虽然说初中下学期，初中3年级下学期我都学习比你好，就是反正就是高贵。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的个性人家就反感我就是那个就是服务员那几个服务员就反感我，然后他们就抱团就欺负我，然后我大概工作了10天左右，我就被他们欺负的不行了。然后我那个时候还特别招人烦，就是那个你想想工作10多天，然后我就打算不做了，我觉得工作10多天，那工资我也得要啊。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主管，就是芝麻一里那个卡卡那个角色，这个主管因为我们是2层的一个小楼，那个2层它有一个夹层，然后里边是放那个餐巾纸，或者说那个就是一些就是备用的一些东西，然后他是在梯子上去够那个东西，就是说他在梯子上，然后我就气冲冲的我就走过去，然后我就敲人家那个梯子，你想人在梯子上的，我敲人梯子，非常不礼貌。就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是很讨厌的，非常非常不讲究。人家在那块梯子上站，我在那敲人梯子，人家害怕呀，我就这么的。干什么？主管，你下来一下。有什么事说？我说还忙着呢。主管，你下来一下。不是你有事你就说呗，怎么了？不想干了。为啥呀？我就不想干了。你不想干了，你现在没到开工资日子，你这几天就白干，咱们还有押金呢。哭什么？哎，我下来，来，你哭什么？别哭，把眼泪擦下来。咋的了？别人欺负你了？我不想干了。你别哭，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那小男孩哭什么？他们欺负你他们欺负我。
行了，别喝了。你这样啊，这个店吧，也不是我开的，你现在走肯定是没工资。那你如果说是被欺负了，你这跟我也有责任。你这样，你等下个月15号，你再辞，要不然的话，你走了你没工资，你也没地方去啊。你等15号你想辞，你到时候手里也有钱，你找工作也不难啊。这个过程当中，我去给你解决一下事儿，到时候你再决定辞不辞，行不行？行，别哭了，别哭了，回工作吧啊。就这样，就这样，我就走了。然后过了10多天，啊，过了10多天，开工资了，我拿到钱了。你知道小孩儿吗？小孩儿拿到钱以后就特别开心，然后就完全没有那种就是，没有那种想离职的那种想法了。然后你知道，真的是你突然也会发现说，哎，怎么那几个人突然没来上班？然后后来我就听说那几个人都不干了，而且他们是好朋友嘛，就是大概走了2、3个，就都不干了。不干了以后，我这又开工资了，小孩又没有记性，反正就还挺开心的，挺开心的。然后，剩下有一个欺负我的，他也不欺负我了，啊，就在这工作的挺开心。然后我记得那段时间，我们是上晚班，就是2点下班，然后下午2点上班，啊4点上班，下午2点上班。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从3点多睡到6点多，我就突然我就被惊醒了，然后我就看那个主管他就起身，我说我就在那睡眼惺忪，主管，哎妈，吓我一跳，你咋醒了？你干啥去？我去买菜啊。哦，你去江边找事儿是吧？怎么了？我饿了，我是跟你去找事儿吃点东西吧。行啊，起来。就这样，他就带我去找事儿，他带我去找事儿，然后我们就去买东西啊，买东西，然后就在江边吃东西，然后买菜，然后他又带我去玩儿，后来就对我挺好的。再后来就不知道我俩关系为啥就每次他出去采购什么的，他都带着我，然后我就不用上班，别人就上班，然后我就跟他去采购去，然后后来又给我买衣服、买裤子、买袜子、买香皂、买那个洗发水，反正就对我特别好，啊，就像一个朋友，不像朋友，像亲戚。我为什么不说他像哥哥呢？因为用我现在的话，他是有一点点，他是大概1米78到1米78左右，体重大概在200斤，然后是一个黑，然后皮肤又不好，然后又丑，嘴又特别厚，然后眼睛又特别小，又黑，嘴又大，又厚，眼睛又特别小，皮肤还不好，然后还有一点点小母，所以我就觉得他不像哥哥，他有点母，他像那个，就你们知道影视剧啊，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卡卡这个角色有多火呀之类的，其实是因为戏剧包装，其实原型不是这样，所以后来他就对我很好啊，对我很好，然后直到有一天，
因为那段时间我有点得意忘形，因为他对我很好嘛。然后后来又新进了几个女服务员，然后我就跟那帮女服务员在那闹。那个时候我确实是很喜欢跟女孩闹嘛，说白了就是想跟人处对象。然后闹，我们是在工作期间闹，然后他就看见了，然后他就说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是被他抓着了，然后他就跟我吵一架，他就当着所有员工面就骂我，然后我就觉得他妈神经病，谁惹你了？然后我就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咱们现在成熟嘛，咱们就说，那人家一直都护着你，然后你又总不给人争气，完了给别的员工一种不好的一个表率，对吧？你不骂你立威干啥呢？反正他就骂我，骂的特别凶，然后我就有点生气，但是我就跟他吵了几句，但是也不算是特别急头白脸的。再后来开工资了，然后突然我就发现有一个姐，有一个跟我玩的好的比较好的一个姐，她突然就没来上班，然后我也没当回事儿，因为那段时间就是下班了没啥地方去，就去网吧。晚上去网吧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姐的 QQ 挂着那个手机 QQ 嘛，那个时候的手机 QQ，我就问她，我说：“哎，你怎么突然没来上班呢？”她说：“她不干了。”我说：“为啥不干呢？”她说：“因为给她降工资了。”我说：“为什么给你降工资了？”因为她是那个收银，我是那个服务员。我说：“收银为什么降工资啊？”她说：“你们都没降是吧？”我说：“对。”她说：“那就对了。”她说：“给他降工资其实就是想赶他走。”我说：“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赶你走呢？”她说：“你不觉得咱们主管有点问题吗？”什么问题？你没发现咱们店那几个跟你走得近的人，特别是女孩，都走了吗？包括我。什么意思？你小心点吧。就这样，就这样。我当时我还没有，对，我还没有那个意识，因为你上完网吧以后，让你睡一觉你又忘了，结果第二天就是上班的时候，他又跟你劲儿劲儿的。他就好比就是什么呢？你们知道那个你们知道那个《倚天屠龙记》里边的那个周芷若有个大师姐，他就跟那个大师姐似的，又欠儿，然后又找你茬，然后他又是大师姐，我就真的很烦。他一找我茬的时候，我就突然我就不想干了。他没碰我，我就不想干了。然后紧接着我就跟那个老板，我就他找完我茬，然后跟我俩吵架。他那种吵架就跟那个情侣之间的吵架，他就跟情侣之间吵架，我就觉得哎很奇怪，然后我就不干了，然后我就跟家里就是跟家里说了，我说喂妈，咋的了？我不想干了。为啥不想干了？你这工作才干多久啊？你又不想干了？你找好其他工作了吗？你不想干了？我感觉我们主管好像喜欢我。啊？你主管不男的吗？对，他是男的，但是我就觉得他挺奇怪的，我就不想干了。我就把工作辞了吧。那你不想干了，你把被子拿过来啊，那都家里新谈的被啊。
好，知道。就这样，就这样，然后我紧接着我找老板啊，因为那个时候上班，我不知道你们上学是不是这样，我们上班包括我们上学都是自己扛着被子去的。你们经历过那个年代吗？我们上班上学都是自己要扛着行李卷的，经历过是不是啊？哎，我们是这样啊，你们现在可能不是这样了啊。然后对，然后我就跟老板说，我说老板我不干了。为啥不干啊？家里有事让我回去。啊，那行吧，那你跟你们主管说一下。然后我就跟主管说，我不干了。为啥不干了？啊？不是我说你两句，你还跟我真着急啊？你为啥不干了？我家里有事让我回去。我不会批的，我都跟老板说了，那你让老板批。就这样，我就跟他，然后后来，我就找老板，我说，我就找老板，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不干了，那我得把被子拿回去啊。然后当时我们都在上班，然后那个被子啊在宿舍里边，但是我就找老板要钥匙，老板没有钥匙，他说在你们主管那儿。结果我就找主管要钥匙，我说你把钥匙给我，我回去拿被子。那可不行。啥意思啊？现在大家都在上班，宿舍里一个人都没有，你现在要回去取被子，你走了，万一丢东西怎么办？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啊，我是这种人吗？那我可不知道，我要为其他的员工负责任吧？不，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你不知道我什么为人？我不知道。那你就跟我去，你看能不能丢东西？那你等一会儿，我忙完呢。就这样，我就先，我就跟他一起回宿舍了，然后我就走在前面，他走在后边。然后上楼梯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3、4楼、4、5楼，然后上楼梯的时候，他就在后边嘛，我就后怕了，因为他在我后边，他万一要给我一闷棍，我就得死那儿，死那儿，然后他先奸后杀的，太恐怖了。就想到这儿，然后我就快步的，哒上那个门口，在那等他，然后他看了我一眼，跑什么？你有钥匙似的，啪一开，开完以后，然后我就进去了，进去我就收拾东西，收拾东西以后，然后他就在旁边，我边在那收拾东西，他边在那说：你真不想干了？我跟老板说完了。不是我说你两句，不是为你好吗？啊？你看这还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咱们马上要成立第二个店啊，第二个店，然后这个店是需要管理人员的，啊？以后这个店的主管就是你的了，你走什么呀？我知道你是了。什么？我知道你是同性恋。我是同性恋怎么了？啊？不是我是同性恋怎么了？我对你做什么了吗？我害你了吗？你没有害我，那些人怎么走的？啊？那个收银是怎么走的？所以你就怪我是不是？啊？我这段时间对你多好，别人都跟老板反映，你最近也有点太不像话了。那我还谢谢你。这个时候就扛起包，你看这包，让开，别闹了，对不起你好不好？你别走了，我以后不那么对你了，行不行？
那我又没对你做什么，你让开。不是，我对你还不好吗？你要说我怎么着你也行。那现在你要是这么走了，我心里多难受。让开，你别走，松开，我不许你走。我就当你一个哥哥还不行吗？以后我不逼你做那些事儿了，好吧？以后你好好工作，以后多赚点钱。你还打算一辈子做服务员啊？做个管理，起码工资能上涨一些。以后万一咱们老板要发展起来，你是不是工作也好一点？你现在走了算什么呀？我这一辈的对象绝对不会是个男的。我当时也没想过会打脸，这是我的原话，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芝麻衣呀，它其实是艺术加工了嘛。我刚才演的这些，基本上都是100%还原。就，没有那个后背抱之类的，没有那个。后来我就走了，走了之后，我天天在网吧里边，因为我找不到其他工作，然后我天天在网吧里边，我又不敢回家。被子我哎呀，被子我放哪儿了我都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天天在网吧里边，然后很快就是兜里就没钱了，没钱，然后我没地方去啊，我又不敢回家，因为你本身家里就不让你辞职，然后你又把工作辞了，然后你又没钱了，家里你回家肯定挨骂，我就没回去。我说这没办法了，钱又没了，天天在网吧里边，我只能有一个方向，就是给他打电话。喂，猪啊，是我小范儿。你在上班啊？我一直没找着工作，然后手里也没多少钱了。想问你那边能不能借我500块钱？我找着工作，开完工资就还你。哦，好，那你来取吧。谢谢主管，谢谢主管。那我去店附近取。好。就这样，我找人借钱，你还找人借钱呢？你真的是不要脸，你不要脸。后来我就去找人借钱，他借了我400块钱，好像是。结果好像没找着工作之前又花没了，他找我要，他要这400块钱，我当时还挺生气。你知道年纪小真的是不懂事啊。我把这400花完了，然后人家找我要了，我就非常生气，催什么呀？你知道吧？催什么啊？哎呀，我就非常生气。然后我的意思400块钱这么着急，完了我就给家里打电话，我就找家里要钱，完了给他还上了。后来就听说他
他结婚了嘛，因为之前我们在同一个群里边，后来就听说他，因为他是大兴安岭的嘛，他就回大兴安岭结婚了，也不知道是行婚还是正常的婚姻，然后就再也没见过了。对，就是从那以后我天天在网吧里边，然后我就看那啥嘛，看 AV，我那个时候看 AV，然后 AV 有的时候会跳转出一些 GV 机尾，就这样我就看了机尾，然后就是机尾上有一些英文字，就搜 GAY 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打开了这个世界。对，就这么的我才进的圈 GAY， 对 GAY， 怎么可能？完全是可能的。我就这样，就是因为它都是那种欧美的那种 GAV， 还有 GV， 然后就上面就有英文字母 GAY， 对，然后就开始知道这个群体了，对，和你有点类似是吧？类同是吧？就这样我才进的圈。但是我其实我进圈起码1年多的时间，我都不太喜欢男的，我都不太喜欢男的，就是我不知道喜欢男的是什么感觉，我对男的那个肉体没什么感觉。那个时候更多的是什么？为什么就是接触这个圈子？因为你在社会里太孤独了，那个时候就很孤独，因为大家都是同事啊、打工啊，然后那个时候是喜欢女孩，但是女孩那个时候的就出来打工的女孩很现实，就她们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结婚也早18、19，然后谈恋爱可能就要回老家结婚了，然后就是要有一技之长，或者说结婚，或者说买小楼。我那个时候跟女孩谈恋爱，人看不上我，因为我满脑子全是爱情，我满脑子全都是那个偶像剧那些东西。他们追求的是你家有几场地呀？你又没有什么会什么电焊呐？你家能过多少彩礼啊？所以那个时候女孩，你在女孩呢总是挫败，在男孩这边不是在男孩，就在这个圈子里你是受欢迎的，所以就逐渐的就接触这些人，然后就是，但是那个时候真的。那个时候也发生关系，但是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为了认识他们发生关系，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比较原始，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那个时候原始到就是大家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这个，你那个时候我都不喜欢他们，但是因为大家要交朋友，大家要一起吃饭，大家要一起就是认识，然后互相有个照应，然后就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这个。问题怎么会有冲动呢？我没有冲动，都是别人有冲动。对，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冲动，就是因为他们想发生，然后我就认识了，然后我就反正我是一，我也不吃亏。那个时候就心里真这么想，我就觉得我是一，我不吃亏，就这样我就没拒绝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很正常，就是一来二去的，然后就在这个圈子里混了1年多，混了1年多，然后就后来才对女孩能起来。但是那个起来，他不是对他感兴趣才能起来，是因为你十几岁，你那个叫大地的，你十几岁你起不来吗？真是啊！你十几岁，我十几岁的时候真的是不要太厉害啊，对吧？你十几岁你就是那个每天都活力四射，我告诉你，对啊，十几岁，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完全对他们不感兴趣。我都不知道，就是我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就是那啥吗？
怎么也不爽啊？他为什么这么爽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就很奇怪。有画面了，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而且我没喜欢过直男，就我从来没喜欢过直男，我也不知道喜欢直男是什么感觉。我对那个直男没什么感觉，就很简单，就是我现在看到比较爷们儿的男的我都没感觉。就是你们看到什么，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喜欢那些胖子吗？为什么喜欢那些壮的人吗？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喜欢吗？因为他们就是代表着阳刚，然后爷们儿，然后有保护，就是有安全感。我不需要，所以我不喜欢那种。你比如说，说话声音特别粗，是什么？哦，那你过来一下，过来一下，就那种我不喜欢，我完全不喜欢。就是我会觉得说，而且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安全感或者说这种爷们儿的理解太粗浅了。就他声音低，他身材壮，这就爷们儿。你们是没见过那些母的。就我真的我不追求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你稍微母一点我也能接受，因为我是谈恋爱，我不是找安全感。我本身我喜欢男的是没错，我现在喜欢男的是没错，但是我骨子里我还是喜欢柔弱一点的，或者说就是细腻一点的，因为你的骨子里是更喜欢保护别人、付出的那种感觉。我不会喜欢一个膀大腰圆的一个男的对你说 “hello”，想抱抱你，你真可爱，我问号大勺，你神经病你去死你给我滚！我不行，很蠢，我觉得那种就是又胖又蠢，我不行，我不行，我还是喜欢就是对，我不太喜欢那种，所以就是我没喜欢过直男没喜欢过直男，所以我对直男没什么好印象，别人抱你不喜欢对啊，就是真是对，就是喜欢直男干嘛呢？不能谈恋爱。我就是会觉得一个男的没什么意思就是我就喜欢那种就是依赖。我觉得很多段感情都是我需要他，他需要我。所以龙二做不了恋人，做兄弟可以。那你那个一哥呀，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对龙二不了解，龙二不是你们想象的，你们想象的那个东西是剧情。我都无数次说过了，龙二他跟你们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剧情给你们带来，就是他很壮，他很那个霸道总裁。他现实不是这样，我说过860次、768万次了。就这个东西，我要怎么解释呢？说我跟罗二为什么不在一起，是因为这个缘故，那怎么可能呢？他嗓音低不代表就是说他怎么地了啊？完全是跟剧情是剧情，能明白吗？我再说一遍，我所有剧里的角色跟他们本人不能说很大的差别，起码都有差别都有差别你包括卡卡跟那个店长，你们就会觉得他演了店长，他就是店长，他怎么可能？他跟店长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角色就是角色，不是他们本人我重申了多少次了？
都太入戏了。对呀、就是演个戏，然后你们就觉得他是这种人，不可能啊，对不对？龙二是又嫩又奶，水灵灵差不多，这个理解是差不多的啊，这个是差不多的啊。反正我看到的龙二是这个状态啊，我看到的龙二是水灵灵、奶奶的，这是我看到的啊。你们看到的是霸道总裁啊，什么什么那个啊，这男友力爆棚怎么样？没事就这样怎么样的啊？没事扛起我走的那种啊，小娘子啊，就那种，他不是这样啊，他完全不是这样啊，他不是这样。龙二我觉得是被保护的，需要保护、被保护的一个状态。我解释无数次了，解释无数次了，你就，哎呀，扯远了。来，小大夫，小大夫你来。上一次直播，上一次我跟小大夫直播，然后我们说到了，就是让他保管了8万块钱。我们看看，这是一周过去了，大概一周过去了，咱们看一看他8万块钱还剩多少。还是只花了4000块钱。来，你过来算一算，来。不用算了，只花了4000，看过。一周花了4000块钱，还给我来个纸。哎，一周花了4000块钱，他跟我说只花了4000块钱。啊，没有，可能不止，不能这么算。来，快算一下来。不能这么算钱。这里还不包括我花的钱，我也花了。不是，是我把那个钱算进去了。所以你要算一算啊。你要穿晚礼服吗？穿这么久？对呀、要慎重出席。快来算一算。你这消费应该都有记录的，咱们念出来。这都是吃饭的钱。吃饭吃了4000。不是，我不是这么算，我那4000得另外拎出来，我那个是还贷款的钱。还贷款不可能是4000啊。我还有信用卡得还。来，你算一算，就是去除，你不能不是8万块钱吗？你确定那是8万块钱是不是？对啊。来算一下。哎呀，你走开。这么算。我们上周是周几来着？啥周期啊？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算来着？你别管，你就是8万块钱嘛，你不就是8万块钱吗？那我得出好多嘞。那不止啊。你不就说8万块钱吗？那不能这么算。为啥不能这么算？
那应该怎么算？那就不能算1周啊。是啊，你就算一下嘛，你钱都花哪儿去了？不是让你涨价吗？你这如果说太离谱的话，以后你就涨价权就没有了。根本就，我看看我是什么时候领到的钱。你管家你都管不好，你可拉倒。以后经济大权就得放我自己手里了。你可拉倒。这剩下钱都转到我卡里边，你1分钱没有。不给。你是不是那个给别人转了？没有。22222600，个十百千万十万，20万个十百千万十万100万了。20万个十百千万10万。就200多万。20万，没错了，20万，然后我们要减去14万吧。减错了，60014万，8万，算个整，8万多那2000我不要。个十百千万8万，8万，看我们支出了什么？8万，算账的。咱们这叫秋后算账。这个是什么钱？23块钱。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这都无所谓，这都小钱儿，看到大钱。大钱就没有。2987是什么？车贷，但是这个我也有工资啊。车贷是什么意思啊？就3000块钱车贷啊。啊，2987是车贷。啊。就是啊，那你把这个，你这得扣清楚啊你。那其实这也不用扣啊，这就从工资里面划出去之后就没了扣了呀。你工资有多少钱啊？工资。这个月发多少？看一下收入。发了5800。发了5800，然后呢？信用卡呢898。那就是3500。等一下，2897加898。你这计算机你都用不明白。这计算机又不是我，他自己编的。支出3个月。898。那没那么大，这都是外卖。你把这些钱算一算来。那有计算器了，那有计算器了。哪有计算器？他都看见你了。你爹呢？拿过来。别动。来，现让你在是涨价你就涨成这样。3885加上107。外卖。这个是什么？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你就加上呗，还外部外卖的，你加上呗。你就看你花多少钱。这都加吗？那是不是花了？是花了，但这不知道是什么呀，花的。不知道是什么，那是不是花了？你看现在就这就4000了，对不对？对啊。加车贷。对啊。你把这些都加进去。
对，你说什么呢？为什么要看花多少钱？因为得看他那个涨价能力。如果说他那个就是钱花的特别夸张的话，就不让他管家了，钱就归我管。他别想，这就是总共的钱。这总共钱，这都加上了，加到这里的60了，对，这里的就差不多就是5000块钱。差不多这个月5000块钱，减去你那个呢？减去我的什么车贷吗？对，车贷和那个7减去，计算机怎么这样子的？51你自己用不明白，你还减去你按准了，你再2987，再减去898，你确定啊？确定啊？那你就这就是我们吃外卖的钱啊。好，吃外卖的钱好，因为他1周的时间花了1000。哪有1周？从卖车开始算的。是啊，多久？给他收入那天，收入是周二，我看看周二是10号，半个月。好，半个月花了1265，好，然后再加上我这边也花了好多钱，你的管家权被没收，把这个8万块钱减去这个1265，然后剩下都转给我。个十百千万，还剩下78000，转给我来。来。不转，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了，已经转过去了。转了吗？转了。你给我看看。已经转了。你给我看看。我这你不转？我已经转了。我看看。你知道吗？你知道转给了他，你知道转给他，他每次吃个外卖就要200块，我叫外卖我抠的要死，我还把它控制在150以内。就是有的时候我还抠，我说就是我一家店，你知道我点外卖的时候，我在点外卖那滑，就是说哎这家加2个菜，我觉得好贵，加2个菜我觉得好贵，然后呢我就换一家店，哎我觉得吃这个也行，然后呢我就换成了98块钱，然后换成98块钱就可能就会少2个菜，或者说少一个他就喝不了一个汤嘛，然后呢反正他晚上还要吃宵夜，就要吃第2顿，然后所以说我就把那个外卖就控制在了再降从150降到了100块钱，好贵的外卖，没办法他挑啊，你看如果我点20块钱的快餐，他吃2口就说不要了，他每次都是这样的，我点什么我说吃这个行不行，他说行，然后点回来200块钱，然后说吃2口他就不吃了。所以说每一次我点外卖的时候，我就是边划边问他，然后说这个吃不吃，这个吃不吃？哦，他说吃好，点这家外卖点下来就要200块钱。所以说这个钱，还点平饭，所以说他这个钱，所以说怎么没的，都是从他叼嘴巴里面被他吃没的。你给他做呗，你看。我给他做呀，我不是不给他做，我给他做的时候。做满汉全席，吃2口就跟皇上一样，每个菜都夹2下子，然后呢吃完不好吃，然后呢就回房间了。他真能造谣。他就吃2口，他就回房间了。你知道我做的满汉全席，色香味俱全。垃圾不倒。还垃圾不倒啊！你们想想，一个河源人做饭得有多难吃？真难伺候，对啊，就是很难伺候，嘴巴叼嘴巴。自己挑自己做去，妈呀，一直都是我做。然后对啊，就是我做饭他觉得不好吃，然后呢我就说行，那他做饭我洗碗，然后他现在他也不做饭了，他就要叫外卖吃，一顿外卖就200块。我现在不是养身体的吗？他现在养身体，那我点一份汤38。
一份汤38，算便宜的呀。那是一个例份。对啊。不便宜，它有个人份。点餐吧你。你把那个钱转给我。你今天挣了多少钱？给你得转餐。你436，你只能吃个快餐。436，20块钱。你只能吃个快餐都吃不到。20块钱我自己吃吧，你自己掂了。我给你吃个泡面吧，我给你加个火腿肠吧。我吃20块钱。我可以不吃的，我不饿。行。20块钱你吃不饱。行，你给我点个那个麻辣烫20块钱的。麻辣烫可没有20块钱，麻辣烫都要40块钱。40块钱就40块钱，你40块钱你超额了，你这还有7万多呢，都转给我。这7万多我不花的。你不花个屁呀！你都花我这呢，你赶紧给我转过来。放屁。他就是变得还自己开工资了也不跟我说，还开5000多呢。8月份的工资啊。对啊。本来就是啊，我9月份离职，8月份就是会发工资的呀。是啊，你没跟我说。啊，这不是正常的理由吗？没有啊，你没跟我说。我干的8月的活哎。是啊。9月份走了耶，9月份就没有钱了。你怎么不拿出工资请我吃顿大餐呢？哎呀妈呀！我说拿工资出去说，哎，我这顿我们去吃顿好的吧，你省着点花吧你整天得吃，有点两钱有点花。你这样吧，你转给我8万，剩下我就不要了。我没钱。我没钱。我那8万块钱我没钱，我拿去我去存死期了。我没有8万块钱，我没有钱。他妈的，帮前任还完这个贷那个贷的，完了上我这来挣钱来了。你为什么对你第三人那么好？天天在别人那儿就是哎呀，这有那样的，翻旧账了是吧？上周的故事还更有怪啊！他们你还想着上周那个人呢？我饿了，快点吃的。你要吃什么？拿出手机。你都超额了，你20块钱你能吃什么？21。他要吃外卖了。吃什么嘛？吃。你又不给我做，你又不会做。我刚刚在看那个刀郎，就是他们演唱会，就是他唱哭了啊，好感动。你是喜欢刀郎那样的吧？挺好的，刀郎我的青春哎。你的青春也。我的青春我也听刀郎的歌，好吧。我还有以前刀郎的那种，就是以前不是就以前的机器不是 CD 是 DVC，然后就是放光盘的。刀郎不具备音乐审美。他好像是 DVD。哦 DVD 对 DVD， 在哪里看到了？就是在抖音里，在抖音里面，对，刀郎变成熊了，有点丑，他那个胡子留的，他以前挺帅的，但他现在真不行样。就是我在抖音里面搜索刀郎的音乐，在那里听，然后听他唱到那个歌婶什么胡杨的那首歌，歌婶什么胡杨那首歌，就哭了，然后边哭边唱，然后他们说我花了1280，他就帮他唱了1000块钱，然后他们还说他唱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然后就说我的青春回来了，野青对，歌婶是对，歌婶格尔羊的胡的，对胡杨。雪是压轴的，好像不是，雪不是压轴的，雪在倒数，它没有压轴。是什么呀？20块钱能点烤肉吗？20块钱我不能，你能点个泡面，点2袋。那李小太监还挺好吃。刀郎现在才帅。现在喜欢刀郎的一定是那种就是土味的。我还想骂他死 gay。不是，就是死喜猪 gay。就是一定是土味的。喜欢土味的。
你现在刀郎这上面是一大胡子，是个光头。不是，他现在就是土土的。他之前还直男一点，现在就是又 gay 又土。哦，对，他现在就是又 gay 又土。对。而且就喜欢刀郎的这种现在的这个造型，你搜抖音，就是抖音，就是深圳这边的 gay 都长这样。刀郎现在长得真不行，真不好看。深圳的 gay 都这样。因为深圳的 gay 质量高一点。潮到极致就是土。他的演唱会他没有穿，不像其他人演唱会就是穿的晚礼服啊怎么的，他没有，他就一件上身纯黑色的衣服，一条长裤，他穿的非常非常素，就是像那种，你别转移话题，你给我转钱。就像那种直男 gay， 土直 gay， 就土直 gay， 就是他就是没有穿的那么华丽去唱这种开他的演唱会。你感觉现在刀郎还挺有味道的，所以你喜欢土味儿。什么？我来给你点了，你点半天磨磨唧唧的。有人说刀郎挺好的，为什么说土？因为他确实土，刀郎确实土。刀郎是同志吗？不知道啊，你要不去问一下他，然后回来我们直播间告诉一下我们。就像那英说出那句话，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正中我下怀。他的音乐不具备审美性，真的。你可以喜欢这个人，对吧？你可能喜欢这种型，但你不要说他的音乐是好的。毕竟隔行如隔山。对，就你喜欢这个类型，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他就是招 gay 喜欢啊，有的就是喜欢这40多岁的这种直男风啊，而且他现在又是留胡子，很多人。那英懂音乐吗？那英不懂音乐，你懂。你懂。说那英不懂音乐的，就是你可能有点。有点低俗。刀郎之前的颜值是风韵犹存，不是，就是刀郎就是喜欢他的人大概是这样，不比他强，刀郎不比他强，你表达什么？不比他强，不比他强。主播就你们高贵，不是说我们高贵，我就是单纯就是觉得说你喜欢可以，就代表你就是那个水平啊，这个水平不是说褒义或者贬义，我就大概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但刀郎在我心里就是土的，是土的呀。土的，他那歌啊，老歌嘛，土歌嘛。那英挺讨厌的，反正不喜欢。那英讨厌，我告诉你，就是有性格的人，你包括你知道，我也不太喜欢金星，我也不太喜欢金星，但是我觉得金星表达的没毛病，我没有贬低，我就是单纯表达，我就觉得他土，我这怎么是贬低呢？这怎么能是贬低呢？要唱功没唱功，他有唱功啊。对不对？你们不能就阻止别人去表达，就是那英没唱功，谁跟我说那英没唱功？那他得奖怎么得的呢？你说那英，你去搜一下那英的资历，你再说那英有没有唱功？你说刀郎有唱功，刀郎有什么唱功？你告诉我，他的创作他不比那英强，你要觉得他比那英强，就代表你真的你的品味可能有点问题，我不是任何人的粉儿，我就单纯的从音乐性来讲，那任何人的我不是任何人的粉儿，我就是一个单纯的我
我对音乐还算是有一些了解的，对吧？那英和那个刀郎他完全没办法比呀、他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呢，对不对？那英，哎呦我的天，这个你们别犟了，你们都不懂音乐，我感觉你们都。你不能说你讨厌那英啊，你不能说你讨厌那英，你就否定她的唱功，对不对？你不能说咱们就是单纯从音乐性上来讲的话，看不出那英有什么唱功，我就告诉你，刀郎他起码他那英就是他的歌手，他的海选他都过不了，真的，你，我就说你海选你都过不了，这个你有什么犟的呢？你还跟我说这什么刀郎有唱功，刀郎有唱功那就没啥，对呀、你没啥讲的了你，你是评委肯定过不了，不是我是评委，大哥我，哎呀妈呀，你们不能说喜欢一个人你们就认可他的唱功了，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不太可能的，这是你可以喜欢刀郎你喜欢他的外形，你怎么样？你喜欢他的作品没问题，你不能因为你喜欢刀郎你就说那个那英唱功不如刀郎了。我不是任何人的粉丝我也不是说就是什么外貌协会，我也那英和刀郎我都不可能是我的菜，对不对？我单纯从音乐性来讲。啥呀？那这不得就别闹了好吗？别闹了，不看唱功，哎呀妈呀！行了，我说刀郎没唱功，就代表你。如果你们觉得说唱歌就是唱功，唱歌就是唱功，那你们就赢了，唱歌和唱功是两回事儿。唱功，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刀郎会什么？就是唱歌上的技术吗？他不是唱功行，能明白吗？你要说刀郎会唱歌，我认同，你认可刀郎没问题，但你不能说他有什么他唱功比那个那英怎么地的，你这个。你们就喜欢刀郎，因为你们为什么喜欢刀郎？因为你们喜欢他的外形，喜欢他的声音。但你们要想一想，如果刀郎被一群同性恋喜欢，他是什么感觉？然后你再去反过来反思我说的一些话，你们要理性的去看这个问题。你不能说因为你喜欢他，然后你就把他美化了，能明白吗？刀郎的什么创作怎么样的？拜托，就刀郎的创作，就是你喜欢土味刀郎可以，但是你就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是喜欢他的人还是喜欢他的歌？能明白吗？我没听过别人唱过，我听的歌可能都比你多对，就是不要因为人家外形，就好比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有一些人你们就一直在喜欢一些所谓的就是招 gay 喜欢的人，但是他们是非常反同的
这如果说你知道他们反同的话，你还会说他们好吗？啊，就是你们要看清楚这个事情。我就想告诉你们一点，唱功和唱歌不是一回事儿啊。那英的唱功就是比刀郎唱功要好，而且音乐审美要比他高，能明白吗？你们要说喜欢刀郎可以，喜欢刀郎没问题，因为你喜欢他的外形，喜欢他的声音，没问题，这没问题，不否定啊。你们要清楚，你们作为 gay， 你们喜欢他的是什么？不能说因为喜欢外形，然后你就直接美化他的唱功、他的创作能力，这不太可能的。刀郎的词，我的天，什么奇怪的词啊，那都是。不要诋毁你的刀，你可以喜欢你的刀，但是你要清楚一点，喜欢你的刀，你喜欢它什么？啊，你喜欢他什么？能明白吗？你喜欢他什么？你要说喜欢他唱功，我就认为就是说唱功这个事儿，刀郎没有唱功，他只是会唱歌，没有什么唱功，他在技术上他没有什么技术。相反的，那英他有技术，他有进修，他有自己的音乐的审美诠释的能力，能明白吗？尊重别人，别踩一碰。我什么时候踩别人了？我单纯的从音乐鉴赏的能力，我就说这个人他的音乐审美不行，能明白吗？山不转水什么转，什么有技术，比你有技术比你有技术别跟他们犟了。我不是说犟，就是有些人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舔直男舔的一直在那块舔直男，为什么直男会非常的讨厌一些就是 gay 就在那块就舔他们？因为你们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喜欢的点就是让人非常的厌恶，你们在捧那些就是说就是在疯狂的就在那块给人贴金，对不对？太奇怪了。你们要知道一点，就是单纯的从音乐的审美和音乐的诠释，包括唱功刀郎不行。我不是在捧那英，你这个丑书，你真的是你脑子可能不好。我一直在说唱功的问题我一直在说唱功的问题，你脑子不太好你听话你可能听不明白但你不能说他审美差，确实差就对。你好好说话怎么还带脏字？我哪一句话说到带脏字了对不对？主播你行，你是唱我不是唱歌的吗？我不是唱歌的吗？你要单跟我这么犟的话，我是学音乐出身的呀咱们就单纯的犟这个事儿，我是学音乐出身的，我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呀，你这个有什么犟的呀？我一直在捧那英，我什么时候捧那英了？我什么时候捧那英了？我就在说，我说音乐的审美对不对？你们这些人，你这炸了你们的庙了吗？是怎么了？刀郎是你们的什么？我唱，我为什么要唱啊？你谁呀你是谁呀？我酒吧关，你要说酒吧倒闭了，我酒吧不是倒闭，我酒吧是我自己关的。你要知道倒闭和关，就好比你被别人甩了和你分手了是两回事儿，能明白吗？
哎，那个43什么啊？请问你开过酒吧吗？啊？我一直在说脏话，我说话就这个习惯，你不能听吗？你太脆弱了吧你？咱们就是在辩论呢，对不对？啊，我赚钱我会关，我不赚钱我是不会赚钱，我不赚钱，但是我想关了我就关了，能明白吗？倒闭就是倒闭了，你要是觉得我是倒闭了，我说什么你都觉得是我倒闭了，对不对？啊，网友好脆弱，是的。估计气的那个，哎呀，这气的那个打字气死不是不是，他们就就说我在捧那英，我不是在捧那英，是那英的音乐的审美和唱功就是比刀郎好。现在你们是不是气的那个能明白吗？打字是不是都手都在抖，气死我了。能明白吗？还什么啊？就是对啊，你喜欢刘欢没所谓，就是大家都有喜欢的，对不对？就很这什么啊，上升到什么酒吧了啊？我酒吧怎么了？我酒吧是我自己想关的，我就关掉了呀，对不对？我有本事发作品，是你不知道我有作品啊！你要真犟这个事儿，我还真不愿意跟你犟啊！这么多人说你，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说我吗？因为认同我的人他没发声，对不对？明显双标，我有什么双标？这是我对音乐的理解呀。你的作品没啥关注度，你有吗？啊，你有吗？对不对？你有吗？我就想问一下，你有吗？我有啊，对不对？你不是学音乐的，那你就闭嘴，对不对？我有作品啊。我不生气，我就在聊这个事情啊。网友的好闲，已经暴走了。我没有暴走，我就是单纯的就是会觉得说，我学个音乐，我有作品，我也对音乐有我自己的理解，我就想奉劝一下，就是所谓的刀郎的同性恋粉丝，我想问清楚，你们到底是喜欢他的外形，还是喜欢他的这个声音？你要跟我说他的唱功很牛逼，我不认同；他的创作很牛逼，因为我也是创作歌手，我也不认同。我单纯的从唱功上来讲的话，那英的唱功和那英的音乐审美就是比刀郎牛逼和高级，这是我的表达这是我的表达，没问题对不对？我没问题，这有什么问题吗？你喜欢农民的歌，你可以喜欢啊，对不对？我什么？你唱歌厉害，怎么不见你开演唱会，开个酒吧还倒闭？我首先我还是那句话，我酒吧没有倒闭，我酒吧是自己关的，因为房租到期了，而且呢做生意比较难，所以我把酒吧关了，对不对？我把酒吧关了，这个跟倒闭是两回事。第二点，我牛逼和牛不牛逼跟开演唱会没关系，开演唱会就一定牛逼吗？对不对？有些人他没开过演唱会，他依然牛逼，依然比所谓的一些歌手牛逼，能明白吗？因为他的唱功和开演唱会是两回事儿，能明白吗？哎，你非得讲这个东西，你就是不行啊。找王菲不开一下，你让他让王菲开。喜欢你的人都是一群恋爱脑，对啊，喜欢我的人都是恋爱脑，怎么了？我就不会在直播间刷存在感，这是我的直播间，那个43度，麻烦你搞清楚，这是我的直播间，我表达任何东西都是我在我直播间里的输出，相反是你你在这刷存在感，能不能明白？能不能明白？是你在这刷存在感，我的直播间我发表我任何的言论我都可以，是不是？对不对？没问题，是不是？还
还是那句话，我就奉劝一下，就喜欢刀郎的这些 gay， 你要看清楚，你到底是喜欢他的外形，还是喜欢他的声音，喜欢他的各种东西。如果说真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直男歌手知道有一些 gay 这么喜欢他，或者说你们这么拥护他，这或许他会开心。但有一些真的很多 gay 很多的直男，因为 gay 的喜欢，他们会非常讨厌。那个时候你再反过来去思考一下，你今天拥护他是不是对的？啊，你再反思一下，你拥护他是不是对的？相反的，就是我这个人，我对音乐的理解不是因为他外形是我的菜，我就是喜欢他。比如说那英，他不会是我的菜，我对那英没有外形上的好感，也没有爱情的那种冲动，甚至没有这什么长相的一个认同，没有。包括我喜欢的歌手啊，我都没有对他们是外形上我喜欢他们，我就喜欢他，我是单纯从音乐性上去喜欢他。能明白吗？哎，能明白吗？就是我喜欢的音乐，就是喜欢这个音乐啊。胡二怎么了？胡二怎么了？我跟胡二是朋友，我们没有说喜欢不喜欢啊，而且他的音乐我也很少听，能明白吗？大妈，你早点睡，你早点睡吧。我的直播间里，你在那块指挥别人早点睡不早点睡，你谁呀你？啊？还人生只若初见，你什么玩意儿？你在那块儿？他俩都是人生。对。人生就3字。他不是和你说，和谁说？他艾特那个人，让他早点睡，然后他就回发好的打野。不是啊，我就说呀，他管我的粉丝干嘛？你又是什么玩意儿？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在我直播间里，啊？你不能欺负我的直播间里的人，我告诉你啊。别先看吃什么吧。等会儿把你踢了啊！等会儿我就踢，赶紧表达一下。吃什么？吃烧烤。等一会儿我吵架呢。别跟他们吵，咱们先点完再。就你这种性格，干什么干嘛？我比你牛逼多了。你先照镜子，好不好？啊，你先照自己，你看看你自己有多少存款，啊？你看看你自己有多少存款，啊？你有什么东西？啊？你是有房有车，还是在1线城市？你怎么牛逼了你？啊？你还在那块说啊怎么地？啊？你真的你要了解一下我，你再去说这种话。真的，你对我说这种话，我觉得你有点太高看自己了。啊，你自己兜里有多少钱，你自己不知道吗？什么？啊？不说刀郎就没事，我想说就说呀，这是我直播间，我为什么不能说呢？那个叫天气的。是个女的。啊？是个女的。你是什么东西？还了解你？那我就把你拉黑呗。你不想了解你就滚出去。啊？那个叫什么？一个男的，记住你的世界我来过，你就从你的名字就俗。再有呢，什么你的世界我来过也俗，啥也不是。下课。啊，真的很俗。还有这个天气。有人在小蓝冒充我，说不过我就拉黑。对啊，说不过我就拉黑，因为这是我的直播间，能明白吗？这是我的直播间，我想拉黑就拉黑，我想干嘛就干嘛，我想表达就表达，能明白吗？还是那句话，你先看看你自己有多少存款，然后呢，有什么能力，然后再去说别人怎么地。啊，你要是说什么物质条件，你真的你要掂量，啊，
真的你要掂量掂量啊！你还什么存款比你少，你别闹了啊！你网络你真的牛逼啊你啊！什么东西啊你？还跟我说什么啊？什么怎么讲？干啥不行？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啊！破凯迪拉克，我的天呐，破凯迪拉克你有吗？我想问一下，你有吗？来，你现在开什么？你做什么的？来，你说一说呀。啊，你有吗？你有吗？你有吗？我就想问一下。你好有钱，凌晨3点还直播，凌晨3点直播跟有没有钱没关系吧？啊，你直播就是为了赚钱，那你活着也太简单了吧你活着就是为了赚钱啊？哥哥开130牛逼吗？130很贵吗？啊？很牛逼吗你？比你贵，谢谢。你装什么呀？你还是个 gay， 你装什么呀你？还在那块在那叭叭一些没用的。对呀，私密号，来一个拉黑一个。怎么不说了？感觉有点红温了，没有，在吵架。我没飞他呀，走了。我没飞他啊。看他喜欢是个赌徒，不是我在我的直播间啊，我想表达什么，这不很正常吗？啊，你如果说是你什么刀郎的粉丝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们针对的是什么？就是说对音乐的一个理解啊，对音乐的一个理解，特别是圈子里的一些人。你至于说什么直男那些，我觉得他们来抨击我觉得无所谓。但你们作为这圈子里的人，我就不太理解啊，还是怎么意思？就是友好交流吧，说不过就没办法啊。对，咱们就是说实在话，那英他不是那英他又不是咱们 gay 喜欢的类型，能明白吗？那叫天气的，天气你是个直女，来天气我就想，天气你好，直女你好，天气你好，咱俩友好交流，天气你好。天气走了吗？天气你好。走了，不说了。那咱们这个话题过了，不好啊。行了，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啥？对，天气就是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无所谓。你说到我的刀了，你又不是你的刀，人家该结婚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刀郎的影响力太大了。好了，咱们不要跟侄女吵啊，咱们就是跟 gay 吵一吵得了，跟侄女不要吵，因为侄女，不要说那个圈子之间的，咱们就是说这个群体，咱们就是表达一下就可以了啊。侄女她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哎呀，实在熬不住了，没事儿，睡吧。一个群体和群体之间不要说这些啊。该赚8万了，下一个话题，吃什么？不后悔就行。说什么呢？刚才我记得那个一哥在不在？一哥，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刚才是站在我的对立面的，是不是？那个叫一哥的，你刚才是站在我的对立面的，是不是？我记得你好像是喜欢刀郎的，因为我对你这个 ID 好像，啊，那我看错了吗？刘闯闯缓2天，刘闯闯缓2天是谁呀？2个你都喜欢，上升不到喜欢。我还是那句话啊，单纯从音乐性来讲的话，不要，哎呀，我们拍戏也是这样，然后我们经常拍戏，这一点我就真的是，我就非常讨厌这一点，就是你们知道什么吗？就是有些人会因为角色去喜欢演员，因为角色去讨厌演员，这个事情是让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气愤的点啊！你们能懂这点吗？就是我们私底下跟演员是认识的，包括我作为一个导演来讲的话，我是知道所有演员他们私底下是怎么样的，但是因为他们就是演了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大家会忽略就是他们原本的样子，然后就喜欢角色中的他，就觉得那个是他，那个就是他啊，那个就是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让我非常不能理解的。比如说，有很多的明星他们都塌房了，为什么塌房？因为大家对他的滤镜是那样，然后他做出什么事儿，大家就觉得是塌房了。其实不是，他本来就是那个样子，他也没有营造那个样子，是别人理解的就是那个样子。对，所以就是我想告诉你们一点，就是什么？上一张专辑多少年了？
这上一张专辑多少年了，有什么关系？那周杰伦这几年不发唱片，那难道比那个汪苏泷就弱了吗？那开什么玩笑？他没有新歌他就弱了吗？比大张伟弱，比那个汪苏泷弱了吗？是吗？那怎么可能呢？跟什么正胖不开了，不开了。你要怎么说？你说这不许这么说大张伟，垃圾不倒。那我直播间啥都不能说了。杨坤有唱功，我的天！大家能不能知道唱功是什么？就是这唱功啊，唱功是什么呢？唱功是。邓紫棋，我想到来唱功啊，唱功它是，就是大家别觉得说什么呢？大家别觉得说唱歌不跑调，它就是唱功。它唱功吧，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它唱功，技术性的东西，啊。你是情感流，对，情感跟唱功没关系，啊，对，子玉说的很对，啊，技术，唱功是跟技术有关，唱功是唱歌的，就是功力，对。不能以自己的想法去评判，只能说表达自己的想法。评判和表达想法有什么区别吗？你也是凭感觉说唱功和技术没有理论支撑啊。我还是那句话，我是学音乐的，我研究很多年音乐，大哥，你们是不了解我吗？你们是不了解我，你可以不了解我，但是我是做音乐的，能明白吗？我是学音乐的，你不了解，那你可以说不了解就完事儿了，我还没有理论知识，那谁有理论知识呢？我想问一下，谁有理论知识？学音乐的没有，然后那个就是那个观众有，那英决赛表现最差，那英角色最差，是啊，他不是那英决赛最差，不至于，但是他肯定很差。这个我也不否认啊，只说有技术没有支持，什么没有支持？什么玩意儿啊？音乐的起点不就是给人共鸣吗？如果说大家觉得入心了，难道不就是好音？不是，木木的哈哈。我就理性的跟你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在讨论的是唱功，不是讨论它是不是好的音乐。咱们就先掰扯这个事儿，我说的是唱功啊，我们不是说好的音乐。那好的音乐，我觉得就是刀郎，我特别喜欢一首叫什么，就是有一个特种兵的一个
片尾曲，我觉得那个音乐是好的啊，那个特种兵的那个片尾曲是好的，对，它是个好音乐。那你要说唱功这个东西，那肯定唱功是技术方面的东西，技术方面的东西能懂吗？我们讨论的不是好音乐，好音乐它的也不能说就是说刀郎所有的歌我都不喜欢，那也有喜欢的啊。那你要单纯从唱功来讲的话，刀郎没什么唱功，他对音乐的表达能力，他可能就是说有一部分能产生别人共鸣，但你说他有唱功没有唱功？啊，他那个称不上唱功，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丁太升去说那个叫什么，对，周深那个叫唱功啊，你要说毛不易他有唱功，他没唱功，他是演唱的能力啊，演唱的能力。跟钱没关系啊，音乐跟钱没关系，对，对呀，它就是感觉的东西，你怎么能说刀郎跟唱功有关系呢？对不对？是啊，我们就单纯从这个东西来讲，我姐居然跟你很熟，你姐是谁？是什么？点。你想知道？什么好不好音乐？这就好比就是我们，就好比那什么，能聊情感话题来聊。二松，来，咱们转移话题。你点呗，我跟那个蓝胖子那个小孩聊会儿天。我姐跟您很熟，你姐是谁呀？你姐忘不了爱的人怎么办？忘不了爱的人，你就说那个人是不是啊？啊，你就说那个人是不是？二松，你就说那个你忘不了那个人是不是？放不下是不是啊？你放不下那个人是不是啊？二松，你就说是不是那个人？是不是我认识那个人？是不是啊？我觉得你跟那个人吧，一直沟通也没沟通顺畅。我就跟你，据我的了解啊，我就跟你说一下，你俩有没有可能性啊？跟好不是我二叔，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就一句话啊，唱功和音乐审美和他的歌怎么样是两回事儿。你们这些刀郎的粉丝，你们就记住一点，唱功是一回事儿，音乐审美是一回事儿，歌好不好是一回事儿，这是三件事儿。你们不要就是说太脆弱了，就说这刀郎没唱功就是在骂他，他确实没有。他的这个东西，他只能说他唱歌可以，他没有技术上的东西啊！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刀郎的粉丝，你们就是懂点音乐再来辩论这个事儿啊！好，我就翻篇了啊！咱们翻篇了啊！那什么，二松，我昨天还跟他喝酒来了。他说你俩最大的问题，二松我不说他怎么样，我说是我对你俩的感情的理解。首先，二松，别人不知道，我记得我跟你渗透过一件事情。二松，你是主播，我也曾经是主播，但是我觉得我跟你有本质性的不同，是
我不会为了感情去停止我的自己的事儿。就比如说我也做主播，但是我也有自己的事儿，我没让自己闲下来没让自己闲下来。而且你主要就是为什么要坚持做自己的事儿呢？你的重心不能给别人，你重心一定要是给自己的。在感情里，你完完全全没有自己的思维和精神，你是不可能的。那个你就会让着别人喘不过来气。然后我就提示过你，哪怕你来深圳，你随便找个班上，都不要闲着。你可能会跟我辩解说，哎，你直播也不算是闲着，不是一回事儿。谈恋爱一定要有自己的空间，两个空间才相对的平衡平稳。你现在无非就是什么，你可能会跟我说你也在做直播呀，但是你的生活重心冥想偏向于他，你就是没有自己的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好，他今天有时间，他能陪你，你很开心；他今天没时间陪你，你会很难过，会有一点点慌张，这导致了你的精神世界有一点点动荡了。第二点，蓝胖子现在是有一点点特殊，孩子出生了，他的重心他已经把精力分给孩子一部分了。孩子跟养狗不是一回事儿，孩子是一个生命，他是一个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一个生命，而且人类对孩子的一个期许，包括对孩子的一个用心程度，比你要大得多，比你想象的要多。他已经焦头烂额了，这个时候你表达再多的情绪，都是你不聪明的行为。他从一个 gay， 然后变成了一个爸爸，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等于可能他在没有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可能会在你的身上花80%的精力，但有了孩子，他只能在你身上起码就是只有20%。我不知道你对这个事情你能不能理解，我是完全理解的，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眼前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它必须得过渡一下，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孩子可能被接走了，或者说父母养了，好，那他重心可能会回来，但你这个时候你做任何东西，你都会让别人心很累，人家的心思已经在那边了，而且没有办法调整给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情绪不高，扫兴，甚至会跟他吵架，这就不对了。我觉得聪明人的做法是什么？你现在不是有孩子吗？好，那我赶紧离你远一点，我去找个工作，没事看着你我就笑，回来以后我就跟他说，那个金山你把嘴闭上，那个叫金山的你把嘴闭上。说白了就是腻了，他们在一起刚在一起，他怎么能腻呢？你完全不懂，你就在那叭叭叭叭。我在跟我朋友聊天，你叭叭什么？你要是了解事情经过，你说这些没问题。你这完全不懂，你叭叭什么？没有让你插话啊，你理解他，你是理解他，但我觉得你做的，他不同意，他不认同，是不是在一起撞号了？不是，就单纯的来讲的话，就是你精神，你的情绪价值不够，甚至有点
反正我就觉得二松，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你做的整体来做的不聪明。而且二松，我说的再直白一点，我们其实大家都在捧你。起码就是深圳那帮人都在捧你，但你真的做的不好，我觉得做的不好，可能真的就是你没有这个天赋。我觉得二松，我说句实在话，我觉得问题在你身上，在你身上，因为我们说白了，蓝胖子他大概是什么德行，我们都知道。就是他的实际情况，就是包括他现处于一个什么阶段，我们其实都知道。你是不是太过敏感和太过于急了？二松，你仔细回忆回忆，你是不是太急了？首先你俩就是我真的说句直白的话，感情最浓烈的时候不是一开始的时候，绝对不是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就是彼此认同之后才最浓烈。他不愿意跟你沟通，因为他很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二松，我没有恶意啊，我跟你聊这些东西我没有恶意，二松。就比如说你跟小大夫是00后，小大夫比你厉害多了，他特别精，聪明，他特别聪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沟通，什么时候不该沟通，他会看别人的一个状态去沟通。请问你有没有理解我这层的意思？不是你想沟通你就要沟通，他就要沟通，他要跟你沟通，是人家想沟通的时候你再跟别人沟通。这个过程当中你先把自己的委屈先装一装。谁都有委屈，我就想问一下二松，他给你多大的委屈，让你急于去跟他沟通了？如果说你们处理的不这么急躁的话，他能跟你提吗？出了问题马上要沟通是吗？那人家的他白天上着班，他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每天下班8点多，开车开半个小时，下班了以后要看孩子，他已经很累了。这个时候你跟他沟通什么？他能沟通什么？谁能在这个节骨眼沟通呢？如果你的状态又不是那种愉快的沟通，又是那种抱怨的沟通，或者说丧的沟通，他愿意跟你沟通吗？已经烦了。你不是二叔，你到现在你都没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不是时间节点的问题，是你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咱俩见过好几次，我大概都知道你是什么样个性的人。对，我觉得他听不进去。二松，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一起吃饭，你刚来，你在那管蓝胖子那个状态不对，
为什么在哪方面你都要表明像专家？因为就是比你强嘛。那个叫金山的，确实比你强很多啊。还为什么在哪个？因为我他妈在他们俩在他们之间，我看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比你强。你是一个旁观者，你压根都不认识他俩，所以我比你能说会道，这有什么难理解吗？这叫金山的。这个很难理解吗？你是脑子不太好吗你？啊？因为我是他俩现实当中的朋友。最近学了一个名词，不要名词了，二松，我就跟你说个简单的例子啊，我就跟你说个简单，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二松，你到底现在想不想挽回啊？二松，你想不想挽回？你就跟我说，你不要跟我东扯西扯的，二松，我就觉得跟你聊天不如跟小大夫顺畅的。你在扯什么呢？回避性人格什么玩意儿？你想不想挽回啊？你说你什么什么那个放不下怎么怎么？你想不想挽回？挽回不了。你看他这么半天，他挽回不挽回他都说不明白。昨天我还跟那个蓝胖子我说呢，我说你俩啊，其实也是他想让我这么做的。那你想表达什么呢，二松？我就想问一下，你想表达什么？就是你找我聊天，然后你单纯的找我聊天是想抱怨他是吗？还是你想表达一些想让我帮你做的事儿啊？你是单纯想抱怨他，那我就听听就好了啊。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表达是什么，我觉得你这个表达跟蓝胖子也是有问题。连麦可以啊，连麦，来连麦，你想表达什么？就想问一下，你的诉求是什么？那你给我连麦，你是不方便连麦吗？我方便啊。你想表达什么？你就是想跟他复合是不是？我想，但是，哎，你说，就是可能你了解的并不是全部的状况。我肯定了解不了全部的状况，我单纯的从我的角度去了解的。对，所以其实是有点偏向性，但是这也不重要，重要就是现在我放不下他。你放不下他，那你好，你这句话说的非常明显了，你放不下他呀，然后你明知道我有偏向性，然后你放不下他，然后你想挽回，那我就对，说的很直白一点，就是你是弱势，你知道吗？你是弱势，哎，你要就是这个东西经过了好几个时期啊，就本来最开始就是很坚决的要分，然后我挽留了很久，然后包据我所知，你俩括你说的这些问题，其实据我所就我能意识到我的问题据都我所知，你在的地方俩现在没分，就是没确定分呢。啊，已经那个了，已经就是
就本来是我挽留了以后，然后他坚决要分，然后后来我是觉得我可以给他一点的空间嘛，就我回来可以跟他继续相处试一试，但是也是我自己绷不住了吧，因为我觉得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感情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就提了，就完全要分开。对，是我提的。那二从你俩就是从你上次走到现在多长时间了20多天了吧。？20多天，20多天，你觉得非得非得讲出个子午卯酉是吗？只讲什么？子午卯酉啊，就是你就非得没有啊说个1、2、3、4吗？我没有啊，我我我是在抱怨他吗？等一下，我有在抱怨他吗？你没有在抱怨他，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急于要一个结果呢？其实确实是我个性的问题啊，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自卑敏感的人，就是从那个你要说到这个个性的问题，我一直都觉得你个性有问题，这不是偏见，就是我会觉得说你明明想怎么着，但是你又怎么着，反正你的情绪太过于敏感，然后脆弱，然后反正就是你是极其敏感的人，对啊，所以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蓝胖子跟我说过，他受不了，就这个。如果说你知道这个问题的关键性，但你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正因为我是这样的人格，所以其实我在相处的初期，我会把自己的弱点全都暴露出来，但是但你暴露的宝宝，我还是那句话，你暴露的不是时机啊？人家现在是我说的是我没有去深圳之前就已经暴露了，我把我所有的我性格上的缺陷或者什么，我都把最坏的事情都已经告诉他了。那你的诉求是什么呀？不，就是我承认是我性格有问题，但是这个是有阶段性的，就是你的诉求是什么？我放不下他。你放不下他，那你又不改，完了你让他去接受你，人家就不喜欢这种啊。你怎知道我没有在努力去改啊？你改了，但是人家看不到你改或者怎么样，一切的主要的，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吧，你压根儿，我一直在重复一点，你的诉求是什么？如果你的诉求是他，你要以他为主，不能说你又想跟他复合，但是我又怎么样，我又怎么怎么样，我已经为他改了，你的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省略的，因为你的任何东西不是他造成的。是你的性格造成的，而且你现在讨好的是他，不是要讨好自己。你现在反反复复的，就是我又想跟他复合，但是我又不经意的，就是要讨好自己。你到底他和之间，你一定要有个重心，就是你的诉求是什么，你一定清楚这个点。如果你就想跟他复合，好，改成他想要的样子。不要跟我说你正在改，或者说你马上就改。行，那换个问题吧，我就问问你，我的诉求你觉得过不过分吧？好吧，就我能接受他所有的他逃避的东西，包括我能给他空间，但我就只需要他还能够回我消息，甚至保持一点点亲密的状态，我就这点诉求了。你如果你觉得我这个过分吗？过分。行，那就是这样吧。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会觉得过分，因为你也知道，他是公司的设计部的高管，我就这么说，现在高工资的人，
那个领导啊，巴不得你全卖命给公司，他不可能及时回复你的。我没有要求他啊，回消息怎么，我就是看到了之后，忙完了之后回一下，这个也过分吗？过分。那我确实挺过分的，那我确实不配跟他在一起。你要知道一点，就是我觉得你所有的要求都是基于自己的需求去要求别人，我觉得这个就很过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现在比较闲，或者说你在感情可能是初期的一个状态里边，所以你会要求别人就是满足你的内心需求。但你要知道，很多人跟你不是同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你要求我就是随时回你，我可以，但有的人不可以，因为他可能经历过很多段感情，他已经没有这份热情，没有这些东西了，那他就不去这么做。而且他一旦不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有情绪，他就会更加的逆反心理，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就满足你这方面的一些小癖好？你能懂吗？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个想法，我没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是情绪的问题。但是每个人跟你的思想不同，不是所有人都是黏腻的一个表达方式。这回你能懂吗？因为你这是20岁和40岁看待感情完全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你如果说你是喜欢他多一点，或者说你的诉求是想跟他复合，那你是不是要了解他的习惯，不能一味的就追求自己想要什么，他应该，他起码他也会做一些东西，我才觉得说这个是感情，这是相互的感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你要明白你的诉求，就像我们，我觉得这个是还保持在恋爱关系中的一个就是唯一的点，就是如果连日常回消息都做不到，或者对吧？就我觉得可能就是那我单方面在理解吗？二松，这个东西很难理解吗？我就非常不明白，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事儿很难理解。我没有觉得很难理解啊，我接受他是怎么样的，那他现在就是想要完全做自己，好吧？就是那他为什么他就要自己完全独处的空间，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二松，我想问一下，他为什么要在你面前做自己呢？我给你梳理一下，二松，我给你梳理一下，是他先追的你，是不是？不算吧，互相吧。但他肯定是付出了一些东西，然后把你哄过来了。你觉得他对你没意思，他会大费周章的把你接过来吗？他肯定是一开始他更喜欢你多一点，但是为什么他现在又要做自己了？我的理解就是什么？我对他和对你的了解就是，他一开始很喜欢你，让你过了，然后俩人过日子的时候，因为我还问过，我说你俩性生活和不和谐？和谐。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性格的问题。性格出现了什么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两个人在一起，表达方式不同，你一味的让他猜，他一味的猜，然后他还很累啊。我说这假如啊，我不知道你俩具体发生什么了，就表达方式不同，可能真正让我猜对了啊。No， 其实我跟你说了嘛，他不愿意沟通啊，就是我，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性格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感情里面，我能做到的就是我不让他去猜，我有任何双方有矛盾的地方，我都想表达出来。但他因为他，那你的诉求是什么？你你老在问我诉求，我诉求说了，我就是放不下他。复合吗？然后让他去跟你复合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你就是想让他跟你复合。这如果他维持这个状态，我也不想。以后的事儿是以后的事儿。我再给你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跟小大夫在一起，一开始的时候，小大夫就在这儿。我不说违心的话，我对小大夫就是一个，我觉得她是我老婆，但是呢，我没有给她任何的笑脸儿，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忙，我酒吧开业拍戏怎么样，每天她看不着看着我，就是我喝多了，第二天我看不上她，我每天的状态就是我喝完酒回家了以后，她已经上班了。就这样，他跟我在一起将近1年左右。等我俩第一次分手的时候，我整个懵了，我习惯了他，我就开始对他疯狂的好。我想问一下，你能坚持吗？不是你要知道，不是说所有人都要去做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我想请问一下，你想要什么？你的诉求是什么？我最开始说的就是2个人能在一块儿，好吧？就是我能看到他，那其他所有的，包括你说他不想回就不回嘛，对吧？但是我现在跟他处在一个很远的距离。为什么很远的距离？是因为你俩相处了，然后已经出问题了，所以他逐渐的疏远了。你不要想着说这个事情他是莫名其妙就这样，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呀，你怎么不明白呢？他为什么就是说不回你了，或者说就是不沟通了？他一定是沟通没有结果了。就包括我跟你沟通这么长时间，二松，我跟你沟通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沟通不明白，所以他累了。但是我现在不累，因为我刚开始跟你沟通。他如果说跟你沟通很多次，他觉得累了，他就不跟你沟通了。你真的带偏向性了？我没有带偏向性，我现在就一直在问你，我没有跟我沟通过任何问题。二松，你一直要记得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的诉求是什么？你如果说真的想跟他复合，你就改成他喜欢的样子，跟他复合，这是你的诉求，你也为此努力了。但你不要说我既想跟他复合，但是我又爱自己，然后我又怎么变？你这在干什么呢？你不是想跟他复合，你就是想让他迁就你吗？这不就是吗？我还在深圳的时候，跟这个没关系。你要就是不是我可以变成他想要的任何的样子。二松，你看我现在就跟你沟通沟不明白。现在咱们之前都不说，为什么都不说？因为之前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就跟你说，你今天跟我连线，你想复合，好，那我告诉你他喜欢什么类型，然后他觉得你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你就改跟他复合，这是你的诉求，这是你今天要做的事儿。不能说我知道了以后，然后我不去努力，然后我希望他来主动找我，那这不是违背了你的诉求？你的诉求就是想跟他复合。你没听懂我说的，就是我不听那些东西。这就好比就是说，蓝胖子跟你在有问题沟通的时候，你谈论的是情感的东西，但是他想知道的是这个事情你到底想怎么着，直接说做完事儿，不要跟我说那么多思想层面的东西。你真的没听我再复述一遍吧。就是之前的状态我愿意变成他想要的样子，然后现在的状态就是如果他维持这个样子，我就不想复合，我想放下他，好吧，这是我的诉求。那他我就直白的跟你说，他接受不了你现在这个样子。可以啊，那我诉求就是怎么放下他。你想放下他，我觉得你想放下他，那你就去骚扰他，然后那个你就自然而然你也受伤了，你也累了。我是这样的，我对所有的感情，我不压抑自己的情绪。对我确实我觉得很压抑，我把它无限放大到我都觉得说，哎，干啥呢？在那浪费时间，自己觉得不值得的时候。我已经把自己很往外走了，我多跟朋友出去玩。
但是每次一个人待着，一个人想的时候，我只要想到他，我心里面就难受，我就想哭。但我就觉得非常搞笑，你想到他，你就会难受，你肯定是因为爱他，然后你为他爱他，你去改变他，你又改变不了，完了你又在自我，我改变了哥，你还是那个话，你要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然后你去改变成他那样。是我是很爱他，但但我你不能不爱自己，是不是？那你就我不懂。你就比如非常简单一个例子，我跟我第三任可能是因为钱没在一起了。那如果说就是我要是爱他，我就满足他的就是钱这方面的需求，但是我短时间我变不出那么多钱，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这个无能为力，我可能有一点难熬。但是你现在能改变成他那个样子？我很直白的告诉你，如果我变成他现在他想要的样子，那一定是因为我不爱他了，我才能够做到我是他，我完全无视他怎么样。小大夫，你听明白了吗？就是你来分析一下二松他是怎样一个人他说了俩字自我，我觉得挺准的。就是这个自我他不是在指责你二松，我一定要让你清楚明白一点，就是说首先你的诉求是什么，然后你明明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然后你又不去做，然后你又在乎自己的想法，然后你更多的是期待就是说两个人可能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跟你的诉求没关系，你的诉求就是你的诉求，跟别人没关系。你既然没办法就是为他去改变，那你就告诉自己，如果我在一份感情里面我感受不到被爱，因为我可以伪装1个月、2个月、3个月，我可以，但是时间长了，那时间长了，你说一个人根本就感受不到他爱你，是那时间长了，宝宝，时间长了那是有时间长的事儿，将来的事儿将来再说。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之前那小大夫在我面前就是我俩都不沟通的，完全不说话的一个状态，他能坚持1年以后，你看我俩现在有多好，我俩已经好到没边儿了，都已经。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觉得他聪明的一点，他知道就是说那段时间我累不需要他只想跟我在一起，然后他想维系这段感情，他没有任何的表达自我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我去弥补他了我们都听出来他俩的问题了，你还在让他改变自己，你是想害他吗？来，那个直播间里的，我来说说你们对这段感情的理解。你们觉得说这段感情，就是你们听到现在了，你们觉得说这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俩分手的主要的问题，来说出你们的评论区里边就我很能理解他现在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就是我知道他为什么想要跟我分，我知道，然后我已经就是你真的我已经在为怎么好好的努力的生活跟他在一块儿，我已经在去努力了。我没有说，就你刚刚说的什么，我要自己要找工作，我真的我已经在找了，但是在我已经觉得我们这个状态有问题了，我再去改变的时候，他直接选择的他就是要放弃这一段，好吗？就是我认为所有的矛盾的地方，我性格上不好的地方，我跟他从来都是说的是我可以去改变这些，我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出去，我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我知道这一点，就是这些道理我都懂，就是我在去改变的时候，另一方已经要放弃了，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还完全觉得就是我的问题？没有觉得你的问题，二松，
包括评论区里边会说你都知道你俩的问题，包括那个叫什么金什么的，我忘了他叫金什么，他说啊我都知道你俩的问题了，然后还让你改变，我不是害你吗？我没有，宝宝，你一定是，我觉得一定跟你沟通是有一点点问题的，是什么？你现在问我，你是有诉求跟我去分享的，你就说我应该怎么去跟他复合。那我现在告诉你了，我没有期待着说你俩复合，我只是告诉你方法方式，你可以复合，也可以不复合，没有主观的意识告诉你俩一定要复合。我是告诉你，如果你想复合，应该怎么做，没有主观的意识评判你俩谁对谁错。你现在就是在问我怎么样复合，我告诉你了，然后你现在又理解为说是我一直有一个偏颇性，或者说一个就是那个站队的一个形式，没有，我就是在说这个事儿。那我怎么样放下他？放下他就像我说的，就是别压抑自己的情绪，该怎么做怎么做，你就想他就发消息，就骚扰他。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对，你就这么做，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情绪全甩出来。对，你千万别压着，我告诉你，压着会让你自己越来越陷里边。反正他都不爱你了，你折磨死他。我不想折磨他，我也不想伤害他，他总折磨他觉得，他总觉得我要跟他复合是为了让他有一天我把他甩了，让他也难受一下，他总这么觉得。不是，我说的就是这个话，你看你就听不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反正你俩都分手了，你不必在乎别人的感受，你要在乎你自己的感受，你该表达就表达。我的意思是这么回事儿。那我倒也没那么极端，好吧？那你到底想表达什么？你问我说怎么，我觉得跟你沟通是有一点问题。就你问我怎么去走出来，完了我告诉你，完了你又在表达自己。表达自己那段可以省了，对，就是你知道答案了，这个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就该做自己做自己 ，OK， 没问题。但我听出来你其实是在阴阳啊。没有阴阳，我还是你我也没那么蠢，你这个话说的明明就是在，对啊，你说你就是做自己啊，你就是把自己暴露出来。你太敏感了，就是你来问我，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仅此而已。就是别人我去阴阳他，我阴阳不到，而且就是说我何必呢，对吧？我昨天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那个你看那个你俩还分了，然后我跟二松还互相关注了，我说这取关也不是，不取关也不是，我就在试探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态度嘛。他说那个就在那笑，他也不说。然后我说幸亏没加微信，我说加微信了，那个朋友圈什么的我都不好意思发你了之类的，很简单。他昨晚回去以后跟他打电话了。我没有我评论区里啊，你们一定记得这一点。今天二松来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是二松跟他前任是我一个比较好的朋友，然后他俩呢处了将近1个多月。完了就分了，因为一些情况就分了，所以他今天来问我说那个想复合或者说想忘记怎么做，我就告诉他怎么做，我没有希望他俩分或者合。从我的主观意识来讲的话，分或合就是跟我没什么关系，只是单纯的探讨，对，就是也没有说站队就之类的，但是我始终二松，我还是那句话，我跟你沟通这么短的时间，就是咱俩刚才连线这么短的时间，我觉得我跟你沟通有一点点问题，就是你还是比较敏感，然后在想自己的那个感受，就是你的感受，和别人交流沟通，其实这个感受你可以减少一点，要不然你太累了，你太累了。那包括我还是那句话，蓝胖什么德行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不是说为他说话，但是
就是直播间里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我那个朋友，我可以说吗？二松，把你俩的事儿大概说一下。说呗。是这样，二松是一个主播，是一个小可爱主播。然后我那个朋友吧，特别喜欢他这种类型。然后呢，就是在直播上，然后就喜欢上二松了，然后就给二松刷了点钱，然后他俩就互相认识了，然后他俩就想在一起了，想在一起，二松就中间来过那么一回，然后跟我们一起吃了个饭，我们其实都算是见过二松了，然后他俩就后来就是打算住在一起，住在一起的同时呢，恰好就是我这个朋友啊，他在人生一个阶段，就是他有孩子了，然后他带着二松去把孩子接过来，然后呢，我们补充一点嘛，补充一点，就是在我跟他接触的那段时间，首先我跟他不是通过直播认识的，是朋友介绍认识的。朋友介绍啊。第二点是我知道他要有这个事情，然后他当时跟我相处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焦虑不安、没有目标的一个状态。他当时就是需要一个人陪他，然后我很愿意去陪他做这个事情，因为我是真心的觉得，就是如果我没有陪他做过这个人生中最大的事情，我可能以后如果就算在一块也会缺憾。所以本来我们两个没有那么快的要在一块儿，是考虑到国庆以后，等他确定下来还想不想要感情的时候，再决定要不要在一块的。但是我也表达出来了，我说他也知道他自己的不稳定，我也知道。其实我开始是犹豫的，我说杭州的房子不想退，我想就是如果他到时候想让人陪他去，我可以陪他去。是他一定，他觉得我如果现在不去，就是我犹豫了，他很难过，他让我逼着我做的这个决定，我一定要去陪他。不是说我去了以后他带着我去做的，好吗？那这个我觉得你补充的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一点我可以觉得说那个蓝胖子做的非常不地道，这个我们不知道。我继续往上讲啊，然后那个就是属于蓝胖子，就是想谈恋爱，然后找到二松，然后让二松陪他去经历人生的一个大事儿。二松本来不愿意，我没有不愿意，我愿意陪他去，但我不想这么快的就进入到对方的生活里面去，我想保留原来的生活。二松是有自己的节奏的，但是就是我这个朋友有一点点就是说急躁了，所以就是这个其实了解的过程里边会有一些不足这个不足可能直接会影响到后面。后来他俩就在一起之后，就我的朋友就是说二松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人，会有一点点就是情绪比较用咱们说的话就是通俗一点，他的情感比较敏感，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生气了，可能会哭了，包括我也经历过二松突然哭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跟二松开玩笑，二松也是啪一下就哭了，就是在我们眼里，就二松这个情绪吧，就是有一点点过于的，就是敏感。那而且呢，就那个时候吧，我其实有提醒过二松，我说来了这边要工作，因为我直播间里总讲这种例子，就是说什么主播，然后到了那个跟别人在一起之后，然后那个可能处了没多久，然后就分手了，然后自己屁都没捞着。我其实有在直播间里讲这个事儿，二松也在。其实我有提示过二松，但是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二松可能跟他就出了问题，二松没等找工作，他俩就分了。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二松的
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二松的一个性格方面上。二松的性格是极其的敏感和细节控，他是一个细节控。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处于人生的一个比较关键的点，然后没满足二松的一些心理的一些需求，所以俩人因为这个事儿吧，会有一些小的一些矛盾，也不是说矛盾，就是情感上的一些不顺畅。然后最终我这个朋友可能太累了，然后做出渣男的行为，就可能想跟这个二松分手。我没有觉得他渣，而且是，其实我跟他相处阶段，就是我情绪跟他在一块其实非常稳定了已经，然后是这样的，在那个事情结束以后，各个维度上，其实我都能感觉到他已经慢慢的，他自己也承认了，他对我的感觉一点点在消失。我可能这时候确实我的处理方式有问题，因为我感受到这个之后，我急于的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证明他还爱我，然后把事情推向了更远的、更不可逆转的方向。你是怎么想刺激他？你怎么刺激？我没有要刺激他，说实话了吧，就其实那个回来以后就没碰过我。那你是怎么？没有任何主动的拥抱、亲吻，甚至那方面没有。不是二松，我不是站在他的角度，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什么原因让他不碰你呢？他自己说心里面有了抵触。什么抵触呢？你一定知道这个原因呢。我给他压力了吧？你给他什么压力了？你觉得他说的压力是什么？咱们就讲故事啊，咱们就立体的去掰开所有的东西，要不然这个观众会有倾向性。这是什么压力？你给他什么压力了？就比如我要睡觉要抱着睡，然后他开始跟我说他也喜欢抱着睡，但是真的在一块以后，他就不想抱了。然后他说喜欢就是后背对着他前胸的那个位置，然后他这个时候已经在想着，他把手伸出来垫在我的脖子下面，他要花多少时间再能够拿出来。就是当然这个过程中我已经表达过了，我说不抱也可以，牵着手也可以，但他又说行，那我抱你，我这个姿势我喜欢，但是其实他内心又并不想，你懂吗？评论区里有人说那个你不工作他不想养你，你觉得有这方面可能吗？我跟他在一块我没有问他要过钱啊。然后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是有可能成立的，他不想养你。这不重要，我觉得这个金钱上面不重要。我现在在讲的就是，我只是举的一个小的例子啊，甚至包括我们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我看《默杀》，我被吓得大叫，他心里面已经觉得哇，这个人大惊小怪的，不喜欢。不是那个，你看他自己告诉我的，这些都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东西。你看默杀，然后大叫了，是怎么叫的呀？就害怕，就吓到了呀啊！就是那种叫出来啊。然后就是理解他自己告诉我的，就是很多上生活的细节，从最开始他就没那么喜欢我了。说白了就是他没那么喜欢我了，然后我现在还放不下，就这样。然后我们之间的很多问题，那也是我自以为的理解啊，就是如果两个人很相爱，这些问题都是可以沟通解决的，但是一方面已经关闭了沟通的渠道了。那这么听下来，懒胖。然后直播间很多人说才1个月，
这也是我的问题，好吧？因为我是个很不容易敞开心扉的人，我一旦决定投入了，我100%全身心的投入，不存在时间的长短。我爱上了这个人，我就是分开了以后，我还是会一直想着他。大胖怎么这么渣呀？就骂他。确实是有一点点，我跟小大夫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他每天晚上要挤着我睡，对，他要抱着我睡，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别人在我睡觉，因为我们本身是1.5米的床，一直抱着我，然后我又是一个很怕别人贴着我睡的，所以他一抱我，我就往墙里边挤，我就差点挤到墙里边去，然后我就睡得非常不好。然后每次他就是昨天晚上，我们甚至都就因为他要抱我，然后我都到客厅睡了。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小大夫的话，小大夫不会生气，我就觉得说还好，就是这个就算是2个人互相理解了。包括昨天小大夫全程离我特别远睡的，但是在你们的相处里边，你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了，可能真的应你说那句话，应了你说的那句话，没那么喜欢。他有时候他说的是什么怕我太敏感了，说一句话就让我生气啊。我发自内心的说啊，我是敏感，但我不存在于因为一些琐碎事情生气的程度。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我可能会有点不开心，但是只要他抱一抱我，亲亲我，什么事情我都当没发生。就真的是我对于宝宝，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你跟我生气了的话，然后你期待我抱抱亲亲你吗？你生我气了，然后你期待我抱抱亲亲你？我不期待，不期待，他不期待，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会期待抱抱亲亲啊？就是大家冷处理就好了呀，就这段时间咱们就。不是啊，就是如果说你是惹我生气的话，你要等我先气完，你不要等我在气头上，你要亲亲，要抱抱我，我一脚把你踹开。你是这个意思。对，你要让我把这个气完，你不可能说。这是每个人处理的方式啊。你先跟我梳理完。我也是这样。事情要梳理。要不说咱俩是一对吗？就是我也是这样，就是我生气的时候，你不要来烦我。对你或者你可以让我生完气，咱俩就是先冷静一下，然后可能晚上不经意，我就是那个握住你的手啊，然后咱俩就差不多了。到底能不能分得清什么是生气呀？是生气，但是你要把究竟是什么事情你觉得是生气啊？我刚刚已经说了，我有点不开心，但我不是生气，不是原则性问题的生气，完全就是撒娇的那种生气是吗？就我只是需要他给我一点点的反馈，就是没有生气的点，但是你就希望他就是因为生气，然后让他哄你更爱你，表达他爱你，是不是？我有过这种，我也有过这种感受，但是我完全没惯着你。我也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他让我不开心，那我就让他不开心，有吗？然后他也没有不开心，就比如说他要抱着睡，但是我想要抱着他，但是他不要，那我就离他远一点睡，我就会不开心。但是但是我就要么我就出来睡，就是让他不开心，那我就不跟你在一张床上睡，那他就会觉得你为什么？我是不是不开心了？为什么要跟我分手？是，那个蓝胖子做不到啊，蓝胖子这个不好。没有啊，他可以走，学会自我调节。对，就是观众其实对你的评价你要看进去，就是你，我对他的了解啊，就是他比一般的灵还要灵，这不是贬义，就是他是属于完完全全就是
对性格上的就是我黏着你，然后你要哄着我，然后我们要亲亲贴贴，你要听我的话，不许违抗我哦，就那种就是看到恐怖片我会害怕，然后你要摸摸我的头，然后每天我要给你发消息，你要回复我哦。他是一个很需要一个情绪，对，他是这样的，对，他是这样。我觉得你是一个很需要一个情绪，是很需要一个情绪反馈。是的。你承不承认这一点？我承认。就是但是这个事情就是分2个阶段的呀。他第一个阶段他完全满足了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啊，第2个阶段他就是不想了呀。但我觉得你的第一个阶段和他人生的这个重要的阶段卡在一起了，这就是你俩。是，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直播间很多人说他就是不喜欢，没有，我确定他很喜欢我之前。你能懂吗？就是一个小 gay。那你就慢一点，你就委屈一点，你就慢一点，就不用那么。我可以委屈，可以慢，但是得有一个支撑的点，就是我还跟他在一块儿。但我就说，就卡在那个点嘛。你想想，就是蓝胖子刚做父亲，然后他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点不好的一点就是。他其实让你来去陪他做这件事情，他不知道以后他会面临什么。但是你要是我的话，我就会知道以后面临什么，就是我肯定以后的重心可能就在孩子那块。咱们闭眼睛想都是这么回事，所以就卡在一个什么点，你需要头期的一个关心，然后需要陪伴。但是这个孩子他突如其来，他也拿走了他大部分的精力。对啊，就我觉得，如果我跟他相处时间长了，我也不会那么黏。这是关键的点，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我都这么累了，你干嘛还有这么多的情绪啊？你能不能让我喘口气？然后你会觉得说，那个这些东西不都是特别正常的一种谈恋爱的一个角度吗？那如果说你这些你都满足不了的话，那我就跟你分手。你是不是这么想的？我没有想要跟他分手。我最开始，我跟你讲，其实我自己没有孩子，我也没打算要，但是我其实很能理解他做父亲，然后甚至包括我心里面我是想要跟着他一起去爱这个孩子，然后我也完全100%的同意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给到孩子，但是我这边。我觉得我不能完全没有，我确实因为完全没有这个事情，我产生了我的情绪。你拿什么爱，他会跟你白头？孩子是太急了，我觉得是太急了，还是急了，太卡这个时间了，你知道吧？我也能理解他，我也能理解你，但是，二松，我觉得跟你谈恋爱确实是有一点点，我知道，我肯定是有很大的问题，不然我也不会那么长。你知道蓝胖子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对自己没有规划，觉得，其实你要是作为一个年纪稍微长一点的人，其实你知道你接下来要面临。你要是全很好这个东西，他没有全整好。我不想骑驴找马。我现在这种精神状态，我没办法接触任何人。对他俩没错，我觉得就是卡的时间太奇怪了啊。在一块住了1个月，但是前期有1个月的是互相了解呀，然后再加1个月的拉扯，其实快3个月了呀。快3个月，最主要的问题是你俩见面才决定才明白适不适合嘛，这是主要的问题。所以我现在也很清楚吧，就是他这个阶段也不适合谈恋爱，然后包括我觉得他也不是我跟他也不是很适合，这些其实我都懂，就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我这边放不下。你放不下，我就不说了嘛，你就正常做你自己，放不下就骚扰他。自然而然的就是对方做爸爸真的没有太多的精力，是的，人家就想跟你玩玩，我觉得这不成立，跟他玩玩干嘛折腾这些？对，不成立，对不对？你们不要把别人想的像你前任似的啊！行了，那个二叔，咱们有机会再聊啊。抱歉。有啥抱歉的呀？做自己啊，就别让自己不开心啊。聊饿了吧？我饿了。他还送了袋瓜子，好好吃。不是，咱们就说啊，还有包纸，还挺好。哎呀，还有牙线。感情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真的。你知道我和小大夫，幸亏他是个比较不敏感的人，痴情的人。不是，你是不敏感的人。我是不敏感，是我痴情。但你那段时间你怎么忍过来的？我就很就是痴情啊，就是想跟你在一起。那个时候你明明就没有那么喜欢我呀。那时候你那么忙，我也忙啊。都忙，所以就没那么。但是我没有你那么忙，我早上6点，我跟你讲，我平时可以6点半出门，但是他有时候早上不回来，或者是7点钟才回来，我就要6点钟起床，我就要去遛狗。然后因为他那时候没有车，就住得很远，我就要5点50起床，要提前10分钟带狗下去遛。然后呢，回来晚上8点多回来了，他还没有回来。有时候7点多回来，他也没有回来。狗就一天没拉，就等于说只拉了早上那一顿。然后呢，我就要回来先遛狗。每天第一件事回来就是没有点这家啊？另外一家。我每天第一件回来就是马上就回家，同事找我说你回家干嘛？我说每天我说我要回去遛狗。他说每天都要回去遛你那个死狗。他说想找你去吃饭，喝那些吃饭唱歌那些，你现在都不去。死狗他死没死啊？我就说死没死？我就说他，我就问一下你的同事死没死？现在过得还好吗？然后我就会说他，有赚很多钱吗？你等我说完。然后我就说还有男朋友吗？我不知道。然后孩子他就骂我的，他就骂我的死狗。我就说，然后反正我就没有去。我说我家狗一天没吃没喝没拉的，那我说那不能把它饿死了呀。我说我的狗我得养的，然后那么是个女的吧？废话。然后呢，我就没搭理他，反正我也没去。然后呢，我每天大姨妈1年来1次。我每天第一件事回家就是马上下班回家，然后5点半不带拖拉的。回家马上遛狗。加啥呀？我加班，要么加班到8点钟就差不多。我告诉你，当时你有2个店的那个酒吧老总跟你在一起，你也是会非常的骄傲，是不是？对，你知道吗？就是那一年的时间。对个屁你！对，你就贪慕虚荣，你就是跟我在一起。那一年的时间里面，我就是不怎么见得到他。对，不怎么见得到他。我就是每天就是跟保姆一样在家遛狗、打扫卫生。是的，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我马上就是很厉害了，你就把你的破工作给我辞掉，然后你就像盛明兰一样，你就在家给我管佣人，就那种。那一年是跟狗过的。是的，那一年的狗可怜我。你看我在家，我就给狗买麦当劳吃，就是火锅还有肯德基，就不是有疯狂星期四嘛？他不在家，我就跟狗吃疯狂星期四，19块9 20个那个麦辣鸡块，然后我吃5个，他吃15个。所以你这点就是很聪明，我不得不佩服他。然后他这个人啊，就比如说我俩吵架的时候，他没错，他能看出来我说哎我真生气了，他不说话，你是不是？对啊，就是他没错，但是我说他，然后他看我真生气了，他就不跟我吵。然后过后我就觉得说，哎，我好像亏欠他，或者说
然后我好像太大声了，然后怎么样，人家也没错，然后我就跟他道歉之类的，是不是？有的时候就压力特别大，对，他很聪明，就我觉得这样的感情啊，就是会比较长久一点。多理解一下对方吧。对，在一起1年左右，然后要分手的时候，我天天哭。给我传一口。那段时间我就就是我哭了好几次。真的哭啊！那段时间我真哭。不是会过日子，他就是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有的时候啊，我昨天我跟他说，我说今天咱俩要去那个看家具，然后你知道要有一些脑子特别不好，或者说就是那种情商不够的人，我真的遇到过这种人。就比如说那个我约好今天跟他出去那个看家具，然后今天我没去，他就会跟我抱怨不都说好了吗？要去看家具，完了今天又不看了，完了你就拖延吧，你就这个人你就怎么办？但你知道小大夫就不会，小大夫就说，小大夫就是不吱声，他心里想，擦妈看那玩意儿去，我不看最好，我他妈也不愿意去。我哪这样说的？我今天是这样说的吗？你再好好回忆一下，对啊。那他不管你，而且他不指责你，你去我就陪你去，你不去，好，那我就跟你在家待着。不是，是我，就是其实我说是要去，然后我看你，然后你也不是很想动，不想去，然后我就说喝多了。然后呢，然后你不是说我不想去吗？然后你不是说我不想去吗？然后我就说行，那就我不想去。你聪明啊。那人家想休息，那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必须要去。约定好不做的事肯定会去，有那么重要吗？看家具有那么重要吗？你还生气了，黄油太保，你因为约看家具，然后生气了，你觉得值不值得啊？对，你要分得轻重，你是对呀，重要的事情你是必须要去的，那就一定要去。你生什么气啊？你有什么生气的？要看事情的大小，对，分轻重。看这个好吧，烤蒜。无缘无故会有点情绪吧，所以你就没谈过恋爱，或者说你的恋爱就比较短嘛。这个事儿跟你就没关系啊，他看不看沙发家具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生气，我就想问一下，你生气的点在哪儿啊？那叫不懂的，就是你生气的点在哪儿？这个你还知道。不懂，你回答我这个问题，你生气的点在哪儿？不是你生气，黄油太保，你生气的点是什么？
你再打一下，刷上去了，方向太薄。你生气的点是什么？因为我有时候违约，别人会很生气。不懂他想表达什么？你的点跟我们的点不一样啊。给我一个。对啊，别人和两口子不一样啊。还是有期待的。我们这是看家具。你也是男朋友？你男朋友很多吗？还是他们会生气？上面。那你还蛮苛刻的。还得吃宵夜。我们不是宵夜，我们是第3顿饭。第2顿。咱们今天都干嘛了？我们今天就下午起来吃了顿饭，这第2顿饭。因为刀郎的事儿，我吃饭都吃晚了。我们吃的第1顿在5点，已经隔了12个小时了，11个小时了。不要。我吃一半了。好腥啊！有一点，后面都是新鲜鱿鱼。这个叫刀郎气的，叫那个臭了。这个鸡皮啊，你不要了。水，吃。哎呦我的妈，臭的厉害。给个差评。夏天这烧烤啊，哎呦我的天，老吓人了。面包。这不是那家吗？不是，那家包装不，这是另外一家，那家包装更好一点。那包装好普通。面包挺好吃。涂的比以前温柔好多了。我其实脾气一直都还算好的，我只是爱辩论，就是跟人格有关系。就有一个辩论家人格，你是什么？守护者。什么？守护者。你是 I 什么 ？IF 什么 ？IF 什么 G？我是 ENTP，
我是辩论家。我是 I 什么 G 来着？我守护者。对，我是爱跟别人辩论。守护者人格。我期待所有讨厌我的人都能听我辩论完之后，然后没那么讨厌我。如果我要改变不了他讨厌我这个事儿，我就把他拉黑。说不过我就拉黑。而且我拉黑他不是代表我说不过，是我觉得这个人无药可救。对，你说这是什么生不生气的？没生气。我说这个人我都说的这么明白了，他怎么还不懂？啊！对方打呼噜导致这自己睡不着怎么办？来，你要么解决他身体上的问题，要么解决你自己身上的问题。对啊，就是这样打呼噜睡不着，你要么自己戴耳塞，你要么带他去睡眠中心去看打呼噜。如果说他看打呼噜要戴呼吸机，他不舒服，那你就戴耳塞。如果你觉得戴耳塞不舒服的话，你就克制一下，因为戴耳塞会比戴呼吸机要舒服一点。你要么实在不行，你就分床睡。如果你们想在一起睡，你就要克服。戴耳塞真的受不了，我觉得还好啊，我耳朵不舒服。我戴习惯了。啊，你一直在戴吗？我以前的时候之前睡午觉要戴，就是睡午觉的时候，医院那边有新楼盘的装修。现在你能听我打呼噜吗？能，就是睡得好。就是听习惯了。我是有耳朵，我不是有耳朵，我是有中耳炎。那你听习惯了，你会发现，他不等到身边没有人在打呼噜的时候，你反而睡不着。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谁说的？几点了？4点了。我们明天还能不能看家剧了？我能。我还没洗澡呢。对啊。你要么明天周日去约周一去算了，周日反正人也很多，车多人多的。周日比周六。我明天干嘛？多人。你明天你起得来？继续睡觉。你起得来吧，那你，而且明天还下雨。好吃。等会跟你吃炒饭。成功的宝宝。小大夫，我看评论区里边有人说，你被大家逼的，你被我逼的，然后开始剪视频了，你怎么回应这个事儿呢？这种人算是逼的。你怎么看待就是你的视频评论越来越少？
这个我没有办法看待。因为你现在不哭穷了，你要哭穷。哦，大家都喜欢看到我的难处，大家不希望看到我过得好，只希望看到我吃苦，才会有人可怜。什么卖车啊、卖血呀、这种就是。然后需要大家给我捐肾，移植器官。就正常，我就觉得你这些所谓的流量啊，都不是你真实的流量。那个之前那个多的也不是你真实的流量，就是脚踏实地，一点一点做嘛。因为你想你的粉丝刚3000多，4000多，你一个评论100多，你觉得合理吗？不合理，我觉得它是不合理的。我最近看好多人就是在评论区里面放，就是那个评论一下，然后抽奖。我也设置一个这个，我给你们有抽奖。抽啥呀？就把那些礼品都送了呗，都好多。可以啊，这些衣服都没拆封。对啊，他们好多人就是不是出了新手机吗？但你要真抽啊，你不像他是真抽，就抖音有那个活动，他说你自己发布那个抽奖，然后礼品自己定。你俩是双胞胎吗？哪里像了？哦，我理发师不也说很像吗？那个理发师还跟你说，我们两个今天去剪头发。他说你们两个是两兄弟吗？我是说，我说他是我外甥。真的很像，不信，我哪有这么好看的？是不是啊？哪有这么好看？不懂你生气的点在哪儿？你告诉我。但咱俩都好久没接吻了。上次做还不是接了？没有。接了。下次你接吻的时候，你一定要口腔要清晰。你才没清晰。清新。我有。不清新。我清新。你不清新。我每次都刷牙。是你刷牙，但是不清新。刷牙然后漱口。对啊，不清新。是你的，你没有刷牙。我没刷牙，那你亲我，那我感觉不到。传到我这里了呀。然后又反弹回来了。对啊。又回一边去。那个毅哥，刚才因为刀郎的事你还没，我还要呲你呢。哎妈，搞错了，该在这个。你为什么叫一哥呀？你这名起的不怎么地啊。你还挺记仇，没有开玩笑的。能好吃吗？不好吃吧？也没有，就那样。啊，金山也在啊。这叫金山的真的不行。刚才差一点，我还以为我抱他家孩子呢。小狗吃不到，该抱狗粮了。这跟我吵的。你丢这，你吃不到是不是？来。还行啊。
买外卖送的瓜子儿。宝宝，小狗，你吃完我带你出去啊。可是我不想睡觉，但我又不知道聊什么。你继续聊呗。聊点争议性的。你们觉得啊？我估计现在得有100个人已经睡着了。你们觉得啊？估计是的。你们觉得感情里要分10吗？你们觉得感情里一定要分10吗？要，不用，肯定分，不要。除非要占0。说要的都是纯的。感觉对就行，感觉怎么算对呢？其实不需要。看对方了。来，我现在采访一下啊，宝宝们，你们觉得感情里要分10的请扣1，不分10的请扣2。你觉得感情里必须得分10的请扣1，不分10请扣2。好。2多，不分。2比较多，不分的比较多。2多。纯的要不，纯的不要，纯的要不，纯的不要。纯的要，不纯的不要。拜托你打字的时候加上一个逗号。那就是1。哎，那些说要分10的，请说明一下你们的理由。要分10的，说一下你们的理由，就是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分10呢？你们说一下，可以连线啊，可以连线说。你们可以跟我连线啊，晚上没啥意思，现在认识你们的人也少。来，可以跟我连线。别害怕，跟我连线。我不吃啥，我有。你们是这方面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问题。他就一直想做1，我不同意。我站2，我站队。你觉得不应该分？一半一半吧，我站1.5。不是，你觉得不应该分10是不是？我站1.5。你就说一定要选1和2。我站1.5，你听听我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说，站1，我觉得是应该分，就10明显。站2是，但是他有一天他偶尔的时候想要一次2次。
看了你几场直播，觉得你对零有偏见一样。其实我不是很懂，我对零有偏见吗？不是有偏见，不是对型号有偏见，是对人没脑子的人有偏见。他说我对零有偏见，我对零是非常喜欢的。不是对，就是我是对一有偏见，就是我生活当中很少有一的朋友，我不跟一聊天，因为我觉得一很无聊。啊，他们都是零人。对啊，我跟零有的聊啊。啊，他们都是零人。差不多。直播间里得有现在188人，得有150人是零。不是我身边吗？身边那些不聊天啊，喝多了聊。我觉得一定要分，起码在一段感情里一定要分。就是黑是黑，白是白，但是黑白中间有灰色地带。好，你代表不分，我代表分，是不是？我们说的课题啊，大家再清楚一点啊。我们说的课题是一段感情里要不要分1和0？我方观点是要分。来，请3分钟答辩，开始。你就说你不要分，是不是？你就说你不要分，是吧？那我想问一下，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这个能不能设置投票啊？你不分，你怎么确定他今天想做110呢？你去问他。我占1.5。不是，咱俩只能对立关系。就是你不分110的话，我今天怎么知道你想做1还是0啊？如果我是占2的话，如果我是占那个，我是占不分的，那我怎么确定你今天想做1还是0啊？问吗？啊，你占分？对啊，我占分啊，我占分就是我一定要分110的啊。你是说你不占分吗？对，我不占。那如果是像你们这种，那你们怎么能确定他今天想做1还是想做0呢？就问他呀。那如果说今天你也恰好就是想做1想做0呢？那就商量好，那你就今天。那怎么商量？这个事儿不是很尴尬吗？很尴尬，就商量说，那今天我做，明天你做就好了。你看，下次你做。这个东西就是个问题。你看，就比如说啊，我问你，你今天想做110，他肯定会说我想做1或者我想做0，是不是？那他就是有一个倾向性，做人就有一个倾向性。那如果说你的今天的倾向性也是这样的呢？你能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说你今天也想做1呢？就谦让了，是不是？那就对。谦让了，那下一次呢？如果说，哎，你今天该做0了吧？不，我还想做1。那就不做，那你就生气了呀？那就打出来，那就用手打。那不就是有矛盾了吗？那就做2次，那下次他也做2次。那有的人他就是一直想做0。那一直想做0的不就是不分了吗？那人家就这段时间人就想不想分啊，但是人家就想做0啊。爱不分，爱不讲，不就是。那肯定有一个人是爱，或者是就是爱的多一点，爱的多一点，爱的多一点，对啊，那他一直自私，你怎么去评判呢？那就谦让着他吧。好，如果说两个人，你看，如果说有倾向性的话，会有矛盾；如果说两个人都互相谦让的话，累不累？这个天平始终是没办法平衡。对呀。一定有一方是会谦让对方，就是他一定是，除非你找那个0.5很纯，就是他说他今天要1哦，那你就1，那他今天说要0，那他就0，就他完全随和他。不是那个是那个裴峰啊，裴峰
你说的那个互 C 的那种，那是小说里边。啊，互什么互哦，那是小说里边，现实当中就是他完事儿了，他不会再动弹了，这是现实。你没谈过恋爱，这回你能懂吗？互 C 多你累啊！你随和，但是他不代表他随和啊。不是人人都随和，对啊，你可以随和。怎么可能会有互 C 呢？那互 C 它能维持多久呢？互 C 的尽头就是再找多一个，纯的。你们能懂我的点吗？就是大家如果说大家不要求这个东西，这个界点是什么？你问你对象可以，大多数不可以啊。你不要求这个东西，界点到底是哪儿？啊？就你们告诉我，就是你们这些不分的。对，不分1、0，那你们界点在哪里？因为不分，所以才能前任。就是你们这些不分的，我就很好奇，你们能不能说服我？就是你会不会牺牲自己委屈别人？是可以委屈别人，小鬼鬼，我说的观点你可能没懂。就比如说，他想做0，我也想做0。今天晚上该我做0了，但是你也想做0，那我因为我爱你，我说那你做0吧，我今天我就做1回1，结果次次你都是做0，次次我都做1，这还叫不分吗？这就叫分了呀，因为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一个0的心理，0是做不了1的，他更不愿意做1。你们说的是1变0的事儿，但你们有没有考虑1变成0，它就是0了？憋不住了。就是你们这些不分的人，请问你们谈过恋爱吗？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回答我这个问题啊。我真好奇，你们谈过恋爱吗？就是憋不住了。你谈了8年。听不懂说啥呢？那你在那块说啥呢？那个欧哥、毅哥呀，还说我对0有偏见，你都听不懂。这你都听不懂，你还说我对0有偏见？哎呦我的妈！我说的概念不一样。你说，来，你说那个君有云，你说，我们就在探讨啊，你说嘛？很多都是单身狗，是不是？他没经历过。你知道一个0，你让他做1，不太可能。只吃了哪里都是啊。你们这点你们都不懂。我说什么？不是你想是对方想。我分析一下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好像有0.5，是有0.5，是有0.5，孩子们，我承认是有0.5，它0.5是阶段性的。0.5是阶段性的，而且你不确定一点，就是说你对象出去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什么？那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是你可能觉得它是0.5，0.5好还是不好？没有说它好不好，没有说好不好。对，你要说赛的，我是一件，我为什么会觉得说感情里要分呢？说清楚，分工明确，因为你们不知道一的心理，很多一的心理啊，你让他做一回0，他可能就爱上这种感觉了，他就会心痒痒的，他可能就偷着做0去了，然后他就会找个理由跟你分手。你们能懂吗？你是控制不了别人的。对，他肯定是有倾向性的，对。就我觉得你要对自己有要求。哎呀，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就是自由和不自由的一个观点，你知道吧？这是自由和不自由的观点。你表面上说你自由了，然后民主怎么样的，就这些东西，它没有标准，它没有边界，它是会出问题的。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这些0，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这些那个0.5啊，如果你们老公在外边就在你面前他做1，他在外面做0，你们能不能接受？人生就仨字儿人生就仨字儿，我就问一下你，你说怎么开心怎么来？这是你的观点，谈恋爱是2个人的观点，他跟你的观点不是同步的，这回你能明白吗？说实话，你怎么感觉那个君有云？你要反对我，你要说出这个具体的事情，你要说出具体的事情，你要有理有据的就是你就反驳我，你不要就在那块说几个字。很少10，不太喜欢10怎么办？没什么怎么办？我自私，跟我自私有什么关系？说话说不明白。有些人说话说不明白，你表达什么呢？你要说明白呀，你这。
对，要有边界感。你是心理接受不了，还是身体不行？我是心理和生理我都可以，宝宝，君有云，你记住我说的一个观点是，我说这段感情里你只能做要分一零还是不分一零？我是说这段感情里边，我的心理接受不了的点是什么呢？如果说这段感情里我一开始是零，那我就是零的状态，我就会做好我零的一个状态。比如说零应该怎么样，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是固有思想，但是我个人会觉得零就稍微野心没那么强一点，就是稍微收敛，对家庭就是稍微照顾一些，我会觉得这样是零，所以我也会让自己变成这种。我不可能就是说我是个零，然后我天天就是操心事业，操心这个操心那个，然后把自己搞得那么累，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是每天特别暴躁，然后就是那个雷厉风行。我觉得这个跟零没什么关系。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一干什么？你知道吗？一干什么？一要做什么？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一个角色的一个分清楚角色。你就是这个角色，哎，比如说你一，哎，你稍微就是说什么，你工作你要生活重心在工作一方面，我跟你在一起呢，我照顾家里多一点。在有一些矛盾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哎，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取舍，而不是说就是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大家都这样，那谁顾家庭呢？那谁顾家庭呢？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就说，你们说的这些，就俩人都这么往前走，谁顾家庭呢？都不顾家庭，你们觉得这靠谱吗？异地恋的家庭主妇算什么？不能满足对方。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就是，我就说你们这帮人就是说这种话的人，你们完全没有实战的没有实际的生活的体验。为什么满足一下对方？你是满足了，你知道对方怎么想的吗？你压根你都没有在一起过。不能太绝对，万一别人就想这样生活。这些东西啊，我没办法跟你们说。就是那个文人就是文人这个人，你说的这个观点都没错。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实际的情况？就是我真的想告诉你们，思想跟实际的情况是两回事儿。我完全给你自由，大家随着心意来，会乱套的。会乱套的，你必须得标明，就是说这个事儿是归你。你就比如说工作上，如果就像你们这么说的话，工作上大家不用分岗位职责了，大家一起干呗，不用分什么管理者，一起干呗，大家有自觉性。但你要知道，实际上人是没有自觉性的，你们能懂吗？包括就是说管理，大到国家，小到什么公司，这些都是你要是立好规则，起码有一个条条框框，一些就边界，哪怕你稍微越了无所谓，但是你必须得有的。
能明白吗？人人都说自由，自由，自由，自由到最后就是乱来。就像你们会觉得说 ，OK， 就像你们会觉得说啊，那个工作上啊，大家完成就好了呀，干嘛就一定要打卡呢？这个事情不是说打卡的一件事情，是以后延伸的事情啊，能明白吗？你什么逻辑？不明白，那你就是有问题，因为你没实际。君有云，你多大年纪？啊，应该也年纪也挺大了。你40应该就是不懂这些没关系。你也不明白。你明白，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这么解释呢，就是你不要高估人的自觉性。人类啊，我没有气死，我是觉得挺累的。你不要高估一个人的自觉性啊，你就是觉得外边的角色跟家里要保持一致，外边的角色跟家里边，你这是从何而来的呀？我的意思是说啊，一段感情里啊，它一定是要有明确的分工的。这他妈跟他妈公平不公平有什么关系啊？什么男女平等了？这不是说男女平等，是要阴阳调和，要有高有低，然后这样才能，因为没有绝对的公平，所以它一定是多一点少一点的事儿。你多一点，它少一点，它能补充这个，它能画成一个圆儿。你要是俩人都多了，那就不对了。没有说什么高低，什么贵贱，什么公平不公平，没有这个。你要知道，人最好的两个人在一起一定是互补的，不是相同的。它是相同，这相同它就会出问题，互补才会 OK 的。这回能明白了吗？就你也想做这个，我也想做这个，那不都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团体，然后他想去那个打猎，你去砍柴，但是你今天说，哎，我今天我也想去砍柴，然后俩人都去砍柴了，没有打猎的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比如说你老公啊，你跟你老公，然后你今天，也不是说你老公了，就跟你跟你对象，然后他平时他做1多，然后今天呢，不是一直一次而已。对，君有云，你要听懂一个点啊，你要听懂一点，一次就会乱。我不是说一次就不行，但是你一次，君有云，你现在有没有对象？我就问一下，如果说你跟你对象在一起，他平时是1，然后你让他做一次0，他可能以后他就收不回来了。你有对象，按你的意思，一次性出轨也没所谓，是不是？你要知道对方怎么想，我知道对方怎么想啊。
没把对方，我没把这个事儿看得太重要了，所以你必须得递出规则来。你做了一次，证明你爱他。好，我就想问一下君有云，那你说你做了一次代表你爱他，那你这不代表你就是1或者0吗？君有云，你这个是啊，你做了一次，不是你做了一次代表你爱他，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分1、0的，然后你做了一次代表你爱他，是不是？你怎么站在我方观点上了？要分1、0。人家偶尔想做1，人之常情就应该满足对方。是啊，是满足对方。那你们是不是也拿1、0去分了？这不就代表你们也是认可1、0之分吗？这句话说的没毛病吗？你们不分哪会乱？我就给你做个假设啊，我就给你做个假设。那个不分哪会乱，这位朋友，这个 AS 这个 AS 这个你是1还是0？AS 你是1还是0？你回答我，你快速的回答我。你是0.5，你偏1偏0？你偏1偏0？快速回答，偏1啊，偏1。那如果说你男朋友因为你做0了，然后会觉得你越来越0了，怎么办？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关键你不会，你是偏1的，然后平时也做过0，然后你会觉得说你不会更倾向于就会把自己变得越来越0，你觉得你不会是吗？就是你觉得你不会。你就做个3、4、0。就做个3、4、0。你们的观点真的是觉得，你们要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你把心理和生理搞混了。每个人都不一样。跟心理角色有关吧，生理心理都有关。实际的情况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1，然后她男朋友就是属于撒娇啊，就属于撒娇。
然后就说你做零好不好？然后她男朋友就拗不过她，就做了一回零。结果呢，俩人后期就互一互零了。后来这个一的朋友就觉得自己更想做零，然后就出轨了，在外边做零。这是真实的案例。你也有案例啊？不是心理角色很重要？怎么解释呢？就是这个东西，这个跟10没关系，那怎么跟10没关系呢？这个零非常难过，就是他俩分手的原因居然是他要让他做一回零，他会难过死。他一次就是试探，如果说是因为他做一出轨的话，他不会那么难受，他会后悔一辈子。心理导致的，你知不知道生理做零，其实心理就会跟着做零。你们就觉得说，就是你们那些观点的人，你们就觉得说我不会受影响，然后我意志力非常的坚强，那可能是你们比较牛逼，但是人家另外一方不是这么想的，就能明白吗？你们知道吗？就是你们会觉得说你们就是可以，但是你们不知道另外一方怎么想的。所有的偏零的人都接受不了自己的男朋友做零这件事情。你们就是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就是你看你们这帮零还希望自己的老公为你们做一回零，结果你们老公真的做零的时候，你们会有点嫌弃，甚至你们会发现他越来有一点点小母的时候，你就会有点嫌弃。所以还看纯度，看什么纯度啊？你就是我说白了就是你不了解别人怎么想，你以后所有的事儿，他们都会觉得你在说你自己。那君有云，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我再举例说明。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恋爱是两个人的你不能说你自己怎么着，你还是要有约束的。人越多，你越控制不住人的思想。部分现象，咱们就拭目以待。你们这些开放式关系，不是说咒你们啊，就是我觉得你们这些开放式关系把人性想得太简单了。一旦就比如说你们这些开放式关系的人啊，就比如说有一些是开放式关系的人，你们觉得你们都能 hold 得住都能 hold 得住，但其实你们 hold 不住凡事还是要有界限，要有一个界限
是要有界限。他应该是开放式关系，不是，就分手了，而且他我那个零的朋友就跟我说他很后悔，他很后悔。东西你是试不了的，你是试不了的。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话题，确实没有结果。所有的辩论都没有结果，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吸取这个案例的一个教训啊！你们这些零，千万不要觉得说，让老公尝试做零怎么样？你老公会爱上做零的感觉啊！你老公可能会爱上做零的感觉，所以我就说，你不要让我做零，让我做零的话，我以后更啥也不干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可以啥也不干哦？做零我就天天在家待着，我就等老公给我挣钱。那你就出去挣钱。那不用啊，那做零不是还要洗衣做饭拖地？我是懒零。有那种贵妇零，我觉得开放式关系也要分，你也要跟他说清楚吧。哎呀，这就是我跟你们的三观不同。我觉得首先不能有开放式关系，有开放式关系，咱俩就是就不要发生关系了。没想到你这么封建，我没想到你玩的这么大啊！我们其实是很保守的。对，这个我是很保守的啊。就你可以就是跟你男朋友开放式关系，可能多人我不行啊，这可能是人和人不一样的啊。对，你多人就是你多人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也不去说它对错。对，我跟那个就是菜包我是同样的感受，就是我能理解，但我不接受，你开放式就是还不如分了呢。你没有多人，我就说嘛，假如你多人就你开放式关系我不行，我是宁可没有，而且我不觉得说我一定要挂这个对象啊。对啊，说的在外边的人你知道一样，对，我不接受，不接受，就是出轨我也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对，就不接受，谁跟我说也没，就是不行，我就是接受不了。你要是出轨，你要是有一些什么不干净的一个动作，分手就好了呀。就是你跟别人怎么样无所谓，我不接受，就这么简单啊。可以你愿意咋地咋地呗，是不是？是啊，为什么要强求呢？我在别人那儿当唯一多好啊，对不对？胖了好多，胖了一些。对呀，你在那块撑什么呀？而且就是我不接受，就是纸包不住火，人不会出错。不是我，主要是我觉得脏。就是首先呢，我就觉得很脏。你在外边跟别人怎么做，我不知道。第二点呢，你碰过别人，我就不行。
有的人说那谁不是谁的前任怎么的？你怕糟你别谈恋爱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概念。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会找一些就是稍微乖一点的孩子。那像你这么说都是人，那你就找一个特别乱的人，不也是吗？那不是啊，你找一个稍微单纯一点的，或者是稍微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的人，你在一起就好很多。出轨就是不那么爱了。这点还咋了？你别跟我靠近，你别给我套近乎。你在那叭叭叭叭，我蛐我的时候呢，看不到没啥事没有，那我看不到啥事没有，这种我也接受不了。看不到啥事都没有，接受不了。哎呦我的妈呀！你这掩耳盗铃，看不见啥事没有？有多少人能就是这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有多少人认可他的观点？看不见无所谓。你都实话实说，不用说。撤北吧是啥意思？还是沸羊羊？有多少人能？那你这个名字多讽刺啊！啊，你这个名字多讽刺啊！你是不是随便起的名儿？你知道你这个名字的概念？你知道你名字的意义吗？他偷吃你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希望就是说对方如果说你出轨了，你跟我说，对你跟我说你出轨了，好，第一件事在咱俩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出轨？如果有出轨，我赶紧去检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没有，谢谢你，分手，再见。对，就完事儿了完事儿了。你别害我。他不说，我起码问了呀，我自己去检查一下啊。他说不说，那你他没良心，他就不说呗。那我能要求人有良心吗？对不对？傻子才跟你说呢，那就检测一下呗。正常的，你作为一个 gay 啊，你平时你也要检测一下去那种医疗单位啊去检查一下也挺好啊。怎么检？他妈的，这个你自己去搜，我不是那个宣传大使。难免会没有激情了，转变成亲情了，那就分呗。不知道检测啥？检测那个血液呀，检测，检测就是你君有云，你真的是很黑暗，你长得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我就说不上来什么感觉，但没想到是黑暗你挺黑暗的，你君有云。就你看你那个头像，我就觉得有一点暗。对，他怎么什么都能说歪，是的就这个人就是什么都能说歪。反人格，对，君有云，大家小心点。还是五姑娘好，不是，咱们就说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是有那些觉得说在一起久了，然后没有感情，那就分呗。不是，不是那个咱们那什么咱们刚才那个就表达上可能就是有些人可能对
对那个什么出轨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有一些偏见，没有。那我现在想采访一下这些出轨的人，现在直播间里有没有出轨的？来，直播间里有没有现在正在出轨的？请扣一。直播间里现在有没有正在出轨的？请扣一。来，没事儿，踊跃的就是举手，我不为难，我不为难。就是咱们就真的就是就是探讨，人生就仨字儿，你出过轨吗？你现在正在出轨吗？人生就仨字儿，咱们就是探讨啊，就是探讨，就是探讨，人生就仨字儿。你闭嘴，你给我闭嘴。小鬼鬼已经分了，小鬼鬼你好，小鬼鬼你好。有对象的谁看你直播？这不有对象的吗？来，有对象的请扣一，来，有对象的请扣一，有对象的请扣一，现在有对象的请扣一，来，有对象的请扣一，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5个，来，有这么多呢。君有云，你看见了吗？来，那个小鬼鬼，小鬼鬼你好，你方便连线吗？你方便连线吗？小鬼鬼，看见吗？那个君有云，打开你的眼界吧，啥也不是的东西。小鬼鬼方便连线吗？可以连，来你连我，宝宝你连我。雷好啊 Hello，你是哪里人啊？广西的，广西的。你今年多大年纪26， ？26。你现在方便通话是不是？方便啊，我一个人。你一个人。广西26岁，你是1是0？一，是1。然后你刚才说你曾经出过轨是吗？我没有出过轨，我只是说我分了，我没说我出过轨啊。那我说出过轨，完了你就是在这块说，我以为你出过轨没有啊，不是，你要出过轨无所谓的，咱们就是探讨，就是探讨一下出轨的那种心理。没有，但是我对象出过。那你觉得你对象出轨，为什么还跟你在一起呢？那是我不舍啊，不是他。不是，咱们就着重说一下，就是你对象出轨了，然后你发现了，然后你发现了，但是你挽留他，不让他跟你分手是吗？差不多吧。就是你发现了，反而他要跟你分手，是不是？是。哎呦，那他有没有跟你说，就是他出轨的原因呢？因为我跟他是合伙人，所以他只是遇到了一个觉得他对他事业有帮助的人。哦，那他为什么不继续下去，然后就是要选择跟你分手呢？你觉得？后面是我分的呀。不是，一开始你为什么要挽留他呢？因为当时我跟他有合作啊。有合作，不是因为真的喜欢他吗？确实喜欢，也有喜欢，也有合作，当时两者不可分。两者不可分。那你选择继续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一些心态上的变化？其实没有。就无所谓。不是无所谓，是等于说他回头就行了，但是后面确实他也回不了头。回不了头，然后不过不是我，因为我也没被出轨过啊，就是我真的就是跟大家交流和就是探讨啊，就是你被别人出轨之后，其实你的心理变化没有多大，是吗？有，说真的，其实很不舒服。很不舒服，不舒服的点在哪儿？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事儿让你最难过的点。最难过的点啊，就是说我掏心掏肺对你吧，然后你还做出来这种事情。因为我跟他合伙，属于基本上是我全盘操吧，就是全程都是我操盘嘛，他没做啥事，就是很无聊，所以就造就成他可能到处去干嘛干嘛了。那这里边，因为你俩是合伙人，就有一个问题，资金谁出的比较多？
我出的，他出了吗？他没出。那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就是名义上的合伙人呢、不是名义啊，是因为我认识他之后才一起合伙的呀。就是项目是他的，但是你是投资人且实际进行者，是不是不是，是因为我要用到他的人脉。 ？OK，那就是他是有那个所谓的就是技术股，或者说就是其他的股份，你是单纯的那个其实没有技术股，他只是单纯的是把我带入了这个行业，然后介绍了一些人给我认识吧。然后呢，我通过这些人，然后就把这些事情做好了。好的，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当时你最终决定跟他分手的原因是什么？他拿了我几十万货款，跑了，没跑，花了他，没跑，就是直接硬拿。就是我这么理解可不可以？就是他其实有想跟你就是分手，然后在分手之前拿了你的钱。不是，他是因为他有另外一条线，然后他出问题了。是因为钱才分手的。也不是说因为钱吧，是因为我没想到他会那样子做。然后他既然拿了，那我想，毕竟这东西也是他带的嘛，那给他就给他呗，不然只能打官司，这也没必要。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索性的就清楚，就当个学费。就是一下就清楚了，然后就索性就分开了，是不是？对，硬拿是什么鬼？硬拿是因为我跟他共同有一些资金，就我们有一个公账，啊，然后呢，我们还有，因为我是做珠宝行业的，然后我们当时还有一批，属于货嘛，然后他把货拿了，然后公账的钱也拿了。评论区里有一个关心的点，对方是直男吗？不是，他的人脉关系对他生意有帮助的，其实也是个男的。对，但是他算是这个行业，就是算是我们行业比较顶尖的存在吧。就是他可能话语权比较好，但是他实际没那么成功，只是说他的人脉比较好。在一起8年，这8年，你觉得最大的问题，一是出轨，二是钱的问题。也不是因为钱嘛，因为我对钱看着也没那么重要，只是因为他做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到确实不应该，你知道不？就是你要拿或者你要借，我给你，可以给你，但是你就硬拿，我就很不开心。所以他出轨是在你们在一起多久的时间出轨的？在一起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应该是有个2年。就是他多久出轨的你也不知道，然后后来是你发现的，然后其实这个时候他跟那个人已经在一起2年了。对，是的。他不是为了钱跟我在一起的，因为我跟他只是因为我们后面项目有赚钱，知道不？因为他之前有没有钱跟我也没关系，我有没有钱跟他也没关系。我回复一下评论区啊。我知道，那我想问一下，你能确定他只出轨那个人吗？还是他是他是因为跟那个人有合作，还是因为爱上对方，还是单纯的爱玩呢？怎么说呢？因为当时我们行业会有一个新的东西存在，然后他想去尝试那个新的东西，但是我不同意。然后呢，他就认识那个人，然后他想去要那个人去帮他实现这个东西，然后我当时拒绝了。我说你要请人，你可以去外面招都行，但是他只认定那个人。后来我问清原因之后，他才说就是因为那个人他家里面有他所需要的东西。你现在是26岁，这个是在几年前的事儿。2年前。
那你现在应该蛮厉害的，你现在26岁应该蛮厉害的。不算很厉害，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个主播来的。你是个主播。嗯，但我从你们的感情里边，我会听到一种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你们所有的感情是还蛮有正事儿的，就是在发展自己的事业的。其实不是，因为我只在干事业，他其实属于一个玩的状态。那他因为他想开展那个业务，所以跟那个人在一起了。对，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听听，他们24岁谈恋爱就开始就有这么有目标性，然后有计划性，我觉得还蛮厉害的。但是我谈的那个他属于他40来岁，他不是同龄的。40来岁，然后花20多岁的钱，然后在外边养了一个人。你觉得他养那个人，他那个人是他养着的吗？不是，因为我跟他都属于是在外地嘛，然后呢，他就是在我们工作的地方认识的人。那后来你跟他聊天，他对那个人是真爱，他俩是真爱，所以坚持了2年，是不是？我问过他，他其实也是出于叫什么，他也想做一些他属于他自己的事情，因为我跟他的合作，他基本上他帮不上忙。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他跟他是真爱吗？我不知道哎。你没问过。问他干嘛？但是有一个离谱的点啊，你没有要求过他跟那个人分开，然后回到你身边，是不是？我要求过啊。但他怎么回应呢？他说做不到。哎呦！但是后面发生了一个很戏剧性的东西，就是我当时我知道了那个人的存在，因为我当时我出差了，然后我定位到他那里，然后呢我定位了到那个小孩，对方也是个小孩子嘛，然后我就发信息，我说你知道我跟他什么关系吗？然后怎么样子的？后面我说，反正我就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嘛，然后就骂了他一顿。你说了多难听的话？该说的都说了。就是他就是跟你玩玩，然后怎么样，他还是怎么样，不喜欢你的之类的。不是，我说的是我的人，你不要动或者怎么样的。我说你该滚远点就滚远点，一些话的之类的，反正比较难听嘛。这些话没有什么杀伤力啊。但是后来我回去之后，因为我跟他待一起嘛，然后呢，那个小孩3点多钟敲我们家的门，知道不？直接上门来了。干嘛呢？直接讨要说法，说我为什么要去说那么过激的言语什么的，当时我都报警了。他要什么说法呢？我怎么知道他要什么说法？他就说我说的话很难听啊，上升到人身攻击了。人身攻击，然后呢，他要怎么追究责任，让赔偿？没有，他啥也没有，反正就是踹那个门，反正我打开门了，然后我那个合伙人就待在房间，门都不敢出。然后呢，我是怎么解决的？我当时我说要报警，但是那个小孩他身边陪有一个人，也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他说他们是好朋友。然后我报警的时候，他那个朋友比较理智，然后把我的手机给按断了。然后当时我们是住在3楼嘛，然后我就说，要么你们下1楼去谈，要么就在这里，要么就等警察来。然后呢，我就走到1楼吧，然后我跟他聊了很多之后，我靠，我还把他送回家去了。把那个小孩送回家去了？对，他那个朋友不知道走去哪里了，因为当时我们是属于小区嘛，然后他在3楼吵，但是我们吵得挺厉害的。好，那我大概听了你的爱恨情仇，想就是了解你更多。你现在是在做什么？珠宝行业？是的。玉石吗？是的。广西那边的玉石很厉害，是不是？边境。
对，边境律师。不是，我是在中缅边境，哦，就是这个行业现在赚钱吗？现在可能如果你擦边赚钱，不擦边不赚钱。那我们就不问详情，擦边是什么？就是像那个边水往事一样吗？擦边是属于什么啊？就打个比喻，你直播，你直播怎么说呢？就打个比喻吧，你直播本来就是个胖子，但是你利用了美颜，然后呢，你就打造成自己就是很完美的状态，然后你以这个东西去出售给别人，这就属于擦边，有点虚假的意思。啊，那这个不要说了，会影响你。哦，这个不要说。不是，我只是这样说，但是我不做这样的事。就是不懂，我到现在我也不懂，我觉得他应该没说的很详细，但是咱们不要说这些东西啊，就是人的财路啊，咱不说啊，咱不说。其实也不属于冲刺好，因为这个行业有一个规则，它没办法做到7天无理由，它没有这个东西。好，其实这个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啊，咱们直播间里的人就不要继续再往下问了。这个，但是你们尽量不要碰这个啊。啊，这挺好，挺好，挺好。那想问一下，现在存款大概有多少？就是大概啊，就是咱们就说个大概。我存款现在可能就剩个30-40，因为被他拿走了一部分嘛。哦，就是也就代表着说，其实这个行业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不稳定，是不是？不是不稳定，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疫情亏了很多，我们疫情亏了300多。啊，亏了300多。那请问一下，就是像你26岁啊，你今年才26岁，那你跟他在一起，可能你20多岁，28出头，那你的启动资金是怎么来的？我的启动资金嘛，因为当时我是14岁出的社会，哎呦，然后呢，启动资金当时可能就只有几万块钱，5-6万块钱。就一直从小做到大，做到这么大。对，不够资金就先叫家里先周转一下。那你是怎么评价自己26岁，然后存款有几十万、30-40万的这种，一种就是这生活的一个水准水平呢？但是这个对于我们行业来说算是比较水的级别了。但是在同龄人里边，你26岁其实算是蛮厉害的。这个我倒没想过啊，只是说很多东西叫什么，做的比别人好一点就行了呗，那就看谁做的好就往谁的方向去看呗，对吧？所以给一些年轻人创业的一些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就是你要对标好的，不要去嫉妒别人好的。说的再详细一点。再详细一点，就比如说他一年能赚20万，但是我也要去向着他那个方向去，我也要一年赚个20万、30万这样子。你不要觉得人家一年赚100万，你就觉得他100万我眼红了，然后我去搞黄人家怎么样的？但是你得去看人家是怎么去赚这个钱，对吧？然后你得往那个方向去看。好的，那你分手多久了？现在？其实去年才真正算分的。还相信爱情吗？相信。准备好下一段感情了吗？没有。没有，还是对他念念不忘吗？还是我现在是先以事业为主吧。以事业为主，就是单纯的不想碰爱情。暂时不碰吧。好的，我大概懂了。好，谢谢你的连线。好，行，谢谢啊。拜拜。拜拜。哎呀，想挖点八卦没挖出来，还有没有连线的？说说你的上一段感情。来，还有没有想连线的？跟我说一下你上一段感情。来，还有没有想连线的？蛮优秀的。我想挖八卦没挖出来。来，还有没有就是现在可以连线的？咱们聊聊天。好冷静的朋友。
说到八卦，我可就清醒了。来这个菜包，来有没有连线呢？咱们就聊一聊，就是你们的情感嘛。对，因为很多人其实，就一直在听我讲故事，我也没听你们讲过故事，而且大家不用紧张，不用害怕，我是会非常有经验的，就把你们的故事给你们引导出来。来听八卦，有没有了？有没有的？你已经看开了，来有没有想跟我连线聊一会儿？咱们再聊2个，咱们就下播了，好吧？再聊2个，咱们就下播了。那位哥哥呢？军哥被骂跑了。来，那个金山呢？金山一哥，别躲着。金山一哥，别躲着，来。金山方便连线吗？金山，这叫金山呢？怎么还不睡？在聊天。在聊天。咱们可以连连线聊聊天啊。俊爷还在，睡着了吧？你们不想连，我啥也不是你。你要不跟我连线，我就开始骂刀郎。来，有想跟我连连线的吗？有没有想跟我连连线的？还未睡，对啊，社恐怎么办？我又不喜欢刀郎，那我记错了吗？刚才跟我撕的那个不是你啊？那我记错了，那我刚才骂错了，就是他，就事论事啊！你什么东西？你跟我就事论事你？没事，不用社恐。你们要相信我一点，就是我有的时候是直播效果性格，其实我性格还是蛮好的，你们要相信一点。来，不要让我点名啊，主动来。老板不睡觉，我不是老板了，我现在不做就罢了。不要让我点名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呢？感觉他刚才玩的挺花的。还没去过你酒吧？山东郑庄南放烟花。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觉得刚才你聊天还玩的挺大的。随便聊聊而已。没有人敢跟我连线吗？是害怕我还是就？刚才你们也看到了，其实我聊天还蛮随和的。有没有想跟我聊天的，连线聊天的？来，我们来了一个。你好。你好。哪里人？安徽合肥人，目前在江西。多大年纪？27。27了，是1是0？是1是0？是1呀。别闹。感觉声音有一点点0。真是1呀。是今天有点不舒服吗？没有，刚睡醒。刚睡醒，是1。现在有对象了吗？没有。没有。是分手的状态还是一直没谈？分手的状态吧。分了多久了？分了大概快2年了。快2年算分手的状态吗？你这2年为什么不找对象呢？因为第一段感情太刻骨铭心了。就是你只谈过1段感情？对。
为什么？就是你俩在一起多久3年多。？3年多，那也就是25岁、22岁在一起的。嗯，应该是算一下啊，差不多。差不多22岁，然后你在这段感情里又是一，那你对象是多大年纪？当时30多。啊，你对象是一个中年龄，嗯，哎呦，就是他做过什么样的事儿？就是你们很难忘的一些经历，就是能说一下吗？就是欺骗，然后出轨。不是，咱说点好的，咱说点好的没有好的，啊，没有好的，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呢？就通过那个嘛。啊，在那个小软件儿认识的，对。然后其实是为了抱着一时之快才认识的，是不是？因为当时我们都在里面。啊，都在里面，对。在软件里边。不是，是在那个里面。哪里啊？不是进去了，是另外一个里面，就是去服役了。是吧？啊，他是你的领导，不算是我的领导。反正是领导级别。对。哦，那我懂了，那你是怎么发现他出轨的呢？就他给我小号发信息。哎呦，就是你是感觉到他出轨了，还是你就是有俩号？我本来就2号嘛。你本来就俩号，我想请问一下你，谁正经人家有俩号啊？那你是为什么有俩号？不是很正常吗？啊，很正常。为什么？但是我那个小号也不是为了试探他呀，他就是给我发信息了。而且我跟他认识之后，方便你约其他人吗？没有，我不是怎么说呢？我感觉我还是挺专一的。那你就回答我，你为什么会有俩号？就2个号啊。因为我在进去之前我就2个号啊，我在认识他之前我就2个号啊。啊，就是你还不是为了他整一个小号的。这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这个生活经历不太一样啊，就是我身边都是一个号，然后处了对象，然后就把唯一的那个号也给注销了。你这个是处对象以后俩号都在用。那个小号是我没认识他之前我就登过一次，然后估计位置是在那定位了，然后中间有一次我切换了，然后发现他给我发信息，我那时候就感觉很怪。不，那我有一个题外话，就是绕开你俩，你打开那个软件，你的周围人多吗？不多。就是有就是你们同样在这个里边的人，在那里边的人会有人吗？应该会有，但是因为在那里面嘛，都是小号，它的定位啥的都是很模糊的，就是空白，你在地图上是看不到那个地方的。所以你们都跟小号打招呼，然后都不用真的。我用小号打招呼。那真的那个照片什么的不会往上发吧？不会发的，正常是就聊聊天，不会发的。不会发是不是？对，因为怕影响是不是？因为怕被发现嘛，都会担心受怕的。顶多聊聊天，然后也没啥，具体啥都不会干。对，他对你的小号就是跟你聊天了，然后就明确的邀请要发生一些东西吗？没有。那你怎么判定他是出轨呢？他出轨是我中间跟他处了1年多，他手机，我用他手机嘛，然后看到了，不是说用小号什么之类的。看到什么了？看到照片了。什么照片？就是他抱着一个人的照片。是就在床上那种。赤裸。就是
也不是吧，就是上半身没穿吧，然后就靠着那抱着一个人，那你去质问他，他怎么回答的？没有质问他。你就直接没有就是跟他直面面对这个事儿。对，我就装作什么没发生。那你后来怎么去就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的？因为他这个人吧，就是属于那种嘴硬的那种。那你直接把照片就是拍下来，然后打印出来甩他脸上啊？因为没必要，我为了他，我留了3年嘛，我一共在里面待了5年，在最后那一年我要走了，我就感觉没有意义了，我就走了，要退了我就走了，就感觉没有意义了，因为那个时候感情已经濒临，就是很难维持下去了。哎呦，那有提过分手之类的吗？我提过呀，他怎么他怎么面对这个事儿？挽留啊，他是会跟你道歉的那种吗？反正就 PUA 我吧，因为当时我还小。PUA 你，那个时候你能分辨出是 PUA 吗？分辨不出来，反正他当时不是我领导嘛，然后就各种说那啥那啥，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和他在一起不能因为他是领导就是为难让他给我做啥做啥，所以我跟他在一起这几年都没让他帮过我什么，就很在乎这些东西。因为你是起码是偏一嘛，那你可能就是反而会忌讳这些东西，是不是？对，就是你会要面子，会有点大男子主义，所以你就不要求他对甚至会回避这些东西。我当时就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不要有任何杂质，然后就不要整这些东西，然后现在回头一想，当时好傻逼。所以跟他分手以后你就转业了，对，带着那种遗憾转的业，不甘转的业。也没有遗憾和不甘吧，反正就是这段感情让我成长了很多东西，让我懂了很多东西，就是有失也有得嘛。反正现在感觉回头一看，就是人成长经历必然要经历的东西。有的人评论区里说，兴许他里边还有其他人，那不重要了。那不重要，因为就是不重要嘛。因为要重要的话，他可能会很难过。我觉得你后期就是觉得是经历了一些人和事儿而已。我难过了一段时间，但是发现没有什么用，然后就不难过。现在2年没谈恋爱，你觉得被他影响很大？对，很大很大。是怎样的影响？你觉得是怕被欺骗？也不是被欺骗，就是感觉那种感觉不想再来一次了。那还是怕被欺骗，或者说就是出轨这种感觉吗？因为当时就是当时我把他删了嘛，然后他又重新加了我，给我打电话，又跟我在一起啥的。因为我当时跟他在一起，我已经做好心理建设了，因为我感觉我和他是走不到最后的，毕竟他有家庭有孩子，我就想着就是怎么说呢，把自己能办到的爱都给他吧。最后发现自己脱不了身了，还是觉得自己想的太简单了。转业之后他也联系过你？联系过，没有再见他。没有见他。所以现在是在做什么行业工作呢？之前是在北京做，就是在医检所做检测，然后现在在江西这边帮家里就是干活吧。哦，身高体重能说一下吗？身高1.76米，体重86、87公斤吧。哎呦，很标准啊！现在还有肌肉吗？有点胸肌。哎呦，很厉害。这个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谈恋爱，是不是？可以试着找对象。你喜欢什么类型？你跟我说一下。就喜欢，就是跟我体型差不多吧。跟你体型差不多，然后是个肌肉狒狒。不要肌肉，就正常的体型，偏胖狒狒点。或者熊。对。个性呢？
个性不母就行。啊，不喜欢母的。然后孝顺。孝顺，孝顺是从哪方面考量呢？孝顺？因为我觉得孝顺父母的男人就是一个好男人吧。那如果他为了孝顺父母，然后不能跟你在一起怎么办？更爱他？那提前要发掘呀，提前发掘，然后再做好准备呀。所以，对其他方面没有要求。没有。异地恋也可以。异地恋可以啊。可以。我现在真的，我告诉你实话，我想的就是精神上的恋爱比较重要。为什么肉体方面你不需要了是吗？肉体我自己可以解决啊。就是再把小号捡起来。没有，我在网络上不是我在网络上从来没有什么发照片啊、视频啊，从来没有过。好，那等会儿能给我发一个照片吗？什么照片？我不是要那种照片，我就是看你长什么样。我主页就有啊。你主页就有，来大家看一看，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我们的菜？有美颜可能，但是他的声音很好听，而且就是就是跟他交流是没有障碍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加分的。哎，我好像有对象，不好意思。没事儿挺开心的啊。没关系，我愿意，我可以等着你。没关系，我可以等着你。是看出来这段感情也不会长是吧？不是。等你老的时候我再过去嘛。我就说你喜欢老的嘛，你现在你还是会喜欢比自己年纪大一点点，是不是？对啊，喜欢年长的。年长的0，一定是0是吗？觉得这个东西吧，现在也不是那么重要了。不那么重要。我再方便问一下，就是说，你跟那个就是里边的那个出轨的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性方面是和谐的吗？是很满足的吗？是很满足的。那你单纯的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就是出轨的体质。那个我不知道，他之前老好了，谁能看得出来呀？好的，谢谢，聊天很愉快。哎，我就希望每次聊天连线的朋友都是这种聊天比较顺畅，而且思维是比较正常和快的一些人。你知道有些人聊天我就聊不了，聊得很顺畅，很舒服。谢谢。谢谢。好，那我下了。好的，早点休息。拜拜。哎呀，真好，就真好。我就很希望就是多一点连线的人，然后大家一起聊聊彼此的生活。你们总听我的生活，其实就有点我都说腻了。妈，又来一个啊！来，你好。你好。对，这个声音更好听。哪里人？我贵州人，在重庆。你天生就有这个气泡音吗？什么东西？气泡音。没有啊，我那个刚刚睡醒啊。刚刚睡醒，所以有一点点就是气泡音啊。这个应该不能说气泡音吧，可能就是那个刚刚睡醒，就是那个有点起床气吧。起床气。多大年纪？快30了。快30是？就是那个29吧。29啊。对。是1是0？纯一。纯一，为什么一定要加个纯呢？你是很在意这个纯这个字吗？还是？没有啊，就是别人都这么说嘛。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无所谓嘛。
但是你30岁有没有某一个阶段，你说哎，我想做一回零？我目前还没有哎。还没有啊。做什么行业？那个培训。哦，怪不得声音，你的普通话应该很标准。哎，刚才我忘了你是哪里人？贵州人，然后在重庆这边工作。但是呢，我刚去连线的时候就听到上一个那个我就聊天，我觉得挺好玩的。然后真的是我第一次连线聊天，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贵州人像你这个普通话应该是很难得的哦。没有，不会，我的那个口音很重的。哪里有口音啊？我没听出来。就我说方言你能听得懂吗？我想听一下。就是我说重庆话，你能够听得懂不？听得懂，就是我觉得重庆、贵州还有成都都有一点点像吧。对，有点就是毛姐那边的口音吧，就是天菩萨。对，你们说这种话其实很，你们是夹杂着普通话呀，很容易听得懂啊。还好吧，就是所谓的川普嘛。对，贵普嘛。那咱们了解一下你，就是你的身高体重是多少？能说吗？可以说啊，没问题啊。就是那个现在170，然后快60了，然后现在正在增重。在增重。那现在是有对象的状态吗？我觉得随缘吧，这种东西你不能去强求。就是没有。就你不能去强求，如果有的话，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嘛。行，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喜欢有点可爱的，然后肉肉的。可爱肉肉的，那你能接受那种大只可爱肉肉的吗？能啊，能接受啊。就是因为我刚才听你说你是1.70米，你能接受1.80米，然后200斤，然后小可爱吗？200斤都不叫小可爱了吧？行就是身高高一点你也无所谓，是不是？就身高高一点是可以的，这个没问题的呀。然后这是个相亲局吗？不是，就单纯的就是好奇，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每次跟很多人聊天，我从他们的声音里我就能听出他们对生活的一个就是我能听出来他们此刻生活的一个质感，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对另外一半的要求可能会比较高一些。没有我觉得还好，就是就是你不要给自己设限嘛。不要给自己设限。那你之前谈过恋爱吧？谈过，这个肯定谈过。那分手了多久了？这距离上一段感情？分手了1年多了。能问一下是怎么分手的吗？就一些生活一些小细节啊，然后就怎么样，也不能说生活一些小细节，就是小摩擦呀这些，就觉得大家就不适合，然后就分了。我觉得就很正常嘛。是你提的？对，是我提的。我反正我跟你交流这么长时间，浅的交流，我会觉得你对自己生活是很有要求的，包括对感情。怎么说呢？我会觉得我会先考虑好，把自己先过好，然后一个好的状态去等待对方，然后的话就自己的那个能量比较足一点，然后就能够好的去让对方会更好嘛。然后不然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你要以一个就是比较不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去期待一段感情的话，那我觉得这一段感情也不会有太长久。我听到了一段故事。你这段话里我听到了一段故事，是在一起的状态里边，感情没什么问题，但是可能你的事业出了点什么问题，所以选择跟他分手的吗？有一些吧。对呀，我就从你的表达里边，我会觉得你是没错了，而且你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一个状态里边，你更多的期待的就是在感情里边，
你给予对方什么？对，我还是希望说我能够，就是能够更好的去照顾对方，然后的话，就是说能够给予他。但是如果说这个过程里边你自己状态不好的话，你会觉得说这段感情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你可能会选择停止。我会觉得就是我给予不了他就是想要的那样一些东西，然后的话，我会觉得他可能会适合更好的，但是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会选择，就是叫什么呢？就是那个话叫什么来着？就早点断吧，早点断了，然后的话，我特别能懂你这个感觉，因为我有一两段感情，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我想给你一些小建议，就是说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那个感情可能他们不一定理解哦。对，但是呢，他又不能理解，然后就是还是要让自己轻松一点哦。这个肯定是能够让自己轻松，但是，你这样仔细想嘛，每一段感情它本身就是这样的，就是又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陪你一直到老的，就是你谈过的每一段感情也好，它其实都是能陪伴你一段时间而已，但是这段时间呢，就好好珍惜就可以了嘛。所以你能接受精神出轨或者身体出轨吗？精神出轨或身体出轨，就是如果说大家都就是商量好的。对，商量好了，你要出轨就出轨，然后你去找别人就去找别人嘛，然后就各自安好就可以了。所以说就是长痛不如短痛啊，对，然后我就这样想的，就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你能在一段感情里你做零吗？生理？还没有做过。你能接受这个事儿？你觉得感情里一定要分一零吗？我觉得不一定吧。好，我大概懂了。就是跟你的聊天，我会觉得你很有自己的想法，包括自己的标准，以及自己对待一些。总之就是我觉得你有自己的这个，就是自己的独立思想，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就是包括29岁啊，29岁，很清晰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太棒了。对，但是也没有，谢谢你。就是很棒嘛，我就跟你聊天，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你我觉得你像一个情感主播一样。我觉得你很适合做那种就是什么那个网络什么什么 vlog 那种，就是那些博主之类的，我觉得很适合。你很有条理，对，很厉害。就是不考虑在网络上有太多的这样一些过多的交流，我会觉得就是把生活过好就可以了。好的，谢谢，跟你聊天很愉快，咱们有时间再聊。好的，行，谢谢。好，拜拜。拜拜。哇，现在人都很优秀哎，我们聊下一个，我们把这些都聊完啊。你好，你好，Hello，睡着啦？睡着了，来，来连下一个。你好，主播。